你还不走？那个，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你能够帮我带去京城吗？哦，送信啊，好说，放那儿吧。这次2个孩子就拜托姑娘了，您感激不尽。不用，照顾我家姑娘是我应该做的。敢问姑娘为何称我家丫头为姑娘？弄不明白，我心里不安。姑娘跟我家主少是同门。居然是同门，难怪国师傅肯出面寻找我失踪多年的父亲，还花大力气将人给救出来。也难怪国师傅会贴身派人保护着丫头，只怕国师傅也将我的来龙去脉查得清清楚楚嘛。还是要多谢姑娘，丰盛那边也请照顾一二，不求多上心，只要在他有危险的时候伸一下手。这个不用你说，为了我家姑娘也是看顾一二，你放心吧，他们都会好好的。真是太感谢姑娘了。既然没别的事了，冯大爷还请离开，本姑娘要歇息了。这个是给姑娘的谢礼。就在他一脸轻松地走出兰草的院子时，只见一个纤细的人影挥舞着长剑朝他挥了过来。你疯了，还下死手！这个女人疯了吧？怎么翻脸这么快？刚刚还好好的，怎么一个转身就拿着剑砍了过来？大河的心里也很奇怪，翡月姑娘和大爷刚刚还大包小包的从外面回来，怎么才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居然就打起来了呢？丰年，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想谢谢你。我这送礼怎么还惹出杀身之祸来了？哼，丰年，你就是小人，拿着你的东西滚！以后别出现在姑奶奶的面前，要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为什么？翡月姑娘，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伤到可就不好了。你问问你家大爷他都做了什么？我杀了他也是他自找的。我家大爷做了什么？也不至于把剑架到脖子上吧？这要是让我家姑娘见到了，还不得伤心？他就是个登徒子，姑奶奶不杀了他，就已经是看在姑娘的面子上了。那什么，小的有些尿急，先去方便一下。那事儿我可以解释的，我真的没有藏你的袜子。闭嘴！袜子我已经找到了，我说的可不只是袜子的事情。各自忙活的三人，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正房的后窗跳了出去，然后轻巧地跃上墙头，消失在夜色里，往姚家那边赶去。兰草这是第2次来姚家，他轻车熟路，先来到主院，发现里面漆黑一片，所有人都睡下了。他还是小心地给院子里下人房用上了迷药，确保不会有人中途醒来。接着他又找到了东厢房，发现姚慧欣正趴在姚成的床边睡着了。兰草心里很不是滋味，眼泪不受控制的想要流出来。他现在知道了，眼前这个女人真的是自己的亲娘，可是对方现在却守着别人。娘可真漂亮，小草是有娘的，原来被娘抱着睡觉的感觉这么好呀。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兰草忽然就被自己做的噩梦给吓醒了。他梦中自己躺在姚慧欣的怀里，正睡得香，下一刻抱着自己的人就变成了王氏，他正伸着手要掐自己的脖子呢。在他下床的瞬间，兰草又有些不舍，于是便从空间里取出一个极为精致的木雕，放在姚慧欣的手中。这是一个头顶花环骑着羊的小女娃，笑得极为灿烂，整个木雕只有大拇指大，握在手心刚刚好。他在出门的时候回头往屋里喷了一些解药。兰草跳上了正院的屋顶，向着有响动的后院跑了过去。他可是听翡月说了，姚老太爷住在后院，因此就想过去瞧瞧老太爷是个什么样的。来人呐，都死哪儿了？
哎呦，痒死了！哎呀，快来人呐！想要疼死我是不是？你是谁？怎么进来的？你刚刚在喊什么？哎呦，痒死了，痒死了！来人，快来人呐！都死哪儿去了？还不快给我滚进来！哎呦，快来人，给我请大夫！这种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宁愿把自己的血脉至亲扔给乡下农户，宁愿养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继承家业。真的想不通这个姚老太爷是怎么想的。他口口声声说魏康是外人，难不成这姚成就不是外人了？要知道姚成可是和姚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至少还有一半姚家的血脉。小女娃，你是哪家的？帮我喊外面的人进来吧。你很难受吗？兰草明知故问，他这会儿大概已经猜到，估计是自家大叔来过了。快让人去请大夫！你是哪家的娃娃？怎么这么没有颜色呀？我原本是你家的娃娃，只可惜你们家不要我，他们家也不要我，最后被扔进山里了。我应该是山里的娃娃吧？眼前这个小女娃跟我去世多年的夫人有3-4分像，难不成她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就算你是我的亲爷爷又怎样？我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你而起，你这点痒这点痛算什么？哎呀，乖儿子怎么就摔下去了呢？疼不疼？天可怜见的，摔到脑袋没有？一会儿天亮了，娘给你请个大夫看看。可怜小小的人儿就要跟娘分开了。兰草在屋顶听到姚慧欣的自言自语，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抬手擦掉不争气的眼泪，果断从屋顶上离开。你回来了，快回去睡吧，天亮了还要赶路呢。你不问问我去哪里了？奴婢猜到您去了姚家，过去的时候姑娘正在睡觉呢，奴婢也是刚刚回来。你和大叔去姚家找我了？是的，姑娘回来就好，快睡吧。那大叔呢？大叔从姚家回来了没有？他明天还要早起去西北呢，休息不好可不行。姑娘乖乖睡啊，凤年感觉对姚家下手轻了，要再做些什么呢？他一个大男人，少睡一会儿没事的。那他不会有事吧？放心，你大叔他有分寸的，不会伤到你亲娘的。睡吧。有了斐月的保证，兰草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大叔，虽然他早就知道今天会分别，但是真正到了这一刻，兰草还是有些不舍。丫头，大叔保证每个月都给你写信，你要好好的啊。姚家的事别想了，我已经把王嬷嬷的口供放到姚慧欣的手里了。如果他们真的有心的话，会去东河村查证的，到时候自然会相见。如果他们家无意，咱们也不强求。你始终是我丰年的女儿，是丰家的大姑娘。都听大叔的，我不在意他们，只是舍不得你。好孩子，你交给我的东西都妥善保管着呢，那么多保命的东西，大叔是不会有事的。那大叔一定要小心，要好好吃饭，好好练功，不能让人欺负了去。有人欺负你，我和小叔就去西北替你报仇。姑娘，冯先生到了，你这个样子会被笑话的。先生？哈，这是你们师娘准备的，她今天不能过来送你们，不过交代了，让你俩以后啊要常常写信回来。是，先生。先生，这个你拿着，等我从西北回来就给你交代。斐月被这人给整懵了。他不是一直没什么反应吗？连道歉都没有，什么时候想通了要给我一个交代的？冯兄，今日多谢相送，祝早生贵子。
那就多谢风兄弟了。到了西北啊，别忘了时常写信回来。两个孩子那里，你放心，我给丰盛写了信，他可以去县城的书院读书。等我安顿好家里，自会去那边照看他们。那就多谢冯兄了，告辞。保重。手里怎么一直握着小盒子？里面有宝贝吗？我哪有什么宝贝啊，你这个小财迷！我昨天晚上给你搬回来那么多东西，还不够姑娘你稀罕的吗？要知道那里面可是有许多的珠宝和契书，是那老头的小金库呢。我和丰年可是去了2趟姚家才将那些东西搬回来的。这官道上人来人往不太方便，我已经把东西都收起来了，还没顾得上看呢。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姑娘，我跟你说，那里面可是有不少好东西，我看了都眼馋，估计都是姚家这些年最宝贝的东西了。等回到家，姑娘慢慢看。斐月故意岔开话题，死活不回答兰草之前的问题。姑娘，冯先生暂时不能教您读书，丰盛过完年估计要去县城的书院读书，您有什么打算？先生不是给我布置了好多功课吗？那就先坐着，不懂的记下来，或者问李家庄的李先生，或者写信给先生。其他时间又用来雕刻、酿酒、看看账本，和小伙伴们在山里疯。要不奴婢给您请个嬷嬷来？请嬷嬷？不要，我要嬷嬷做什么？都这么大了，哪里需要人照顾？再说我已经有刘婶和香梨了，还有你和大河，跟前都这么多人了。嬷嬷可以教您礼仪、管家、礼账、后宅的一些东西。那行，不过得给我留时间雕刻、酿酒、读书。这没问题。皇室说的是真的，晨儿不是我的儿子，我嬷嬷之前骗了我，亏我那么信任他，只相信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真够傻的，全都骗我，真是我的好父亲。还说魏康是外人，难道抱别人的孩子来养就不是外人吗？一辈子都想要个儿子，要个孙子。牛娃哪里就差了？为什么一辈子就看不上女人？我的女儿在哪里？我糊里糊涂把人家的儿子当成宝，自己的女儿却永远留在了那山里。快去请大夫，再去一个人到后院禀告老太爷。哎呀，你们这群该死的，喊了你们一晚上，一个个都死哪里去了？一个个都盼着老子死，是不是？呸，没门儿！老子的东西谁也别想抢走。哎呀，滚！你们这些人都想害我。被折磨了一夜的老太爷这会儿已经有些神志不清，毫无目的地攻击着靠近他的每一个人。不等老太爷这边把原因找出来，后院屋里屋外的下人全都倒在地上，个个死命挠着自己的手和脸。等到府衙的人过来时，直接带了好几个大夫过来。他们一见到这么多人躺在院子里鬼哭狼嚎的，于是二话不说，先把姚家所有外出的门都给控制了起来。那小厮做什么？还跪到马车边上。姑娘，那小厮在等他家主人下车呢。姑娘，怎么了？没什么，看到一个熟人，我们走吧。只是没想到，对面之前还卑微有礼的小厮，在听到兰草说话的声音之后，整个人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目光死死地盯着他。管好你的眼睛！是，小的认错人了，请贵人恕罪啊！由于刚刚见到了已经变成别家小厮的兰园，兰草这会儿不自觉又想起了之前在兰家的艰难日子，眼泪不自觉跟着流了下来。姑娘怎么了？怎么哭了？是刚刚那小厮吓着你了？
没吓到，就是想到了以前的事情。姑娘既然没事，那奴婢就放心了。你护送姑娘回客栈，我返回去看看。姑娘之前说见了个熟人，恐怕那个熟人就是刚刚那个小厮吧。我得回去看看那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让我家姑娘看了一眼就悄悄地掉眼泪。齐大夫，齐大夫，齐大夫，快救救我！你是？我是东河村的孩子，以前去镇上见过您的。东河村的？你是东河村哪家的？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家大人呢？臭小子，你跑什么？三爷一会儿回来见不到人，看他怎么收拾你。那不，我不回去。齐大夫，齐大夫，救救我！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给我老实点，想逃也别害老子。一会儿三爷出来，老子会实话实说，等回去交给大管家收拾你。齐大夫，救救我！求求你把我买回去吧，再留下来我会死的！你个小王八羔子，快给老子闭嘴！是想让三爷当场打死你吗？平安啊，问问那孩子是东河村哪家的，再打听一下他现在迁在哪家。哎呀，东家，您真要救那孩子啊？看样子他应该是签了身契的，怕是不好办吧？先打听一下再说吧。这位兄台，请问您是哪家的？啊，这位小哥，我们是县城胡家人。这小子不懂事，惊扰了您的马车，真是对不住啊！回去我就好好教训他。胡家？平安也是第一次来这县城，哪里分得清哪家跟哪家呀？小子，奉劝你们还是少管我们胡家的闲事儿。这小子可是我们三爷的小厮，小心告你们拐卖人口。我们家的事儿，就是县令大人也不爱管的。别，这位大哥误会了，小弟就想知道这小孩是东河村哪家的，可没打算管其他的事。我东河村兰桂山的孙子。他哪里敢说自己是兰桂川的孙子？他自己很清楚，自家爷奶的名声没有大爷爷的好，只能暂时用他家的名字了。怎么着，还不死心啊？打听这么清楚，是想把人带回去吗？我告诉你，别做梦了，这事儿你们想都别想。没有，我只是问清楚一些，回去之后好跟他家人带个信儿。给我狠狠打！吃里扒外的东西，居然在外面败坏我们胡家的名声，给我打！大管家，那小子晕过去了。什么？这才几板子就晕了？怕不是装的吧？大管家，是真的晕了，只怕再打下去就要把人打死了。三爷，这人就算慢口气了，您看。直接打死，扔到乱葬岗吧。三爷，这只怕不吉利吧？毕竟过2天可是太夫人的寿辰，只怕会冲撞了太夫人。哎呦，瞧我这脑子，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天去戏园子可不就是为了这事儿？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直接扔到乱葬岗，生死由天。很快，那个负责打板子的人和另一个小厮拖着昏迷的兰园，就往院子外面走去。哎，对了，之前派出去盯着的那外乡人的那2个回来没有啊？哼，磨磨蹭蹭，跟个人都不中用。看来是得查查这松门县的县令了。这胡老三行事如此跋扈，这个县令是当真不知道吗？也不知道胡家其他人怎么样。斐月进到书房时并没有惊动任何人，因此很快就在书房里找到了几个暗格。这里面有胡家家主收起来的书信，一小箱卖身契，还有2个账本。最让斐月感到意外的是，这里面居然有一整个箱子的借据。他仔细看了一下，好嘛，这么厚厚的一摞，居然全部是胡家人放印子钱的凭证，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命在里面。斐月将书房搜了一圈之后，没有再发现其他有用的东西，他也没在这里停留，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火折子，对着屋里的帘子、书本那些易燃的东西点了起来。
斐月确保这火一时半会儿不会被扑灭，便翻窗跳了出去。至于他找到的东西，除了那一摞卖身契被他扔进了火里，其他东西全都带走了。三爷，书房那边着火了。什么？书房着火了？你这个老小子怎么还在这里？快去救火，还愣着干什么呀？完了！这大火烧成这样，只怕书房里的所有契书和账本全都保不住了，就连特意收起来的那一些当把柄的书信也都保不住了。我们胡家一直以来的倚仗恐怕已经没有了。大管家，把这2个没有用的废物扔进火里，既然看不好书房，那就和书房一起毁灭吧。饶命！三爷饶命啊！2个护卫见到胡三爷根本不搭理自己的求饶，也没有要放过2人的意思，而且这会儿人已经离开，2人顿时起了心思，想要自救。放开我！你们这群傻子！所有人的卖身契都被烧毁了，还不快逃啊！这2年，胡三爷行事越来越乖张，胡家下人几乎每个月都会有那么1-2个人丢了命在他手里，所有人都过得胆战心惊。今天有机会离开，可不就是能跑的都跑了？人呢？这可真是祸不单行啊！自家能拿捏大人物的把柄没了，家里的下人也跑了，从他们嘴里说出的每一件事都够胡家抄家流放一回的。娘，小月快要死了，我想回家，救命！救救我！我为什么要救？求你救救我，来日必定当牛做马，报答恩人。说说你是谁，记得说真话，或许我会考虑救你。我是清溪镇东河村人，被家人几经转手卖到城里，胡家做下人，今天得罪了主家，结果被打成重伤，扔到这里自生自灭，还请恩人救我。原来你是东河村的，巧了，我倒是认识那村里几户人家，不知道你是哪一家的。恩人认识东河村的人？是啊，不光东河村，就连清溪镇也认识好几个人呢。你说说你家是个什么情况？蓝源哼哧半天也说不出什么来。他可是知道自家的名声在清溪镇附近几个村有多烂，这会儿还真不敢乱说，万一眼前这女人真的知道自家的事情，还会不会救自己呢？我听说东河村卖孩子的似乎只有一家，那就是东河村的蓝家。听说他家大房的大儿子被卖掉了，该不会是你吧？蓝源感觉自己头上一下子就多了许多的冷汗，也不知道是背后的伤口疼的，还是被这女人的话给吓的。我还听说你们一家将一个5岁的女娃娃给扔进山里，结果那孩子被狼给吃掉了。听说一家人全都赞成这事儿，包括你，蓝源。你怎么知道我的？我还听说，当时你蓝源可是极为赞成把你的妹妹一个5岁的奶娃娃扔进山里的，可见你并不是一个纯善之人。也不知道这自生自灭的滋味怎么样，要不你还是亲自体会一把。不是这样的，那事是我爷奶爹娘决定的，我爹娘也同意，这不是我能左右的，不关我的事。我就知道你会为自己狡辩，只是呢，我对于你们家的事情知道的太清楚，所以我不会救你。我怕你恩将仇报，毕竟你们一家人连一个5岁的女娃娃都能狠心扔进山里，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你故意的，你就没想过要救我？感情他说了这么半天，
居然只是耍我玩儿。对呀，我根本就不想救你。你们一家人当初面对着一个孩子的哭求都没有心软，我为什么要应下你的请求救你？为什么？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看在你将要死去的份上，那我就告诉你，姑奶奶就是看不得我家姑娘被欺负。你们一家人那样对我家姑娘时，可有想过后悔？看吧，干了丧良心的坏事，总是要得到报应的。你家老头全身瘫痪病死了，老太婆被蓝家族人陈塘淹死了，你爹拐卖附近村子里几个孩子被砍了头，你娘在府城因为威胁拐带富家小孩被活埋，你那不知事的小弟则是染了瘟疫也去了。你说什么？我说你们一家人那样对待我家姑娘，这不遭了报应了。等你下去了，记得告诉蓝家人，丧良心的事少做。你家姑娘就是西园门口见到的那个死丫头，竟然没死！一个5岁的孩子扔进山里，为什么没死成？没死为什么不回家？见了我为什么不认？还装出一副冷淡的样子。我家姑娘是什么样的高贵人，哪里是你这种臭水沟里的蛆虫能打听的？真的是她，她是兰草，对不对？对不对？苍天不公，那个臭丫头怎么能在深山里活下来？还摇身一变成了什么贵人？为什么我被丢到乱葬岗，却只能遇到这么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这人明摆着就没想救我，他只想看我的笑话。是又怎么样？他是我不会让你有机会见到的，也不会让你有机会被原谅。你没有机会了。你快救我！我是他大哥，亲大哥。我忘记告诉你了，兰草不是你兰家的孩子，是你娘用你亲弟弟换来的。你那亲弟弟这会儿正在府城享受荣华富贵呢，他过的日子比胡三爷不差什么，极有排面。单单伺候他的就有10多个下人，同样是亲儿子，你娘咋就不让你去享福呢？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救我？我才是家里最受宠的孙子，为什么享福的不是我？连个死丫头都过得比我好，比我尊贵，为什么？直到咽气的那一刻，蓝猿都没有想明白。斐月确定面前的蓝猿已经咽气之后，他直接将人拖进了一个小土坑里，又用自己的剑柄往里划拉着填了一些土，最后堆成一个小小的土堆，这才转身离开。斐月，胡家那边怎么样了？他们不会还要找齐大夫麻烦吧？他们现在忙得焦头烂额，哪里顾得上咱们呀？放心吧，等那姓胡的回过神来，只怕咱们早就回到清溪镇了。真的？那可太好了。只是你在胡家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家居然忙成那样。其实也没做什么，就是把胡家下人的卖身契全都烧了，然后他家那些下人全都跑了。啊，就这么简单？那后来呢？也怪那胡老三对待下人太过苛刻，听说最近2个月都打死了3、4个下人了，昨天晚上还打死了一个呢。那些人听说所有身契都被烧掉了，一个个呀全都撒丫子跑了。那个胡老三想要找咱们麻烦，他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人可用。那人果然不是个好人，用不惯的下人卖掉就是了，干啥打死？这话说的没错，那些人确实没少干坏事儿，以后会有报应的。斐月知道，只要那些证据交到国师府，不光这胡家倒霉，就连他背后的靠山都不会讨得好。昨天晚上被打死的就是之前拦齐大夫马车的小厮，是东河村的。怎么就打死了？他昨天当街拦别人家的马车，向外人求救，在胡家人眼里，他这就是丢了胡家人的脸面，所以
旁边的斐月见到自家姑娘并没有表现出太难过的样子，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他之前还怕自家姑娘会因为兰园的事情难过呢，没想到对方竟然根本就不在意。老爷，夫人来信了。拿进来。府城谁送来的？老爷，是夫人身边的常贵来送的信，人也帮您带来了。怎么是2封信？有一封是老太爷口述大管家执笔写的，另一封是夫人亲笔写的。家里出什么事了？老太爷后院的所有下人都得了一种怪病，全身上下又疼又痒，老太爷的脸上和胳膊都被他抓出血了。这么严重？可醒了大夫，夫人那边怎么样了？夫人和主院的情况还好，没有人染上这怪病，只是所有人都不敢去后院，倒是苦了小少爷。老太爷才刚把他接过去教养，当天就染了这怪病了。不过小少爷和老太爷没有住一个院子，情况倒是没有像老太爷那么严重。大夫怎么说？夫人请在府城很多有名的大夫过去，都说还好不是瘟疫，不过恢复起来也没那么快，只能够抹药膏，喝汤药慢慢恢复。那后院老太爷不是没人照顾了？夫人可有让你带什么话？夫人说老爷在外要照顾好了自己，不用着急赶路，家里有他盯着。你们先下去吧。王氏说的没错，果然是假的，真的被换了。我就知道，冯副将当时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在提醒自己，是我的错，没能护住自己的孩子。来呀，一起玩呀，斐月。那好。敢问老丈，请问您这里可是有大夫？我家主人病了许久，镇上的大夫给看过，可是一直没有什么起色，便想着过来询问老人家。是啊，我们同行的有大夫，可否请老人家引荐？我家主人确实等不及了。不拉平安，这边有人想要求医，你带着去找齐大夫。来了。来顺，你和夏丽在这里陪着小丫头，我过去看看，毕竟咱们在府城也算是相识。是，二爷。齐大夫，你们的病人怎么样了？这是染了风寒，又引发了其他的隐疾，在这里耽搁时间长了，恐怕要好好的调养一段时间。好，那我进去看看。你怎么在这里？这不是我要回乡吗？路上遇到下雪了，这才投宿在这家客栈里，打算过2天放晴了再赶路。没想到刚刚在后院，我那小厮认出了你身边这位小哥，所以就过来看看。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老爷先前只是染了风寒，当时没当回事儿，只想着赶路，结果就变成这样了。到了这里请了2个大夫看过，只是见效甚微。急着赶路？是下面的铺子出事了吗？我想去东河村一趟，去那里看看，给那可怜的孩子重新安个家。你要回东河村？你相信我大哥说的话了？你想带他回姚家？我那女儿苦啊，都是兰家和姚家人害的，我怎么可能让她去姚家那么肮脏的地方？听了魏康这么说，丰盛才想起来，对方还不知道小丫头没死，这会儿正在后院堆雪人玩呢。你之前不是不确定吗？怎么这魏康怎么就转过弯来了？之前从冯家回来，就想去东河村一趟。魏康极力为自己辩解，自从见到王氏之后，他就一直在怀疑王氏说的话，一心想要到东河村查探一番。老爷，喝药吧。你们这次出来没有带别人吗？还有个车夫，我俩换着手。老爷，其他的人都被老爷打发回府城了。怎么样？魏康的病怎么样？麻烦吗？只要按时喝药，大概5、6天就能够继续赶路了。不过还是要再调养一段时间的。那我们还要在这里停留5、6天？我差不多得停个5、6天，要不你们先回去，我和平安留下来，反正离县城也就几天的路了。那不行，
我们不能把你和平安留在这里。再说了，这会儿临近年关，路上也不安全，要留也是大家一起留。那就多玩2天，等过2天天气好些，隔壁的病人也好些，我们再继续赶路。行，那既然没别的事儿，我去后院看看他们。小草，生病的是姚家主，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差不多半个月了，你要不要过去看看他？都住这么长时间了，病得很重吗？他身边不是一直带着下人的吗？说是着急赶路，先前染了风寒没在意，拖了几天才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么着急干什么？染了病都顾不上看吗？查账的事情就这么重要？他不是着急查账，而是要去东河村。他去河东村干什么？他似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想去东河村看看。真的？真的，他刚刚亲口告诉我的。他的病怎么样啦？他这次病得挺重的，得先喝个5、6天的药才能继续赶路，后面还要继续调理。我去问问齐大叔。那行，你去吧，我也回去做功课了。齐大叔，吃点心。你过来有事？找齐大叔是有些事情要问。小丫头这么正式，说吧，想问什么？齐大叔一定会告诉你的。我就想问问齐大叔刚刚看的那位病人，他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小叔说他已经在这里住了10多天了。隔壁那个究竟是什么人，让你们1个2个这么上心？之前是风声过来问了一次，现在又是你。说说看，那到底是个什么人，让你们2个这么上心？那齐大叔会告诉我那人的具体病情吗？那你先告诉我他是谁，我就考虑告诉你他的病情。他是我的亲生父亲。他就是姚家的家主。齐大叔能告诉我他的病情吗？他怎么会病得那么厉害？听说他在这里都住了好些天。他这次的病说重吧，要不了命；说轻吧，那纯粹是骗人。确实是染了风寒，没有及时喝药。不过他似乎还有其他问题，我这会儿正在斟酌用哪个方子。5、6天也确实能好一些，但是彻底根治，只怕是要2、3个月才行啊。难不成他也遭人暗算了，被用药下毒了？那倒不至于，没那么严重。不过也确实接触了一些相互影响的物品，好好调理没什么大碍。真的不严重吗？可是他在这里看了好久的大夫，也喝了好些天药，都没能好起来。放心吧，你齐大叔可不骗你。怎么，你想过去看看？我就是问问。齐大叔先找药方吧，我回去了。齐大夫，快来呀！我家老爷这是怎么了？齐大夫，快来看看我家老爷。难道我真的这么没有亲人缘吗？才刚刚知道他跑这么远是为了去东河村打听我的过往，都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就病得这么严重。齐大叔，你快看看他怎么啦？没啥，只是做梦魇了。太好了，老爷没事。多谢齐大夫，多谢各位。你家老爷都病成这样了，力气还那么大，一个人居然都止不住。是，我家老爷虽说不怎么会功夫，但是确实有一把好力气，只是他平时比较文雅，知道的人并不多。行了，病人这回没事了，大家都回去吧，让他接着休息吧。我再开个方子，然后就守在这里。平儿一会儿去把药熬上，等人睡醒了就喝。走吧，有齐大夫在这里守着，不用担心。好吧。小草，你怎么来了？这里面地方小，你还是别进来了。平安哥，楼上不是只有1个病人吗？怎么熬了2罐呀？都是那个病人的，我这就要把药送过去，你在这里帮我看会儿炉子。好吧。从空间里拿出一个小竹筒，
里面是稀释过的健体丹的水。他稍微往里滴了一些，赶紧将竹筒收起来，继续装作乖宝宝的样子，站回灶房外面守着药罐。平安很快就回来了，兰草也没有在这里多做停留，蹦蹦跳跳离开了。他知道只要魏康喝了后面这碗药，肯定很快就能恢复，他也不用继续担心了。老爷，你醒了。姚家主可知你这次的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齐大夫还是别叫我姚家主了，我姓魏。好，魏老爷，今天我留下来就是专门跟你说说你的病情的。这次生病难道不是一场风寒引起的？当然不是，一场风寒怎么能把一个大男人折腾成那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觉得哪里不舒服呀。你着了道，这是肯定的，只不过并不严重，10年内肯定是不会有事的。而且想要你的命，还得再多下几次才行。只是你这场风寒来得太猛，又拖的时间长，才会一直这样治不好的。我被下毒了？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感觉呀。也算不上是毒，只能算是一个引子而已。你以后得注意一些。他一下子就想明白了，这是在姚家老太爷那里招的道。我哪里是什么姚家主，我就是一个管家，在入赘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命运。姚家就是想要一个能站在前面的管家。姚家根本就不需要我，他只想要一个可以掌控、听他话的儿子。小草，你怎么在这里啊？走吧，跟我回去，让他好好休息。丫头，你就打算这样的一直悄悄过来看人？想认的话就直接就把话讲明了呗。不要，他都不知道我是他闺女，也不知道我还活着怎么认。而且我还想看看他到河东村之后是什么反应。要知道我当初受了那么多委屈，就是因为他太轻信别人造成的。我自己从地狱里爬了出来，不想再被别人拖进地狱。哎，好吧，你想怎么着都行，只是别委屈自己，要做一个开开心心的小草。哎，老爷，您悠着点儿，在房间里少走几圈，要不然身体该受不住了。放心吧，我的身体自己知道，多走几圈也没问题的。明天就要一起赶路了，还是多活动活动，也好适应一下以后的日子。说来也巧，这齐大夫的家乡竟然就在清溪镇，难怪他会和方家二爷一起呢。没想到大家都是同路，也是老爷福大命大，后面赶路的几天有齐大夫同行，小的也能偷偷懒。也是齐大夫仁义，方家人大气，在客栈里足足等了我5天才继续赶路，咱们得记得他们的好。对，齐大夫和方二爷还有方家姑娘都是大善人，这要是换做其他人，恐怕只是留个药方就继续赶路了，哪会像他们一样等到您恢复了一些才打算离开。第二天一早，一行人用过早饭之后便坐上马车上路了。大方，外面是有人在读书吗？我是不是听错了？老爷没听错，是方家小姑娘在背书，方二爷在队伍前面背呢。方家人优秀是有原因的，我看呀，府城有些人家就是嫉妒，嘲笑他们是山里的猎户不配，就算是大户人家的孩子，都很少有这么用功的。那可不，听平安说啊，方家小姑娘还有一手极好的雕刻手艺，小小的年纪就已经能够养活自己了，在镇子上她雕的东西可是很抢手的。哦，那可了不得，小小年纪居然有这好手艺，还真是没想到，这方家人带给人的惊喜还真是越来越多了。等到众人回到县城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4天。老爷，方二爷说今晚要住在太和楼旁边的客栈里，晚饭他请大伙去太和楼用餐。哦，太和楼，听说是方二爷的产业，也才开业不到半年。难怪。那行，晚上咱们一起去太和楼，见识一下方二爷的酒楼。
小的给二爷姑娘请安。起吧，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用饭，你给安排着来。刘掌柜，你这是还有事儿？有二爷，您可算是说对了，老奴想请姑娘救救急呀。什么事？刘掌柜，你说。我的姑娘这酒楼里可等着姑娘的酒应急呢。您这一走就是半年，老奴上次拉来的酒都断了好久了。想起来了，明天让我回到镇上之后，让人给你送来一些。老奴可要多谢姑娘了。你先下去吧，一会儿让人找李管事过来。我们今晚歇在隔壁的客栈里。是二爷，您几位稍等，饭菜一会儿就上。对了，掌柜的，这里有位病人，记得来2个清淡点的菜。好嘞。小丫头的酒看来很受欢迎啊，你看把刘掌柜给急的。就得让他急，让好酒的客人想着念着才行。没错，就得这样。此时的魏康再一次感叹，封家2个孩子是真的很不错，小小年纪都有自己的产业。他这样想着，不由盯着丰盛和兰草有些出神，尤其是面对兰草时，不知道为什么他越看越觉得可爱。魏老爷，你不舒服吗？没有，就觉得封家的孩子个个优秀，实在难得，尤其是这小丫头，真的是每次都让人觉得惊喜。魏兄才是说对了，这丫头厉害着呢，打猎也是很厉害的。这丫头还能打猎？这个太让人意外了，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么小的孩子是怎么打猎，这怕是刚刚比一张弓高一些吧。你们可别小看这丫头啊，可是有一把好力气，小小年纪那可是跟野猪按地上打的。齐大叔，您这样说我还要不要面子啊？人家现在好歹也是封家大姑娘，可不行这么说人家。对，小丫头文静得很，这话以后都不能够在外面说了。魏康吃过饭之后，就先回了旁边的客栈去休息。小草，你看我们要不要就留在县城过年？我想跟着回去看一眼魏老爷，知道自己女儿之前过的日子是个什么反应。有些东西还是要眼见为实。也对，这也是大事儿，我也得去看看，要不然不放心。那咱们回到镇上就小心一些，家里那些护卫都带回去。好，有翡月在，那些人也占不了便宜。我来问几个问题，你们回答好了就有糖吃啊。好。我想问蓝安庆那家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他家是不是有个女娃，5、6岁的样子？你们和他熟吗？你是说小草？可是他去年就已经死了呀。对，被他爹扔进深山死了。听我爹说，他们当天晚上进山找的时候，只找到一只破鞋子，还有一个破布片。对，听说那个破布片还是他二婶给包吃的用的。就只找到这些，别的呢？比如衣服、血肉。那倒没有，我爹那天跟着一起上山了，好像是没找到别的。那你们还记得那孩子活着的事情吗？天天挨打，1天2筐竹草2筐柴。他穿的衣服都短了很多，还有许多破洞。我娘给他补过几次衣服，后来太破了没法补，就把我的衣服给他穿。还有，他二叔家的弟弟总爱告状，爱欺负他，他奶力气可大了，打人特别疼。还不给饭吃，我看到他都饿得直哭呢。他娘也不管他，头发脏的都不成样子。有一次自己在河边洗头发，一头栽进河里，差点被淹死。他力气大，他奶就一直让他干活，每次出门都带着柴刀和背篓。许久之后，大方和老高把手里的糖都分给那些孩子们，这才挥挥手让他们离开。老爷，小主子在这里过得实在太苦了。这事儿我会给那孩子讨回公道的。小三哥，你回来了，快跟我回家。不了，我回来想找人打听些事儿。
你怎么现在才回家？累不累？要不把柴放下？小三哥，你想打听什么事情？看我知不知道？我想问问关于小草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家老大家的那个女娃。她呀，哎呀，是个好孩子，只是可惜了，小小年纪没过过好日子，最后还死得冤呢。死得冤？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隐情？要不小三哥跟我回家去吧，这话在外面也没法说呀。几人走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就到了建功家里。可以啊，建功，这屋子都重新翻修过了，这院子也被婶子整理得干净利索。哎，进屋吧，我娘她不在这里，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不过再过个2个月我就要成亲了，回来呢也能够有口热乎饭吃。哎呀，要成亲了，哈哈，挺好。当初跟在我身后的那个小豆丁都要成亲了，挺好。回头哥哥给你包个大红包。你刚刚说那个丫头死得冤，是怎么回事啊？说起来这都是丑闻啊，这事儿啊恐怕除了我没有别人知道。就是你爹和人在一起胡闹，被那孩子看到了，而你爹又发现了那孩子偷看，然后就因为这个，他一个几岁的孩子懂什么？就这样把人弄死了。龌龊之人的心思哪里是你能够想明白的？他还不是怕那孩子把这事说出去，到时候一要被你娘揍，二呢也要连累大房那宝贝儿子的名声。那老大一家呢？他们对那孩子一点都不管不顾。管什么管啊？那个王氏啊，心里就只有2个儿子，根本就不看那孩子一眼。听村里的几个小孩子说啊，那女娃从3岁开始就一直住在家里的柴房里，冬天呢就用干草裹着取暖呢。那孩子是我的亲生女儿，当初刚生下来就被人给换了。什么？那是你女儿？这怎么现在才来找她？她都死了，死在了深山里的野兽的嘴里呢。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事儿的，没想到事实比我知道的更残忍。如果不是那个王氏贪心，跑到府城去想认回自己的儿子，恐怕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事儿。这事儿还真像是那家人能够干出来的。你知道我家老二住在哪里吗？我一会儿去找他。知道啊，我未来岳丈家就在李家庄，我带你去。那成，马车上有吃的。舒伟康要干嘛？这人怎么在东河村转了一圈就跑出来了？嘘，安静看着就行。就在前面了，路边那个院子这会儿还亮着灯呢。小三哥，要不你自己去，我就先回去了。好，老高，你和大方把人送回去，好好谢谢人家。是，老爷。爹，我背的书怎么样？站好，扎马步不能泄气，继续背书。我站得很好，倒是爹，你刚刚还趁我背书的时候起来活动了一下，别以为我人小没看到。好啦，小浩背得很好，一会儿再打一套拳给你小弟看，让他学着点。好。谁呀？来了。开门，是我，魏康。老三，果然是你！哎，快进来，快进来啊！哎呀，老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怎么没有提前来个信呢？就你一个人吗？哎，快进来，快进来！你这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吃饭了没啊？我让你二嫂给你做饭，你怎么就一个人？身边一个人都没带？孩儿大娘、小浩，你们快出来，看看是谁来了呀！小浩，快来叫小叔，这是你小叔啊。他不是小叔，我有小叔，小叔还带我骑马呢。呵呵，蓝老二，你可真是养了个好儿子。臭小子说什么呢？没一点礼数，小心老子回去揍你啊！老三啊，这孩子第一次见你还不认识，你别见怪啊。走，快进屋。其实这小子认不认我这个小叔都无所谓，我过来是想问你一些事情，也不进屋了。说吧，你想问什么？我想现在去老头子和老大的坟上去看看。现在？要不还是明天吧，这会儿啊天都黑了，山上的路可不好走呢。不，就现在，我去给他们2个坟上加些土，你把家里的工具带上，
走吧，既然你想去看看，那就去。不过你得答应二哥，可不能太伤心啊。他已经想好了，到了老头子的坟头，自己一定要把蓝安庆刨出来鞭尸。这就是爹的坟，那个是大哥的。老三，你干什么？快来给爹磕头啊！你在大哥的坟头上干什么呀？哼，大哥，这个狗东西他配吗？老子要把他挫骨扬灰！小三，你别这样，有话好好说，爹还看着呢。你怎么能在爹的坟前乱来呢？爹？呵呵，我没有这样的爹。当年他把我卖给养父的时候，就不是我爹了。老子不刨了他的坟，已经是看在他生养了我一场的份上了。你起开！老三，你疯了！老子没疯，老子可被气疯了。这个畜生不配我给他磕头，不配老子喊他一声大哥。老三，你快停下来，别在这里闹了，让爹安息吧。你放开！他凭什么安息？老子就是让他死都不能安宁！不要脸的老货，真他妈恶心人！你放开！再拦老子令你一起打！老三，别这样说，他怎么着都是咱们的爹呀！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助纣为虐，残害亲侄女，你就是个小人！现在还有脸我说？你当初怎么不说那两个老不死的啊？为什么不拦着他们？老子就是要掘了他蓝安庆的坟，你凭什么拦我？你他妈是个瞎子吗？以前都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出来装什么好人？老子打死你！不是这样的，你胡说什么？哎呦，你疯了，下死手呀！直到将蓝安平揍得鼻青脸肿，魏康这才又拿起铁锹刨起蓝安庆的坟来。蓝安泰，老子忍你很久了，你他妈一回来就发什么疯啊？又是刨坟又是打人，就连给爹磕个头你都不愿意吗？是，你现在是富贵了，如果不想认我们这一家泥腿子，你别回来啊！回来了你发什么疯？滚！你给老子滚！混蛋玩意儿，你回来干什么？谁说老子富贵了就不认你们了？可是你们都把我当个傻子来糊弄。老子给你们写了那么多信，为什么就没有回一封？那两个老不死的和老大一家人苛待我女儿，你是瞎子吗？看不到？你儿子欺负我女儿的时候你看不到？老子没直接上手打你儿子已经是留情了，别他妈叽歪！两个老不死的还想让我给他磕头？呸！这辈子都不可能，他不配。这魏康看着还算靠谱。嘘，小声点，咱们接着看。脏心烂肺的蓝安庆，老子让你在地下不能安宁，你的尸骨不配入土，就该抛到山里喂狼。你家子恶心玩意儿，只会唾沫一个孩子，我打死你！只是当他刨到硬硬的东西之后，只见到一个破破烂烂的棺材，里面竟然是空的。那棺材很明显被人暴力破坏掉了。报应啊！哈哈哈哈！报应啊！这是报应！他知道在自己之前已经有人把蓝安庆的坟给刨了，尸身也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或许被山里那些野兽分食了也有可能。这是怎么回事？谁动了大哥的坟呢？哈哈哈哈！我跟你说，蓝安庆他就是遭了报应，他全家都遭了报应。你怎么回事？要知道人死灯灭，前尘往事一笔消，你就是刨了他的坟也无济于事啊！一笔消？想得美！怎么能消掉？感情扔进山里的不是你儿子，你轻飘飘一句话就过去了。老子不行，他把我女儿扔进山里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死后要遭报应？哎呀，你听我说，如果小草真的是你女儿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她的消息啊。你确定小草是你的女儿？那你这么多年怎么不回来接她呀？如果不是那个贪心不足的王氏跑到府城去，我怎么会知道当年孩子被换掉了？什么？他跑到府城了？他去府城干什么？他家三小子呢？你见到没有？还能做什么？他把我那假儿子劫走，然后想利用他大少爷的身份得到些好处。至于你说那大方的三小子，我们没见到，估计死了吧？啊，死了？怎么会呢？怎么不会？之前万县那边爆发瘟疫，可是波及到周边好几个县城，就连府城都被牵连，死的人可不计其数。爆发瘟疫了，府城也有，那……走吧，既然蓝安庆的坟已经被我扒了，我就回去了。你不给爹磕个头，
这才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呢。他不配。为什么？就因为我闺女看见他跟别人厮混，所以他就处心积虑鼓动家里人把一个5岁的孩子扔进山里。他还是人吗？老子没刨他的坟，已经是看在他生了我一场的份上了。什么东西也配我跪他？不可能，怎么可能？咱娘那么厉害，爹他怎么会？你就是个傻子、瞎子、聋子、小人。不是这样的，是我不好，当初在家的时候也是害怕娘揍我，就一直听他的话，这是我不对啊。哼，完了，你这样说能换回我闺女一条命吗？我想说的是，小草他没死，他还活着。你说什么？你说谁还活着？我说小草之前在山里没死，之前还见过他呢。他还活着？你见过他？这是真的吗？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半年前就在我家的院子里，他来看我家的小儿子，不过后来好像去了府城，到现在都没回。你之前说府城那边也有瘟疫，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事儿。他去府城了？为什么去府城？他和谁去的？他跟自己的先生一起去的，也不知道还回不回了。家里那臭小子都念叨好久了。哼，少跟我提你家那臭小子，他之前可没少欺负我家闺女，老子恨不得多揍他几次。不是，我家那臭小子之前也是被带歪的，离开东河村之后，我们可是没少揍他。现在啊，他跟小草那孩子可亲了。不过你要是不解气的话，尽管揍，老让我替他挨揍，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哼，少不了揍你儿子的，等着吧。不是，家里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呀？哦，先是王氏跑到府城，说我那假儿子是他亲生儿子，然后我就怀疑这事儿了。后来去问了一个从清溪镇的到府城的同乡那里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最重要的是，家里人对小草的极度苛待，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你说那家人是咱们清溪镇的人，没听说过附近的村子里的人去府城了呀，更不要说他还当了什么副将。怎么可能？府城许多人家都知道他家是清溪镇的，而且人家对于咱家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他们告诉我，我也不会去查证那2个孩子的身世。那人不会是姓风吧？是不是丰年呢？这你都猜到了？你怎么知道的？正是丰年丰副将。你去他家了？对啊，我听说他是清溪镇的人，才到府城没几个月，就想打听一下家里的情况。你在他家还见到了什么人？你问这个干什么？见到丰年的弟弟丰盛，还有他女儿，一个很可爱的小丫头。丰家那小丫头那就是小草，就是你女儿呀。什么？你说什么？谁是我女儿？我说你见到的丰家那个小丫头就是你女儿，她是不是叫小草？那孩子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只知道她是丰家大姑娘，是丰年的女儿。真是没想到。魏康这会儿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原以为自己的女儿已经被人害死了，没想到竟然早已经见过了，她还过得很好。对了，小草，现在魏康已经知道你还活着，如果他要带你回姚家，你会跟他回去吗？不去，我是丰家的女儿。他的心里很清楚，姚家不欢迎自己，尤其是那个姚老太爷，他不希望家里有个女娃，要不然当初也不会提议王嬷嬷把人给换掉了。那可是你亲爹，看起来似乎还挺靠谱的，这大冬天就借着查账的机会跑过来打听你的事情，你就不感动？感动，有那么一些，只是他现在对我来说还不是很熟悉，我为什么要跟他离开？我在家里不是很好吗？自己又不是没有钱。再说了，姚家人一点都不喜欢我，我上赶着过去被人说教，被人看不起吗？姑娘想怎么做都可以，那个姚家不回也行。这一下我可放心了，你就留在家里，想干啥就干啥，上房揭瓦小叔也陪着你，咱不去看姚家人的脸色。好。他们去哪里了？姑娘回山上的家里了，估计要住几天才会下来。他回山上了，走，我们跟上去看看。老爷，您知道小姐住在山上什么地方吗？
那不知道，去老二家问问就可以了。坏人，敢打我爹的坏人！娘，快去喊我舅舅们，那个坏人又来了。小浩，快放下棍子，让你小叔进院子。娘，为什么？就是这人打的我爹，害得我爹现在还躺在床上下不来呢。听话，不准胡闹啊！让你小叔进去，别让你爹揍你啊！他小叔快进屋吧，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哼，他是坏人。二嫂，昨天有些失礼，今天特地来向二哥赔罪。小三你来了，快进来坐。媳妇儿，快给小三上茶。二哥，别，你还是叫我蓝老二好了。我总觉得你这么客气没啥好事。那啥，昨天不是气得很了吗？手上没收住力，我就想找你打听些事儿。说吧，什么事儿啊？你知道小草在山里的家吗？我一早去找他，结果又听说他已经回山里了。这天寒地冻的，我也没地找啊。他回山里了？咋了？你这是什么样子？山里有什么不妥吗？哎呀，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有许多人往山里跑，看样子那都是不好惹的。夜里还经常听到山里有兽吼声，也不知道这山上发生了什么。那丫头刚一回来就一头扎进了山里，万一跟那些人遇到了，那还不得吃亏呀？大舅，就是那个人，他打我爹，昨天夜里把我爹打得都躺床上起不来了。大哥，别听那小子乱说，这是我三弟，昨天刚从府城回来，我俩呢闹着玩呢。是这样吗，妹夫？你们这是要出门？啊，我们打算上山去看看。小草那孩子啊，昨天刚回家就一头扎进了山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要知道那山里啊，可不如以前安全了。要不，妹夫，我陪你去，咱们人多，以后有个照应。那就多谢几位哥哥了。小辉，我回来了。小鸡，你们在哪里？小猴子们，快来吃好吃的。小叔说小辉他们去哪里了？以往我一上山，他们就一下子围上来了。这次怎么？别着急，或许他们正在咱们家院子里玩呢。对，他就喜欢去咱家院子里玩。那我们快去回去吧，说不定他们还真是在院子里玩呢。只是当他们回到院子外面的时候，直接被破破烂烂的院子给弄懵了。家里出什么事了？怎么会变成这样？还好当时离开的时候没在这里留下什么，重要的东西都交给小丫头保管了。姑娘，地窖里什么都没有，也不像是放了东西的样子，要不然就是之前搬走了。那应该是之前就被搬走了，没糟糕东西就好。姑娘，没有发现可疑的人。走，去看看温泉那边怎么样了。疯死了。这是怕后面来的人发现这里吗？温泉就先这样吧，让人守在这里，我要把毁了这里的人全都留在这里。就在这时，一直在院子里巡查领地的大白和小白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疯狂冲出院子，直接往山里跑去，嘴里还不时咩咩叫着。大白小白，你们别跑呀！他们这是怎么了？以前虽然喜欢疯跑，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是出了什么事？姑娘，别着急，我看大白和小白他们似乎在找什么。小辉，小金。蓝草一下子就明白大白和小白这满山遍野的跑是在找什么。小金，小辉，是什么？他们是两只猴子，我上山时跟一群猴子处得极好，里面有许多伙伴。在那边。小辉，这就是小辉，他受了很重的伤。奴婢这里有上好的清创药，给他清洗一下就上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清洗伤口太疼了，还是之前蓝草喂他的清泉水有了效果，之前已经晕过去的小辉居然轻微挣扎了几下，然后慢慢睁开了没什么神采的大眼睛。小辉，你别怕，绯月给你上了药，你很快就能好起来了，到时候我再带你在山里玩。放心吧，加倍回来还可以再见，我一定要抓住打伤你的坏蛋，给你报仇。
最后两人只得把小辉放进了小白的背篓里，一行两人3只这才往家赶去。小白，你要小心些，别颠着小辉了。小白声音低低的应了一声。为什么小金怎么就没了呢？小金，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报仇的，不会让你孤单的。等到几人把小金安置好，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姑娘，要不我们下山吧？这里也没法住人，而且也不知道那些坏人走远了没有，这样待在山里也不安全。可是我们还没抓到那些毁了我家的人。放心吧，来硕和石头之前已经放出信号了，家里那些护卫很快就到，有他们在，那些坏人跑不了的。那抓到人了，要让我多抽几鞭子。行，奴婢到时候一定把人留着，让姑娘多抽几鞭子，还要让他们把房子重新修好，然后再送他们上路。就这样，在几人连哄带骗之下，兰草跟着丰盛几人下山了。有人，大家小心！阿哥，怎么会这么远呀？还要多久才能到啊？不知道，我也没有去过。可是你都不知道地方，还怎么给我带路啊？你就不怕我们这些人在山里迷路了？谁？有埋伏！快找家伙！蓝二哥，魏老爷，别紧张，是我们。丰盛，没想到先遇到你们了，哈哈哈！都别紧张了，是自己人。风二爷，你家小草呢？他不是跟你们一起上山的吗？喏，树梢上的。你这脸怎么回事啊？怎么被打成这样？那什么，我跟久未回家的小弟闹着玩呢，不小心撞到脸了。他哪里好意思说自己被弟弟打了？哟，撞挺巧嘿，全撞脸上了。小草，你快下来，上面危险！你干什么？把他吓得掉下来怎么办？我这不是怕他爬得太高，有危险吗？我这侄女在山里摸爬滚打1年多了，如果没有一点本事，早就被山里的野兽撕爆完了，吞进肚子里了。你这个样子，只能害了他。小草，你没事吧？没事啊，我很好。不对，你的眼睛怎么红了？是不是刚刚哭过了？没什么，山上的家被人毁了，我们正准备下山呢。什么？你在山上的家被毁了？什么人干的？你有没有受伤啊？不知道，没见到人。反正山上是不能住了，我们最好的伙伴也死在了家里。我们呢，还是先下山吧，其他事情等下山之后再说。原本丰盛也不打算在山上多待，这会儿也就没有反对，而是拉着兰草带着丰家其他人跟着一起往山下走。哎呀，安平啊，既然这边没什么事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他们几个还要去镇上上工呢。大方，速送李家几位舅哥和侄子们。是，老爷。小子，我也先回去了，这跑了一趟哪都疼，你跟我一起，我让你嫂子给你做好吃的。不了，我再待一会儿，明天正式拜访你家。那行，我就先走了，你再留会儿啊。魏老爷，你二哥都走了，你怎么还不离开？二爷，我知道，你们家早已经把我调查得清清楚楚，也早就知道我和小草的关系，你就让我过去跟他说几句话吧。魏老爷现在是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整个姚家？哎呦，风二爷，你可急死我了！我现在代表我和我家夫人。魏老爷，就算你代表的是你和你夫人，但是你确定现在就要谈那么重要的事情吗？非要在小丫头这么难过的时候？魏老爷，我们都知道你要说什么，只是你想好以后要怎么安排我家姑娘了没有？如果没有想好，我劝你还是回去想好了再来。如果我家姑娘再因为你受到半分委屈，你觉得你会怎么样？你们姚家会怎么样？更何况，你觉得我家姑娘这会儿有心情跟你说话？一时间，魏康直接愣在当场。他很清楚，姚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至少跟封家比起来，是真的不怎么样。如果把孩子带回姚家，必然会受许多委屈，至少姚家老太爷那一关就过不去。所以说，魏老爷还是想清楚再来吧。我不允许任何人让我家姑娘伤心，亲爹也不行。那还请风二爷把这块玉佩交给那丫头吧，明天我再去封家。
魏老爷还是以后亲自交给他吧。行，那我先走一步。这山上你们还是不要待，不安全。小辉好点没有？比之前好了一些，现在能喝进去一点水。他身上这伤看起来确实挺严重的，咱们回到镇上还是让齐大夫给看看。我也是这样想的。虽然肥月之前给他用过金疮药了，但是我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希望他能熬过这一劫，他们还真是多灾多难呢。我相信小辉一定能够熬过去的，只是不知道山上的猴群去了哪里。我和肥月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只怕他们是已经离开了。以后我们就把小辉带在身边，除非他自己想回山上。小丫头放心，我一定把这小辉给照顾好的，将来一定能够成为猴群的一代霸主。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封家的护卫们已经从小院出来，这会儿正摩拳擦掌准备上山，不过却被斐月给拦了下来。在山上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用客气，先打服了再说。如果问清楚了真是那伙人，先断肢挖眼割舌，然后再扔进山里喂狼。这大冬天的深山的野兽活得也是不容易，想必都饿了，给他们加餐。是。姑娘，我们回镇上吧，抓到那些人，山上自然会给我们信号的。好。平安哥，你这咋了？是不是医馆出事了？不是医馆，是东家让我来告诉你们，有个病人是身上的伤，是被野兽撕咬的，这在医馆。有人被野兽咬了？野兽只有山里才有。那不是……这个受伤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他们有几个人？有5、6个人吧，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受伤最重的那人似乎是他们的头，听那意思，他们在山里还折了几个针呢。走，我们去看看。你们在家等着，我过去看看。要不咱们悄悄摸过去看一眼，那样会不会给齐大叔惹来麻烦？咱们先看了再说，不在医馆动手，就不会给齐大夫带来麻烦。好，我们就过去看看，先不动手。相信有斐月在，那些人也没有机会报复齐大叔。趴在医馆的屋顶，兰草就开始四下寻找，想要找到那伙受伤的人。只是那些人还没看到，倒是先让他找到了斐月。他这会儿扛着一个昏迷过去的人从茅房出来，径直往医馆后门的方向过去。走吧，我们过去。你们是什么人啊？闭嘴！现在是我问你，你们是哪家的？在山上都做了什么？身上的伤又是怎么来的？我们是府城姚家的，我们来清溪镇那边的山上找东西，其实找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主子只说让我们找找。你来自府城哪个姚家？府城就那一个姚家，只不过我们是姚家五房的下人。姚家五房？你们怎么会来这里？是我家老爷可是姚老太爷的亲侄子，他听说魏老爷要到东河村，便派我们来截杀对方。你们老爷怎么知道魏康要回东河村，还特意赶在他前面跑了过来？是我们老爷安插在姚家主院的人传回的消息。你们不是要截杀魏康吗？怎么会跑到山里的？是何家人和李家人。我们刚来到清溪镇就碰到了他们，他们说东河村的后山有宝贝，据说价值连城，还能造福后代子孙。我们头儿被说的有些心动，就跟着他们一起进了山。你们在山上都做了什么？我们就是在山上乱窜找宝贝啊，只可惜宝贝什么都没找到，还被一群猴子给驱赶着逃命。猴群？什么样的猴群？你们把他们怎么样了？没怎么样，我们要去那个院子休息，他们死活拦着不让我们进去，然后老大带着我们骂骂咧咧就走了，还被那些猴子们扔石头追出去老远。我们逃进山里没多长时间，就碰到了狼群，拼了老命才从山上逃下来，这才刚到医馆没多久，就被你们带到了这里了。这些人就交给你们处理了，我和姑娘去找他们老大，顺便告诉魏康一声，要杀他的人就在这镇子上。让你们欺负我家小辉，让你们害了我家小鸡，我打死你们！走吧，姑娘，我
我们得过去把这事儿告诉魏康。要知道那伙人也在镇上，只要是碰到一起发生个什么，你以后不得后悔。你们快去吧，这人交给我们。姑娘，我们先去客栈告诉魏康一声吧。好，先去客栈。你家老爷去哪里了？老爷去医馆找齐大夫了，说是之前开的药用完了，要过去把个脉，再抓几副药回来。他一个人去的。就算那些人已经受了伤，但也不是每个人都不能动了的。如果真有那不要命的，直接将魏康给解决了，那岂不是就出了大事？不是，大方跟着老爷呢。要不要老奴去喊老爷回来？不用了，我自己去找。是。这是咋啦？这里怎么这么乱？没什么，齐大夫和另一个大夫正忙着给那牧人治伤呢。刚刚他们太吵，齐大夫就用麻药让他们全睡着了。那魏老爷呢？在那边正看着书呢。他的心可真快，就没跟那几个人碰面。不知道，看样子是没见过那些人，要不然不会这么淡定的看书。你过去提醒他一声，这几天小心一些。姑娘不过去？我就不去了，你去吧。那好吧，奴婢去也行，只是姑娘不能乱跑。飞儿姑娘，你这是……魏老爷，您这几天在镇上还是小心一些。我们抓到一个人，得到了一些跟你有关的消息。跟我有关？什么消息？那人说他们是府城姚家五房的下人，你猜他们在你之前来到清溪镇做什么？居然是五房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我要回东河村的？想必魏老爷是想到了什么，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我家姑娘让我提醒你，这几天不要乱跑，要小心一些。虽然那些人暂时做不了什么，但是不代表他们就放弃了。是小草让你来的？是的，你可不要辜负了我家姑娘的一片好心。如果自己跑出去找死的话，我们可不会管你。是，我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的。只是还请绯月姑娘告诉我，那些人在哪儿，我也还有个防范不是？齐大夫正在给他们处理伤口呢。什么？他们居然就在眼前？那……魏康的第一反应是就在医馆里解决了这些人，但是他又想到不能连累齐大夫的名声，还是默默地收回了之前的想法。魏老爷这2天还是不要往医馆跑了，这伙人我们自会收拾。他们在山上可是干了不少坏事。那还真是多谢绯月姑娘了。我也是看在我家姑娘的面子上才帮你，还望你以后好自为之。魏老爷还是趁那些人没醒过来回客栈吧。你这样待着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不是上赶着送死吗？小草，你快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姑娘，我们要跟着送送他吗？不用了，他也是有功夫在身的。经过我们这一提醒，他一个大男人还不至于让我一个小娃去保护吧。好，那我们回去吧。你一会儿早些休息。是山上有事发生？姑娘，现在已经很晚了，你还是留在家里，哪儿也不要去，奴婢去看看就行。我只是想知道山上发生了什么。可是姑娘，您现在已经很累了，普通小孩这个时候早就已经睡觉了，您不能一直跟着我们跑，这样会生病的。那好吧，抓到人好好审审，我明天过去再抽他们鞭子。成，姑娘放心吧，如果抓到那些人，一定留给您抽鞭子，完全让您出了那口气的。那边怎么回事？你们都守在这里？我们的人都在这边守着呢，没有靠近野兽群。那边那些人应该就是咱们要找的人，看样子有30-40号人。那就先等在这里，坐收渔利也不错。知道他们怎么跟那些猛兽碰到一起了吗？刚才隐约听了一耳朵，似乎是他们这群人伤了什么幼崽，也不知道伤了几只，竟然一下子引发群兽攻击。这跟我们之前想的不一样啊，好像没有咱们动手的机会了。确实没咱们什么机会。行了，先静观其变，万一那些野兽来袭，保命为上。他们会不会有漏网之鱼？万一跑了怎么办？我已经让石头他们埋伏在远处，如果发现有人侥幸逃出来，直接上去将人控制住。我能做点啥？
那你困了就靠在树上睡一会儿，我守在这里，你放心吧。哦。怎么只有这2具尸体啊？其他的都已经变成一堆骨头了，刚刚扔进那边的坑里，他们正在填土呢。可能还有一些被野兽拖进自己窝里了吧？有没有人跑掉？没有人跑掉。姑娘，您起来了，昨晚睡得可好？睡得很好。老奴伺候姑娘洗漱，魏老爷来了，这会儿正在外面等着呢。姑娘一会儿可要去见见。那我洗漱一下就出去看看，晨练的事情再说吧。流水一会儿将小慧安顿好就行，她现在比昨天好上一些。老奴记下了。小草，你是不是早已经知道了？我是你亲爹。是。你真的知道？什么时候啊？在你们家人把王氏活埋的时候。王氏活埋的事情你都知道？是啊，我过去的时候，姚家人刚把王氏埋掉，还没有死透呢。大叔让人把他挖出来，问清楚了当年事情的真相。兰草这会儿就是故意的，他想把自己冷酷的一面展现出来，看这所谓的亲爹是个什么反应。他说了什么？他说当年2个孩子确实被换掉了。他说他来府城就是想让你的儿子悄悄认下他，他也好借此在府城安个家，以后就靠你儿子养着。然后呢？然后王氏说完之后又被埋了。那个恶毒的女人，她有这样的结果是她活该。只是有没有吓到你啊？又不是要活埋我，这有什么好怕的？这事儿跟我当初在山里遇到的事情比起来，还真不算什么。我是真没什么好怕的，害人的人终究是会得到报应的，又不是我害了人。真是苦了你了，幸好你遇到了丰年。丰年就是我爹，这一点想必你也清楚。我现在是丰家大姑娘，是丰年的女儿，以后这个身份都不会变。哎，丰年对你确实很好，这点我很感激。不过，你打算要一直留在丰家吗？我在丰家可是上了族谱的，当然会一直留在丰家。难道你有什么想法？你就没打算跟我回姚家吗？要知道你娘还在姚家呢。姚家？哼！兰草对于姚家可是一点好印象都没有。你这是什么表情啊？那是因为我在拿到王嬷嬷的口供之后，就去过姚家了。当时你被打发出门去查账了，你夫人满心满眼都是你们的儿子，你们家老太爷极其厌恶我，要不然当初也不会指使王嬷嬷把我给换走。你去过姚家了？那想来依这小丫头的性格，还真是不会认姚家的人。我不喜欢姚家，也不会跟你回姚家。其实你误会你娘了，她先是被王嬷嬷蒙蔽，后来回过神之后，已经给我写信，叮嘱我一定要回东河村看看，想办法把你的坟迁回去。让人欣喜的是，你大难不死，居然还活着，我们一家人可算是能够团圆了。不可能，我当时在姚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都怀疑姚成的身份了，也跟他讲明了，他还一心一意守着姚成，一点都不介意那不是他的亲生儿子。魏康见兰草这么激动，知道他不相信自己的话，便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了过去，正是姚慧欣之前写给他的。他不想让兰草心里怨恨自家夫人，母女之间有误会，解开了才是最好的。这么说他是认我的，我以后也是有娘的孩子了。他没有不要你，只是被坏人蒙蔽了而已。小草呀，爹很后悔当年你娘快生你的时候带她回东河村一趟，结果把你丢在这里受了这么多苦。是爹没用，是爹异想天开，以为东河村还是自己的家。其实当初那老头把我卖掉的时候，那里就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是爹不好，害你受了这么多苦，害你从小就被人欺负。小草，你以后不想回姚家，咱就不回了。爹重新给你挣一份家业，一定让你生活得美美的。等爹以后回了府城，把姚家的事情处理完，就带着你娘来看你。小草，你别哭呀，
爹知道，爹对不起你，害你受了那么多苦。你放心吧，爹已经替你出了气了。我前天晚上就去扒了蓝安庆的坟，还把蓝安平打了一顿。你放心，以前欺负过你的，爹全都给你打回来。可恨，爹来得太晚了，让你受了那么多苦。你这不强迫我去杨家？不想回就不回。不会逼我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会。你不喜欢什么呀？我不喜欢挨饿，不喜欢被冤枉，我不喜欢检查。这些事情以后都不让你干，这些都有下人干呢。那我以后遇到事情也能告状。我以前有事都是找大叔的，他会给我出气的。那当然，也会给你出气的。你没见蓝安平那张脸都变成什么猪头样了？那可是你爹我揍的。那我以前在东河村的时候，天天挨饿，还要挨打，家里人不是不理我，就是打我。我村长爷爷说了几次，他们也不听，我反而被打得更重了，我好疼，每天都是新伤压旧伤，连药都没上过。我身上的青紫和疤痕一直到住进凤家的时候才慢慢消下去的。他们说我力气太大，会伤到家里人的，把我赶到柴房的草堆上去睡觉。柴房好冷，那里的墙四处透风，还是我悄悄从河里面挖了些泥，把那些缝隙给糊住。我每天要砍2捆柴，顺便挖2大篮子的野菜。这些事情蓝源和蓝浩可是从来都不会干的。我要是砍得少了，就会挨打。他们说我是个女娃，是赔钱货，少吃一些没关系。然后我天天挨饿。小浩总找胆告状，他还用火烧我头发，就因为他们要打我。我逃跑的时候拔了后院一棵桃树，他们就要把我扔进深山里，我好害怕。可惜没有人会在意我，害不害怕？我那天早上天不亮，他就背着我上山，只有二婶悄悄地给了我1包干粮和水，还给我拿了一双鞋子。他怕我自己跑回来，还特意绕远走了一条我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上山。趁我睡觉的时候，把我留在树底下就离开了。我好怕。我晚上不敢睡在地面，只好费劲爬到树上，结果才睡没多久，就有东西摸到树上了。如果不是我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树上，当时不是被野兽吃了，就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我从山上滚下去，撞到了石头上，流了好多血，还被雨淋了一夜。我好冷，小鸟把屎都拉到我脑袋上，我都不敢找他们算账，就因为我没有爹娘护着。山里的野兽攻击无助的山洞，我只能半夜从山上逃下来，连火把都不敢点，就怕把那些野兽引过去。
后来还是我爹见我可怜，把我带回他家，又给我盖了新房子，我这才慢慢安顿下来。姑娘别怕，有老奴在。魏老爷，你一个大人怎么回事？居然把我家姑娘给弄哭了！你今天过来安的什么心？刘婶，你误会了，我真没有欺负你家姑娘。胡说！你没欺负我家姑娘，她能哭成这样，可心疼死人了。哎呀，闺女，别看戏了，你快替爹说清楚呀。姑娘，那魏老爷是您的爹，这事儿大爷和二爷知道吗？要不要我去叫二爷回来好好说道说道？看姑娘的脸哭得跟只花猫一样。他们知道的，刘婶放心。那老奴真是失礼了，还望魏老爷见谅，老奴也是护主心切。有刘婶这样的中仆在小草身边，我也是放心的。你快起吧。姑娘，外面有两人说是来给您送东西的。什么东西？闺女，是爹让他们去买的，只是这镇子太小，都有些普通物件，你就将就着用。等爹回了府城，重新给你买了送来啊。好孩子，以后有爹在，不会让人再欺负你了。之前那些欺负你的人，爹会一一报复回去。兰草并没有拒绝，也没有吭声，而是听着魏康继续往下说。既然蓝安庆两口子不在了，那我们就找他的儿子报仇。父债子偿可是错不了的，咱们就把那蓝渊找回来，好好的折磨折磨。蓝渊已经死了，他之前在大街上拦住齐大夫求助，想让齐大夫带他离开主家，结果被主家给打死了。兰草心里有些失望。蓝安庆的儿子可不止蓝渊一个，就算最小的那个在去府城的路上病死了，不是还有另一个的吗？只怕魏康潜意识里认为那个摘了我身份的男娃是他自己的孩子吧，要不然为什么不提他呢？死了？还真是便宜他了。那个蓝安庆果然是遭报应了，两个儿子都死绝了。哼，小草放心，以后有爹在呢，不会再让你被人欺负的。东河村那些人以后不想来往就不来往了，反正从我小时候被卖掉的那一刻就已经不是蓝家人了，你跟他们自然也没有关系。至于蓝安平两口子，你就当普通街邻看待就行了，不想来往也不勉强。以前同住一个院子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你受的苦，以后也没必要亲近。还有姚家，你不愿意回去，那咱就不回。以后每次出来查账的时候都过来看看你，等以后你再去府城了，我让你娘去看你。我在县城再给你置办几个铺子，反正你现在也在学习打理产业，干脆就一起好了。我明天就让大方去办这件事儿。我知道这些年你吃了很多苦，爹也心疼，只是蓝家那些伤害你的人都死了，爹也没法让你更解气一些，只能尽力弥补你。琴棋说话什么的，想学就学，爹给你请先生；不想学，就还按照把钱的进度学别的。咱们这通信的一路，爹知道你是个有成算的，也就不指手画脚了。姚家那个孩子，我终究是养了几年，还是有一些感情在的。爹不敢向你保证，一定要将他折磨成什么样子，让你解气什么的。以后解决完了姚家的事情，自会送他离开。我只管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好好长大就行了。至于你那个儿子，我也不在意，只是希望他以后不会来找我的事，要不然我不介意让他体验一把我在蓝家的日子。听了兰草的话，魏康很明显的松了一口气。接下来他便打听起了兰草想要什么铺子，自己到时候让大方去县城置办。都行，我不挑的，正打算过2年开一个酒坊，如果可以的话就弄个酒坊吧。成，那就让大方去置办个酒坊。不过闺女啊，弟弟我什么时候能喝到你酿的酒啊？不行，你现在还在喝药，就别想着喝酒了，要不然齐大叔知道了非得跟我急。行行行，现在不喝，养好病了再喝。小叔，你们回来啦？怎么没见绯月还有大河？估计他们都去洗漱了，
实在是山上的情形太过惨烈，身上沾了不少血腥气，不许不行。啊，那小叔给我说说山上的事情，我昨天晚上都没机会上去看看。你别说是你了，我就算是上了山，也是被匪月护着，咱们所有人都没有靠近，只是天亮之后去收拾了一下。伟康今天过来了，你们聊的怎么样？当个亲戚走动吧，反正我没打算跟他去姚家，他也同意了，只说每年出来查账的时候就来看我。挺好的，姚家不是什么好地方，你没必要去趟那个浑水。现在这样挺好的，就当是多了一个人疼你了。哦，对了，小叔，魏老爷说给我置办了铺子，我想要个酒坊，以后酿酒卖。是吗？那这个魏康还算大方，他给你就收着，也算是弥补你这么多年在兰家受的苦了。怎么说都是他们的疏忽，应该的。两人正说着话，刘书记匆匆地走了进来，说是兰安平过来了。他来做什么？不知道，不过看起来挺急的。那就请进来吧，听他怎么说。你爹呢？我爹在西北打仗呀，你找他有事？这孩子，我问的是魏康。哦，他刚刚离开，你找他有事？老爷子的坟被人扒了，我想问问是不是他干的。不可能吧，居然有人扒了老爷子的坟，那以前得干了多少缺德事儿啊，居然这么招人恨。魏老爷昨天晚上在齐大夫那里，今天一早就来这里了，才刚离开。老爷子哪有那么缺德呀？那是对你还有你们二房没有，但是对我家小草来说，难道他不缺德吗？兰二叔，你过来是？哦，我之前去客栈了，他没在，就想过来问问。我知道他这2天啊，肯定是经常跟你在一起。你二伯娘做了一身衣裳，我也给你带来了。哦，伯娘真是费心了，在家里带着孩子还想着我。这次我去府城，给小弟也带了几件小玩意儿，一会儿帮我带给伯娘。哎，小桃有心了，你这次出门这么长时间，我们也是担心的紧。有时间了去家里玩，小浩那小子天天的念叨着你呢。好，那我就先回了，再去客栈找你爹。兰二爷还请收下，这是我家姑娘的一些心意，都是一些小玩意儿，带回去给孩子把玩。那就多谢小草了。小叔，你说大兰老头的坟是谁扒的？那还能有谁？无非就是仇恨那老头子的人，反正不是你我就行了。这事儿你可别往上凑，跟你没关系。我一定不往上凑。小草，要不我们去县城过年吧？可是我们到了县城住在哪里？几个铺子的后院都有人住了。咱们从府城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毕竟过完年我要去县城读书，你一个人留在镇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打算让你和我一起去县城住。城西那个宅子是留给上队的人用的，咱们长期住肯定不合适。前天见到李管事的时候，已经让他在县城置办个宅子了，那样大家都方便。兰草无所谓，住哪里都行，反正县城离镇上也不远。好了，脸上不疼了，这儿过来想再比划比划。说，是不是你扒了咱爹的坟啊？什么？你爹的坟怎么了？我说是不是你扒了咱爹的坟？兰老二，你说什么屁话呢？这事儿能是我干的吗？就算我现在早已经不是兰家人，怎么着身上还流着兰家的血吧？怎么可能去扒那老头子的坟？不是你还能有谁啊？那天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你心里有多恨老大的，恨咱爹的。老大能和老爷子比吗？我再怎么恨他们，也不会动老子的坟的。那可是要被天打雷劈的，那个猪脑子！我还说是你扒的呢，妈的，气死老子了！怎么可能是我干的？你可别胡说啊！不是你，那就是我了。你是不是见我这么多年没回来好欺负，会给我安个罪名啊？再敢这样污蔑我，小心把你打成猪头！那你说会是什么人扒了老爷子的坟？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几个后辈。那可难说了，老爷子可不是什么好人，先卖了儿子，后卖了孙子，还做着把一个孙女扔进山里送死，在村子里跟别人家的婆子乱搞。这还是我一个不常回来的人知道的。你说老爷子干的缺德事儿，是不是还有更多呀？
对不住啊，老三，你先歇着啊，我回去把老爷子还有老大的坟整整。记得明天去家里坐坐哈。好，你先回，随后我也去老爷子坟上看一眼。既然知道了，不去也不合适。魏康觉得这件事正好利用下，于是他让大方把想害他的姚家五房的人引到了蓝老头的坟这里。不是说老爷子的坟被人扒开了吗？怎么里面也是空的？人呢？不知道呀，我今天一早过来，打算把老大的坟给整一下，重新填起来。谁曾想，竟然见到老爹的坟也被人动过了，一时气愤就跑去镇上找你了。老二，你会不会功夫？你问这个干啥？我倒是跟着几个大舅哥学过几招，不过还有些拿不出手。那你一会儿躲远些。小三，你这是干啥？发生了什么呀？你带着铁锹先躲一边去，有麻烦跟着来了。哟，我们居然被那个软蛋发现了，没想到啊，居然已经等着了。发现了又怎么样？难不成还想逃回去？别做梦了。好了，别说了，把人解决了，我们还要带大哥去县城呢。哼，就凭你们也想把我怎么样？要我还真是异想天开。兄弟们，这软蛋手里的剑是我的了，都不许跟我抢！混账东西，敢这样骂我兄弟，看我不打你们！老爷，饶命啊！我们错了，饶命啊！老哥，你在前面等我，小弟马上就赶上你了。大方，抓紧时间动手。不管那些人怎么求饶，全部都在大方挥出刀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把人扔坟里。大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点头，然后利索地将已经没有气息的这些人扔进了蓝安庆和老蓝头的空坟里。直到两人把两个坟头重新堆好，这才稍微缓了一口气。行了，别看了，这边没什么问题，他们处理得很干净。那些是什么人？怎么就跟魏老爷起了冲突呢？府城姚家人无非就是为了那些家产而已。走吧，我们继续上山。裴月勾了勾唇角，他没想到自己为了让给自家姑娘出气，让人将老蓝头的坟给破坏掉，竟然就这么被魏康给利用了一把。算了，这样挺好。没有人会想到那老蓝头的尸骨已经被弃在深山里，而他的坟里却埋着几个陌生人。反正不会影响到我家姑娘什么，我也懒得去管了。小草，爹你来啦！小辉有没有捣乱？把他给我吧。你刚刚喊我什么？爹呀！嘿，好孩子，好孩子。魏老爷的事情解决了。哦，冯二爷说的那件事啊，他们不是昨天就离开镇子了吗？魏康这会儿装起糊涂来，他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可不要给小丫头惹什么麻烦才好。那怎么可能？小草可是我亲闺女，我怎么会给她惹什么麻烦？最好是这样。齐大夫过来的时候，魏康已经回客栈了。我跟你们说，我师兄从府城来信了，他讲了咱们离开府城之后的新鲜事儿。齐大叔，你快说说，咱们走了之后，府城又出了什么新鲜事儿？我师兄说啊，咱们离开之后，这姚家闹出了好大的动静。好家伙，当天光是大夫就请去了好些个，还有官差都惊动了，直接将姚家给围了起来。是吗？他们家出什么事了？居然要请好多大夫，官差过去凑什么热闹？也不知道那姚老太爷得了什么怪病，全身是又痛又痒，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下人都不能够幸免。那些个大夫啊，起初怕又是瘟疫，也就直接去报了官府了。我跟你们说啊，姚家的事情还没有完。姚家女儿直接命人封了老太爷所在的后院，连同老太爷用的那些奴仆一起都全部控制住了，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我看这事儿还是得告诉魏老爷，姚家的状况可不容乐观。也不知道他不在家，一个妇道人家能不能镇上旁支的那些牛鬼蛇神。兰草这会儿也是恍然大悟，姚家的那些旁支可一点都不老实，都已经派人出来截杀魏康了。他们在府城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出来的？对，这事儿得告诉我爹一声。行了，我医馆那边啊还有事儿要忙，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两个了。成。你们过来有什么事？
齐大夫刚刚去了我那里找你，说是府城来了信，讲的正是你们家的事儿，托我过来告诉你一声。我家什么事？我怎么没接到消息？那老太爷在家里掌控全局，能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老太爷身染怪病，家里许多下人都被染上了，你夫人趁机将那些下人都关了起来，并且控制了整个姚家。老太爷染病的事我知道，不过我夫人的事情啊，倒是没听说，可能家里的消息传过来要慢一些吧。要不你还是赶快回去看看吧，姚家五房的人都追到这里来杀你了，你家里的人他们能轻易放过？我确实得赶回去了。是呀，爹，我也是这个意思。我这个亲爹在姚家受了那么多委屈，总要得到些什么吧。只是我才刚刚和你相认，总是有些舍不得。这有什么？有我在，还能让小草受了委屈不成？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武力，放眼整个清溪镇，能欺负得了他的，怕是还没有人吧？那好，等爹处理完府城的事情，再和你娘一起回来看你。好，爹，你这一路可要保重身体。这小盒子里有几种常用的药，你带着以防万一。最让他惊讶的是，这里面居然有姚家老太爷的私章，还有姚家掌权人的信物。也不知道大哥在西北怎么样了。是啊，也不知道大叔是怎样过年的，有没有收到我们准备的东西。那么冷的天气，喝一口酒应该很舒服。估计没有收到，上队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大叔好可怜。也不知道齐大夫是怎么过年的。听平安哥说，齐大叔去小王村过年了，医馆里人来人往，他也没法休息。让兰草意外的是，他居然收到了丰盛给他包的压岁钱，里面足足有5两银子。谢谢小叔，小叔过年好。谁让家里只有我们2个小主子，我这小叔的年纪也不大，正是领压岁钱的时候。如果大叔在的话，一定会给他也准备一份的。兰草便装模作样的给他包了一个红包。谢谢小草，我很开心能和你一起过年，这也是我过的最温馨的一个年了。我也很开心能和小叔一起过年。时间过得真快啊，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看花灯的街头遇见的。当时你被大哥背着，开心的不行，像极了年画里的福娃娃，就是当时瘦了点。是啊，当时我一眼就在人群里看到小叔，这还是我第2次见到你呢，跟大叔长得很像。要我说啊，这就是咱们一家人的缘分，要不然这茫茫人海中，我咋就一眼看到了被大哥背着的你呢？爷爷，这些都是刘婶做的好吃的，您慢慢吃，喜欢哪样，下次我多拿一些。好久没见到爷爷了，也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爷爷，你是不是认识国师府的人？飞月说我和他的主少师出同门，想来您应该是认识的吧。上次我还见到那个人把你之前歇息的小棚子收走了，只可惜他走得太快，没能追上他。不过他和爷爷一样，留了许多书给我，还安排了绯月和费嬷嬷照顾我。爷爷，今年过年，大叔和白姨还有哥哥都不在，心里还是有些难过。过完年，丰盛和小草搬到了县城居住。丰盛去了离家不远的钱先生的书堂读书。平安哥，你怎么过来了？是不是到县城买药材？东家在县城开了个医馆，小的过来给姑娘说一声。这可太好了，医馆开在哪里？镇上的医馆要怎么办？赵大夫啊，留在镇上医馆坐诊呢，他在那边能应付得过来。那可太好了，医馆在哪条街？一会儿过去瞧瞧。就在冯二爷的太和楼不远处，拐个弯就到了。保和堂。齐大夫这会儿在医馆吗？那边布置的怎么样啦？我过去搭把手。还没布置好呢，小的就是过来说一声。齐大叔，我来啦。哎呦，小丫头来了，快进来。小心些啊，这里面正乱着呢。齐大叔，原本我还想着明天回镇上看你呢，
没想到平安哥过去告诉我你在县城新开了医馆，我就跟着平安哥一起过来了。小草有心了，镇上的医馆有赵大夫坐堂，我也能够放心一些，便想着在县城再开一个医馆，离你们呢也能够近一些。小草想大叔了，随时可以过来看看啊。兰草倒是挨个研究起大筛子里的药材起来。怎么，终于想学医了？也没有，就是发现这些药材跟新鲜的时候不一样。我只认识一些新鲜的药材，这些泡制过的药材还真是不好分辨。这有什么？你要想学认药材，随时都可以来找大叔。就算我不得闲，这医馆里不还是有平安的吗？到时候还有其他人都是可以教你的。可是我要学的东西有很多，只怕不能天天过来。其实你也不用天天过来，只要2、3天来一次就好，全当是出来透透气，也不用学多高深的医术，至少有些药材要认得，一些外伤会处理什么的。要知道你们一家子呀，都是舞刀弄枪的，这些呢也是必备的。那我先2天过来一次，毕竟家里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哎，好，到时候可以先跟着平安认识药材、炮制药材什么的，慢慢来啊，不着急。当天晚上，丰盛从学堂回来之后，也知道了兰草要去医馆的事情了。你怎么想起来去医馆里了？你已经给自己安排了许多事情做了，会不会太累了？我学会了医术，以后和你到了西北或许能用上。毕竟那里缺医少药，大叔他在那里又那么危险，学了总没错的。只是你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这么满，都没有时间去玩耍了。你现在年纪还小，还是要多玩耍才行。放心吧，小叔，我2天才过去一次，其他事情完全可以对付得过来。那行，累了就歇歇，可不能把自己累倒了。嬷嬷，今天是什么日子？还把我院子特意装扮一番，小叔那里也重新布置了吗？哎呦，我的姑娘哎，您看您这段时间忙的，连自己的生辰都给忘记了。明天可是您7岁的生辰，老奴可是一早就开始准备了。啊，我的生辰？香梨，我的生辰是明天吗？是啊，姑娘，明天是3月初4，正是您的生辰。哦，可是小叔去年都没有好好过生辰，怎么到我这里就这么铺张？我那时候不是特殊情况吗？不过那样一个有意义的生辰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很喜欢。小叔，你回来啦。呵呵，小丫头想那么多干什么？你可是家里的福星，又是在家里的第一个正式的生辰，自然要隆重一些。辛苦费嬷嬷了。二爷客气了，这都是老奴该做的。小草，明天休息一天，什么都别干了，好好玩一天。好。明天啊，我向先生请了假，陪着你一起玩。好呀，小叔自从去学堂之后，还真没怎么玩过，明天一定要尽兴。要是大叔在就更好了。给二爷、姑娘请安。你们在西北怎么样啊？这次回来可是有什么事？大哥有什么交代？啊，大爷在西北很好，他的武艺高强，用兵也很有一套，不足1个月就在军营站稳了脚，也将手底下的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我就知道大叔很厉害呢，一定很快就能降服那些人。大哥让你这个时候回来，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大爷特意安排小的回来给姑娘送生辰礼，还有几封信要带给主子们。李二叔真是辛苦了。香梨，快去拿一坛子我酿的好酒，让李二叔他们尝尝。多谢姑娘赏，小的们今天是有口福了。大爷给姑娘带了几套西北那边的精美衣服，说让姑娘没事穿着玩。二爷也有2套，另外还给姑娘带回一匹小马驹，是西北那边难得一见的宝马呀。真的？那我去看看。啊，大爷给姑娘带回的衣服和其他物件，小的已经带来，还请姑娘过目。
至于小马驹，毕竟赶了这么长的时间路，还需要收拾一下，才好在姑娘面前亮相啊。先看新衣服。我已经让大厨房那边准备好了，你们快去用饭吧，晚上好好休息休息。多谢二爷，大爷也给您带了东西，小的一会儿就送到您的院子里去。飞月姑娘进来可好啊？一切都好，你们这一路辛苦了。西北那边怎么样？可还顺利？飞月姑娘放心，大爷在西北一切都好，这是姑娘的。有劳你们了，快去用饭吧。姑娘这么早就起了，今天可是您的生辰，不多睡一会儿？正因为今日生辰，可不能多啦。大哥的眼光真不错，咱们小寿星今天这事儿确实喜庆。真的吗，小叔？那当然，你可是咱家最可爱的那个。喏，瞧瞧，小叔给你准备的礼物。哇，这么可爱的娃娃！你喜欢就好，这是我之前特意在县城的珍宝阁给你找的，虽然不是多珍贵的材质，但是还算精致。我一会儿就把它们放到书房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走吧，小馋猫，我们先去用早饭。哇，刘婶今天的早饭做的都是我喜欢的呀。哎呀，先吃哪个呢？喜欢就多吃些，这个是刘婶专门给你做的，我今天啊算是沾了你的光了。过生辰可真好。今天你生辰，咱们中午在家里用饭庆贺一番，然后带你出去玩，下午带你去戏园子听戏，今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好，都听小叔的。很快便把早饭吃完了。等着兰草从房间里走出院子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姑娘生辰喜了！大家都起来吧，今天每人多发1月月钱。都起来吧，今天每人多加2个肉菜，1套春装，都是大姑娘给大伙准备的，一会儿去刘管家那里领。谢大姑娘，谢二爷。祝大小姐喜乐安康。快起来，你有心了。这是老爷和夫人一早就吩咐老奴在小姐生辰时送上来的，希望小姐能够喜欢呢。好，哇，居然是这么漂亮的小马。这小马的性格真不错，是个温顺的。别怕呀，以后你就是我的新伙伴了，以后我和你一起去外面闯闯。哎呀，你们看这多亲近啊，大爷的眼光就是好，知道姑娘喜欢什么样的。哎，还是咱姑娘这儿稀罕，你们看她身边这么多有灵性的动物啊。小师妹，生辰喜了，这是师傅让我送给你的生辰礼物，原本他老人家是要亲自过来的，只是医馆那边突然有事，他一会儿处理完了就过来。齐大叔怎么会知道今天是我的生辰？这我就不知道了，原本师傅已经换好衣服准备过来了，却不来人了，只能稍后再来。既然齐大夫还要一会儿再来，那我们就先陪你这个大师兄，往后在医馆里还请多多关照小丫头。哈哈，这话还用你提醒？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还能亏待了小丫头？更何况以往她可没少帮我们，回报她都来不及呢。平安哥，一会儿多喝几杯，刘婶今天可是做了许多好吃的饭菜。平安笑吟吟的点了点头。太好了，一会儿请平安哥喝我新酿的果酒。要尝一尝的，不过确实不能多喝，我可是听说你们酿出来的果酒后劲可是很大的呢。我新酿的一批没那么大的后劲儿。兰草有些尴尬，经过那次醉酒之后，他就更改了配方，后劲儿没那么大了。齐大叔你来啦！小丫头已经7岁了，要好好长大哦。这可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礼物，回头有时间了再拆开，保证你会喜欢。之前听平安哥说医馆临时有事，可是有什么棘手的病人上门了，今天会不会耽误了医馆的事情啊？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师傅，你没事吧？可是医馆出了什么事儿？没事没事，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哦，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吗？午后小叔要带我去看戏，齐大叔一起。我还是不了，那里太吵，那午后我就先回医馆。
哎，平安呐，你要不要去听戏啊？也松快松快。真的吗，师傅？我也可以去听戏吗？去吧，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也去放松放松，晚间再回医馆吧。谢谢师傅。姐，小叔，二伯，小浩，你们怎么来啦？来给你过生辰啊！姐，我跟你说，我和爹可是给你带了礼物，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啊，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生辰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爹说你出生的日期，他也是知道的，只是惭愧这些年什么都没做，现在想要尽一份心。姐，我可是第一次来县城，你先带我在你院子里看看。小浩，你怎么啦？在想什么呢？姐，今天是你的生辰，我悄悄地给你准备了礼物，只是现在看起来太过寒酸，有些犹豫要不要拿出来。你给我准备了礼物？是真的，我自己准备的。那你还不拿出来？这荷包和里面的东西是我用自己挣的钱在镇上买的。姐，你别嫌弃寒酸，这也是为我以前做的混蛋事儿向你赔罪。先生说我以前做的错事，终究是要自己来面对和承担的。这里面还有东西。兰草说着，便将荷包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只见一对红色像珍珠的珠花出现在手里，他大吃一惊。你干什么挣的钱？我去年秋天跟着二舅家的表哥在山里采蘑菇，后来全都晒干，卖到镇上的杂货铺了。姐，我真的知道错了，害你挨打，还自己玩火，还烧了你的头发，差点害了你的命，我错了。行啦，兰家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我早就原谅你啦，咱不说这个啦。周哥，我来看你啦。好丫头啊，能再见到你，叔公就安心了。好。老伯，我陪小草过去看看，我是他小叔丰盛。哎呀，是贵客呀，快请进，快请进。小波他娘，快去准备饭菜。不用那么麻烦了，叔公。听我那大侄子说，你们家大人没在县城，家里只有你和小草两个，没有长辈在身边，生活上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没什么不方便的，大哥给我们安排了许多下人，一些琐碎事情都由他们在干，我和小草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哎呦，对，看我这老头子，之前呢就见过大和小兄弟，居然把这事儿给忘记了。哎，那就好。我知道老人家也是担心小草在封家过得不好，不过您放心，他作为我们封家孙辈第一人，我们家向来是宠着他的，不会让他受一丝委屈。若是遇到那不长眼的想要欺负他，势必让那人付出血淋淋的代价。遇到你们封家人，也是那孩子的福气，想必有你们护着，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欺负得了他呀。兰草和丰盛离开兰家之后，兰桂山当天晚上就召集了家里所有人，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不要打兰草的歪主意。爹，你说什么呢？我们怎么会打小草的主意？没有最好，封家可不是好惹的人家，那孩子现在已经上了封家的族谱，跟咱们兰家没有什么关系了，咱们就只当是寻常亲戚，过年过节走份礼就行了，别想着通过他靠上封家，更别想掌控他。爹，你也太小看儿子了吧，我们是那样的人吗？就是爹，我在县城熬了这么多年，都已经当旧掌柜的了，哪里需要去做那么下作的事情啊？爹，儿媳和弟妹都是老实本分的，凡事都听自家男人的，不会有那种肮脏的心思污了您的名声。是啊，我和大嫂的想法一样，咱家的日子又不是过不去，家里几个小子都要读书呢，也是要名声的。别以为我只是在说笑，小草现在不光有封家人护着，他的亲爹娘都不是善茬。知道安庆家的王氏是个什么结局吗？王氏？
那个女人不是早就失踪了吗？她怎么样了？她被小草的亲娘给活埋了，就因为她贪心不足，起了坏心思。我那个乖乖，咱们以后啊，还是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好。齐大夫都要娶二房了，也不知道大叔什么时候成亲。早知道该让大叔成了亲再去西北的。真是让人操不完的心。姑娘，大爷的事情他自己放在心上呢，您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家姑娘真是个小大人，净爱操长辈的心，没见翡月姐姐脸都红成啥样子了。这不是心里着急吗？你看我白薇姐姐都有孩子了，大叔到现在都还没有成亲。说起来，大叔都27了，也不知道老爷子在京城急成什么样子了。好了，咱们今天回去就给大哥写信，让他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免得下次他回来时被齐大夫的外孙叫爷爷。好你个人面兽心齐天明，果然背着我娶了二房，是当我死了吗？赵氏，你来这里做什么？不是让你好好待在庄子上的吗？齐天明，新人进门，难道不需要像我这个大夫人敬茶吗？敬茶就没必要了，又不是妾。你站住！你个狐妹子，你跟本夫人站住！你就消停些吧，我让人送你回庄子上去。不，我不回去。庄子上冷冷清清，只有几只鸡鸭陪伴，我都见不到你一面。我错了，夫君，我真的知道错了，再也不插手白银的婚事了。你真的知错了，可惜现在已经晚了。我齐天明已经迎娶了乔氏为二房夫人，你还是回镇子上休养去吧。不，齐天明，你不能这样对我。不管怎么说，我都给你生了一儿一女，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胆子还真大呀！师傅的热闹你也敢看？快跟我到前面抓药去。当天晚上，丰盛从学堂回来的时候，便发现兰草看自己的目光有些怪怪的。你怎么拿这么奇怪的眼神看我啊？我哪里做错了？小叔，你以后会不会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你家姑娘受什么刺激了？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来啊？就是姑娘今天见到齐大夫家里吵架，然后一整天心不在焉，时常胡思乱想。我从来没有见过师傅这个样子，冷漠、绝情，极其不耐烦，一时被吓到了。别怕，若是不想当那个被抛弃、被送到庄子上的赵氏，就努力强大自己。小叔也尽力护着你，到时候咱们都强大了，我看谁敢那样对你。我要努力变强，不让别人欺负我。东河村那边怎么样啦？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这是兰草今年特别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在东河村建个小学堂。他想让自己以前的小伙伴都能识字。姑娘，您的要求不高，先生已经找到合适的了，是县城里一个家境贫寒的童生，不过他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只要不过分的都是可以答应的。他希望给病重的母亲看好病，然后带母亲一起去乡下。他家的房子之前就因为给老太太看病卖掉了。这事儿不难，先将老太太安置到医馆的后院去，我师傅给她瞧病也能方便一些。那人叫什么？家住哪里？他周围的街邻对他的评价怎么样？小的之前已经打听过了，都说那韩明朗是个极为孝顺的人，他母亲张氏为人也和善正直，虽然多年来一直是母子两人过活，虽然贫穷却也堂堂正正。那他们一家靠什么过活？韩明朗一直在二爷的铺子里抄书过活，现在他们母子在槐花巷租了个小院，日子也过得极为艰辛。既然这样，你今天就把人安排到医馆住下，药费什么的算我的。韩明朗在铺子里抄完书，也可以去医馆陪着张氏。是，姑娘。还有关于学堂的位置，这事交给我好了，你去安排韩明朗的事情。是，姑娘。我准备一会儿去叔公家里一趟，你去备一些礼，再看看刘婶那里有没有做什么好吃的，装个食盒。是，姑娘。小草今天过来，
可是有事啊。我想在东河村办个学堂，想让以前一起玩的小伙伴都能够识字，以后也能多一条路。毕竟他们当初真的很照顾我。你说要在村子里办个学堂？是呀，叔公没听错。好，这是好事啊。可是封家人能同意你的做法吗？要知道这办学堂可是要花许多银钱的，你可别让人家因此厌弃了你啊。不会的，小叔同意我的做法，还答应会提供一批笔墨和启蒙书本。真的，这封家人果然是厚道人家，这也是你的福气啊。是的，大叔和小叔人都很好呢。小草，你需要叔公做什么？叔公定当给你办妥当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主要是这学堂的位置现在还没有定下来。我一个小娃，跟村长又不太熟，所以想请叔公给出个主意。你们家以前的院子不是挺好的吗？那是大房和二房的院子，我和爹爹早就已经不是兰家人，那里并不合适。再说了，二伯虽然现在住在李家庄，但是东河村总是他的根，那院子我不能用。这样吧，我回东河村一趟，请村长在村子里匀一个院子出来，这是好事，不能什么事都让你一个小丫头来做。正好，为了这事儿，我也是要回东河村一趟的，只是要等到小叔休息的时间，我们一起回去才行。这样也行，只是你那小叔什么时候休息啊？如果时间太晚的话，我准备先回东河村跟村长商量一下。后天，小叔后天休息，要不我们后天一起回去？好，后天也行。丫头啊，这几天辛苦你了，这本医书拿回去好好研读，以后我可是要检查的哦。我去后院看看，前些天从山上带回来的药材，那些我能炮制的都给处理了。行，你去吧，一会儿你师母给你送好吃的啊。知道了。小师姐来了，今天你要干什么？那先看一下那些药材，如果有可以炮制的就处理一下。两人说笑了几句，这才向他打听关于张氏的情况。小师姐说的可是那位张婆婆，她儿子还是个童生呢。对，就是他。他的情况怎么样？他的情况有些严重，听平安哥说，最少要好好调养3个月才行。不过后期就不用住在这里，只需要过段时间来把一次脉，拿些药回去就行。哦，那行。兰草在心里计算过了，张氏至少要在医馆里住1个多月，1个月后东河村的学堂也就准备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张氏的身体就算没有彻底恢复，也好了6、7成。这样韩明朗就算是去东河村教书，也能安心不少。叔公，您这是？小草都想为你的小伙伴做些什么，叔公啊，也希望娃娃们都识字有书读，也算是尽了一份力呀。老人家真是让人佩服呀！您快上这边的马车会舒服一些。对呀，叔公，您看您的眼睛都熬红了，想必这2天都没有睡好吧？快上马车补个觉。好，是该好好歇一歇了，就是时间有些紧，这桌子只怕还是不够啊。快到东河村时，兰草和丰盛站在原地，等着后面的马车赶上来。怎么不直接进去了？还是等等吧，和叔公一起。这小草，是小草，小草回来了！土豆，你疯了吗？小草不是已经了吗？是他还活着，我之前在镇上见过他。什么？土豆，你等等我们呀！朝天便快跟上！你真的是小草？是啊，我是小草啊。怎么，你们不认识我了？小草，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小花，我好想
太好了，太好了，小草回来了。以后我们还一起捡柴挖野菜。嘿，小草，以后你住我家里，我爹娘都愿意的。以后我们还一起在山脚下掏鸟窝，鸟蛋全都你们吃。嘿嘿，草，你的衣服真好看，比我在镇上的铺子里看到的好多了。哎呀，咱们手上的泥都蹭到小草的衣服上了。啊，快快，咱们去河边把衣服上的泥印子给洗洗。怎么办，小草？都是我们害了你，你回去了会不会挨打呀？没事，小花，你别哭，我不会挨打的。家里人对我特别好，你们放心吧。你们刚刚在玩什么啊？我们在捞鱼呢。走，我们带你捞鱼去。以前咱们年纪小，家人都不让靠近河边，现在可算是长大了，再没人管了。只是当他意气风发地将自己刚刚捞鱼的地方指给小伙伴看时，却发现那里已经多了一个人，这会儿正弯着腰看向他放鱼的木盆。喂，不许动我的鱼！快，别让人把我们的鱼给抢走了。哎呀，不会的，那是我小叔跟我一起回来的。朝天变土豆，你们慢些，是自己人。他是你小叔？看样子不比我们大几岁啊。是啊，那是我小叔，陪着我一起回来的。他刚刚看到我们聊得很开心，就没有打扰我们。小叔，他们就是我的小伙伴。小叔好。你们好啊。哇，你们都捞这么多鱼啦！我们几个现在都学会了捞鱼，已经很厉害了呢。小草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捞鱼？咱们一会儿找个地方捞几条吃。是啊是啊，小草，我们一起捞鱼玩啊！可好玩了，土豆也很会烤鱼呢，很香的。玩去吧，等他们赶上来了，你在马车里换身衣裳就行了。太好了，谢谢小叔。一会儿把最大的鱼送给小叔。小叔还怪好嘞。快去看看二爷在河边做什么。二爷，姑娘没跟你一起。来生你们都来啦，快看我捞的鱼。姑娘，快，奴婢拉你上来，这衣服都湿了，还沾了这么多泥，得重新换一套。你们不能欺负小草。对，小草的衣服脏了，我们帮她洗，你们不能打她。你们几个别紧张，现在没有人会欺负小草的。这个是乡里，只是怕他衣服湿了会着凉，要带小草去换一身衣裳。真的吗？比小草高那么多，真的不是打吗？可是他刚刚好凶。你们放心吧，他不会打我，刚刚真的只是有些担心我。哦，去车上拿些点心吃时，给他们分一下。是，二爷。你们快去把手洗干净，我和小草给你们带了点心。哇，有点心吃哎！谢谢小叔，谢谢小草。咦，小草呢？他怎么不吃？你们吃吧，他去收拾一下，很快就来。哦。村长，狼二叔公和小草回来了，听说是想在村里办学堂。哎呀，这孩子跟以前在村子里时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分明是附会人家孩子的打扮呢。哎呀，好丫头，好丫头，你受苦了，难为你还想着咱们村里人。好好好。村长爷爷和小伙伴们以前对我都很好，小草自然记得呢。村长爷爷，这是我小叔，之前我在山里就是遇到了大叔，然后才安然活到现在的。哎呀，小公子一家都是好人呢，救了这苦命的孩子，真是大善人呢。小草很好，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想给村子里做些什么，我们家当然支持。小草丫头啊，一直都是个好的，勤快能干，懂事善良，整个东河村的人都知道，小公子一家也都是大善人呢。寒暄过后，所有人才算在这堂屋里坐定下来。
开始正式商议关于建学堂的事情。依我看，不如就放在大哥家的旧院子里，把院子翻修一下。不行，我见到那个院子心里就不舒服。是我想差了，那不如就放在兰家祠堂好了。那可不行，这是东河村的学堂，又不是兰家学堂。哎呀，我看还是在村子中间找个地方建学堂吧，这样全村的孩子都能方便。我觉得村长的提议挺好。那小草丫头跟封家二爷怎么说呀？我和小草的意思一样，就是听村长的，在村子中间找个地方建就行，没有必要建在哪家的祠堂里。对，封二爷说的没错，学堂建在村子中间，所有孩子都方便。我们回去就把盖房子的材料送过来，村长这边也让人准备起来吧。哎呀，封二爷放心好了，这山里到处都有石头，家家户户都留有木头，您那边不用提供太多的材料。对，我们家里都有现成的木头，用来做门窗桌椅应该差不多。那成，先送来一些材料，等到以后材料不够了，再让人送一些过来。还有桌椅什么的，小草已经让人在做了，加上老爷子这次拉回来的，应该就差不多了。哎呀，那可真是太谢谢封二爷和小草丫头了。哎呀，这让我们说什么好呢？您二位都给准备齐全了，这还真是惭愧呀。这没什么，都是小草心善，感念大伙以前对他的照顾，总想回报一二。各位如果过意不去，等先生以后住到村子里之后，就多照顾几分。封二爷已经找到先生了。先生确实已经找到了，他这段时间在照顾生病的母亲，差不多等学堂建好了，先生也就可以过来了。你不喜欢那个兰家族长，他以前欺负过你吗？他没有欺负我，只是我不喜欢他。既然不喜欢，那就少接触，学堂的事交给石头和大河两个就行。我看那人也太喜欢钻营了一些，没有你二叔实在。知道了，小叔，后面的事就交给他们两个。我可不想经常在村子里露面，只可惜不能经常跟小伙伴们玩耍。你以后想回来，只管大大方方的回来，凡事都有我在呢。村子里那些人不敢找你提什么过分要求的，单单是绯月几个手里的刀剑就能将人唬住。那好，以后我想小坏他们几个了，就回来找他们玩。好了，咱们还是先回山上的小院看看，刘婶明天才能上来，晚饭要我们自己张罗呢。行，今天我和香梨给大家做饭，你和来顺打下手。反正这次上山也没几个人，做一顿饭完全没有问题。成，我和来顺给你打下手，烧火洗菜什么的都是我以前干顺手了的，也是好久没动手了，今天就再配合一次。当天晚上，山上几人吃着香喷喷的烤肉，喝着他兰草特意酿的果酒，再加上小辉特意从山里找的早熟的果子，别提多惬意了。咱们就该过一段时间回山里住几天，这种神仙般的日子可比以前舒服多了。绯月姐，你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能跟我们说说吗？我啊，很少跟人打交道，多数都是独来独往，以查案搜集证据为主，听得见的都不是什么好事，从来没有像这几个月这么自在过。绯月姐，能跟我们说说你以前查的案子吗？我也想长长见识。这有什么？那就讲给你听呗。好耶！绯月姐，快说说。当天晚上，山上一行人听绯月讲到很晚才散场，就这，他们还有些意犹未尽，打算以后有机会再让绯月讲给他们听。第二天一早，东河村的村长就在村子里敲起了锣鼓，召集干活的人到村子中间去集合。村长、组长，我回来了。二叔，我来干活了。回来就好，快来和他们一起干活。安平呢，中午就别回去了，去二叔那里对付吃一口。行，二叔，我带了干粮来的，中午去你家搭伙。哈哈哈，带啥干粮啊？你这个时候能回来啊，叔就高兴。嘿嘿，二叔，我先去干活了啊。老爷子，您想跟我们一起回去吗？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啊，这就要走了？不多待几天了？
不了，老爷子知道的。我那2个先生每天都布置不少功课，小草那里也不轻松，松快这么几天就可以了。啊，那行，你们先回去，老头子我再待一段时间，等学堂建成了我再回去。既然是这样，老爷子可要保重身体啊。最近石头和大河都在这里，您有事就找他们吧。二叔这里还有我呢，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村子里，二叔有什么事情我也能处理。好，既然这样，我和小草也能放心一些了。时间也不早了，你们回吧。小草，天快黑了，我们要回去了。小草，你小心一些，小叔脸色不太好。放心吧，你们快回去，这只野鸭也带上，已经晕过去了，不会乱跑的。野鸭还是你带走吧，给小叔炖肉吃，他就不会打你了。你们就放心带着吧，小叔人最好啦，怎么会打我呢？那我们就带回去了，等你再回来时，我们一起吃。野鸡还是你们吃吧，我恐怕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看你们，到时候我会和学堂的先生们一起。啊，这就要走了呀？放心吧，学堂建好了我还会回来的，到时候咱们一起抓鱼。小草，你这次离开要记得想我吗？好，过几天我就回来看你们，还给你们带好吃的。你们快去回去把衣服换了，要不然会着凉的。知道了，小叔。小叔，你不生气了？那一定不会打小草的，对吧？我们回去就换衣服。姑娘，你还是在马车里洗吧，大河已经把水打好了。好。飞月姐，你也不拦着些，这丫头今天可算是玩疯了。拦什么？姑娘又不是不懂事，难得开心，就让她玩个尽兴吧。在县城可没这么自在。那倒也是。回到县城之后，两人的生活再次回归正常。嘿嘿，张婆婆，我今天要去乡下，咱俩一路的哦。张婆婆，快上车。咱们同路？哎呦，那可真是巧了。我家明儿说，今儿有人跟我们同行，没想到会是你这丫头啊。韩先生，您坐车还是骑马？我还是坐你这辆车吧。韩明郎很清楚，他娘这次看病都是兰草出的钱，这事儿一直是瞒着娘亲的，为的就是让他娘和恩人相处时多一分自在。小草，你回来啦！小草，先生来了吗？小草，村子里的学堂建好了，可漂亮了，是咱村最气派的院子了呢。哎呀，前几天送来的桌子可真漂亮，还有那些凳子，一个个结实的很呐。对，我太爷爷说了，那些桌椅用上百年都不成问题。小草，怎么不见先生啊？是不是先生今天不来了？韩先生跟我一起来了，就在后面的马车里。哎呀，先生真的来了，太好了！走，我们去接先生去。小花，我就知道只有你最好了，不像朝天边和土豆那两个抛下我去接先生了。乖啊，小草，他们坏，咱以后不跟他们玩了。我告诉你啊，先生坐着马车走得很慢，估计这会儿才出镇子没多久。那些个去接先生的人呀，呵呵，只怕有的走喽。啊，马车不都是很快的吗？先生带着他母亲呢，不会让马车走得很快，不管他们了。要不要上树上去等？爬树？可是我今天特意换了身新衣裳呢。这个好吧。飞月，能不能把小花放树上？我们要上去玩。没问题。哇，我居然就这么上来了。嘿嘿，我现在爬树可厉害了呢，比土豆他们都要快上不少。哦，小花姐姐在树上，小草姐姐也在。嘿嘿，小狗带小春枣，还那么大声做什么？我还想多玩一会儿呢。哎呦，我的小祖宗啊，怎么就爬到树上了呢？有没有伤着啊？快来2个手脚利索的把孩子抱下来，可千万别伤着我。大姐姐，好玩好玩。小草，你没事吧？有没有摔着呀？
快来人，给小草看看。你瞎呀？那丫头是自己跳下来的好不好？那帅气的缓冲和落地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小花姐姐、小草姐姐，我们也要爬树从上面飞下来。不行，你狗蛋要是从树上跳下来，会摔断腿的。哎呀，多谢飞月姑娘照顾我家小花啊！村长不用谢我，原本就是我带她上去玩的，你不怪我就好。哎呀，怎么会怪姑娘呢？还要多谢你陪小花玩呢。嘿，看把这孩子给高兴的。对了，小草丫头，不是说先生来了吗？在哪里啊？哦，先生的马车走得慢，在后面呢。赵天变他们已经去接先生了。哎呦，先生真的来了，太好了！师公二伯，你们也在啊？小草啊，你可算是回来了。自从你前几天让人把桌子椅子送回来之后啊，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呢。是啊，每天都安排几个孩子在村口守着，只要你一回来就通知大伙。哦，我说呢，刚回来就见到朝天变他们，原来一直守在这里呢。我跟你说呀，这个学堂可建得格外宽敞，前院用来给孩子们读书，中院是先生住的地方，后院也有几间房子，还有一片菜地。我们给你和丰盛各留了一间房子，想留下来就住在那里。桌子椅子都摆好了，先生来了就能上课。小草啊，大娘得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咱们东河村的娃子们哪能读得起书啊？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些日子简直跟做梦一样，村里的娃子们能读书，全都托小草的福啊！小草啊，快进去看看，哪里不合适的，咱们再改。好呀，上次来的时候只有一片空地呢，还真是大变样啦！哇，这里立了个碑，上面还有我名字呢，还有小叔的、叔公的。建学堂可是咱们村子祖辈们的心愿，是利及子孙后代的大事，当然要立碑纪念。后来村子里啊，各家也多少出了些心意，我们就都记了下来。哇，桌子都摆上了，叔公和方掌柜做的木桩还挺像，绝对结实。兰草在院子里转了2圈，又跑进孩子读书的教室看了看。他们回来了，我们出去看看。哎呀，韩先生，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我们东河村的娃娃有福了。韩先生，学堂和后院的住处都安排好了，您和老夫人一会儿看看还缺什么，我们一会儿给准备好了。听说老夫人还在养病，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婆子给您操持家里的琐碎事情，以后您只管教孩子读书就行。前院特意准备了一间书房，里面还有不少的书，都是我们家小草那丫头让人安排的。以后村里的孩子就劳韩先生您多费心，这些孩子都是机灵的，就是以前没机会读书。有劳村长和几位组长费心准备了，各位尽管放心，我必当极尽所能教孩子们读书。好，娃娃们呢，就拜托先生您了。小草咋不在后面歇会儿啊？啥时候去叔公家里坐坐呀？三叔公，我们要到山上去，就不在这里多待了。那怎么行呢？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怎么能不去家里坐坐呢？我们盼了你许久呢。老三呢，小草都说了有事要忙，你就别为难孩子了。是啊，现在韩先生我已经送来了，师傅还交代了我其他事情，也就不留了。二哥呀，小草那丫头身边跟着都是些什么人啊？怎么那么吓人呢？他们不会是干了啥坏事吧？老三，你过分了！小草多好的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他呢？蓝组长，我们封家是武将世家，家中从主子到下人全是习武之人，你自己怂就不要往我家姑娘身上泼脏水了，否则这学堂不开也罢。桂林老弟，你可不要胡说呀！如果村里的学堂因为你开不了课，哼！
没有，我没有那个意思，各位不要误会啊，我还有事儿就先回去了。娘，你看，这东河村看起来还不错，以后我在这里教书，您呀就在后院喂喂鸡，种种菜，出去跟那些大婶大娘们唠唠嗑，这日子想想都美。好，都听明儿的，以后你考上秀才，再娶一房媳妇，给我添个大胖孙子，老婆子我这辈子就圆满了。娘，现在说这些还早，等儿子考上功名再说吧。好，你就专心教书读书，村长还给咱家安排了一个婆子帮忙做事，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了。啊，对了，娘，您以后跟村里人唠嗑可以，可千万别拿我的婚事开玩笑，就算是有人提，你也别接茬。村里那些姑娘你也离远些。这个娘明白，不是说村里的姑娘不好，而是终究有些差别，这事儿以后再说吧，我现在不会应下任何事就是了。不过你也要记得避嫌，离那些姑娘远一些。这个当然，我可不想到时候坏了别人名声，也坏了自己名声。对了，你一直说到了村子再告诉我，那你现在告诉我，咱家的恩人到底是谁呀？等咱日子过起来了，也想着回报一二。娘，咱家的贵人您也认识，还经常见到呢。这次您看病，还有我到东河村教书的事情，都是他安排的，所有费用都是他出的。别看他年纪小，实打实是咱家的贵人呢。你告诉我，咱家的贵人是不是小草那孩子呀？是啊，娘亲，确实是他帮助了咱们家。那孩子哪里来那么多钱呀？哎呦，我这该死的老骨头，怎么能花那孩子的钱呢？你也是，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跟我家恩人相处那么长时间，却一直都不知道，连一句谢都没有说，我真是太不应该了。娘，您别气，是儿子没用，儿子错了。娘，您别生气了，听儿子慢慢说好不好？我不管你之前是怎么想的，小草那孩子就是咱们母子的恩人，希望你一辈子都记着这事儿，日后万不可做出伤害恩人的事情，否则老婆子我立马死给你看。是，儿子记下了。其实他心里也挺委屈，之前他倒是想把这事儿告诉张氏，只是兰草叮嘱不让他说，他也就顺水推舟，暂时没说。在他心里当然一直记得兰草对他们家的大恩。明天就要给孩子们上课了，快去准备吧，不用守着我这个老婆子了。大河，是你们下山了，快进来，让风姑娘去中院休息。不了，我们在山上打了些猎物，刘婶已经腌制过了，这几只给你们留着。这多不好意思呀。这有什么？张婆婆身体不好，该吃些好的补补。多谢姑娘，姑娘的大恩，我韩明朗一定铭记。好了，韩先生，我们去接叔公，一会儿就直接离开。学堂的事情您多费心。小草，等一下。张婆婆，您怎么不在后面休息？这么着急，可是出了什么事？好孩子，婆婆已经知道了，给我看病的钱都是你这孩子出的，我这条命也是你救的。老婆子，我连一个谢字都没说过，真是太不应该了。别，张婆婆你快起来，别这样，我一个孩子可受不起。你这孩子，如果没有你，我们母子怕是要阴阳两隔了。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老婆子，我也不会别的什么，也就这绣衣还算拿得出手，特意给你做了一套衣服，尽一些心意，你可千万要收下呀。姑娘就收下吧，自从我娘知道您才是我家的恩人之后，就紧赶慢赶做了这套衣裳，这是她老人家的一片心意。好，既然是张婆婆专门为我做的，那我就收下了。不过下次可不许这样了哦，您还是先把身体养好再说，要不然我们大伙儿都不放心。老婆子一定把身体养好。小草，咱们这就走了。那稍等一下，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这就搬出来。小草，咱们兰家因为你办的这件事情，
在村里的名声算是挽回了不少，只是族里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心意，你就收下吧。兰桂山走到兰草旁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直接塞到他手里。叔公，这个我不能要。收下吧。以前的事情是叔公对不住你，也不求你为兰家做什么，只是单纯谢你替兰家挽回了名声。一行人回到县城时，已经到了快要傍晚了。先生来信了，还有你的功课。对了，先生现在添了一个胖小子，这会儿正乐呵呢。哇，真是个胖娃娃，师娘直接画了一幅画给我呢。先生果然是偏心你一些，我都没有收到画像。嘿嘿，先生更偏心你一些，没见每次你功课都比我厚很多很多吗？先生一定希望你将来成为栋梁。咱们得给这小子准备礼物了，这段时间让石头他们出去寻摸寻摸。是啊，咱们确实该准备礼物了。小叔，你再把东西检查一遍吧，要不然我不放心。好。小叔，他们都在看你呢。没事，不用管他们，那些人只是在评估我的实力而已。小叔，在考场里一定不要紧张哦，我在家里等你。知道了，都回去吧。你一会儿不是还要去医馆，可别去晚了，那样阿离应该笑话你了。我看小叔进去了再去医馆，时间来得及。姑娘，你不用担心，二爷后面要参加的考试还多着呢，难不成你每次都守着？这有什么？以后小叔去哪里考试，我都陪着就是了。平安哥，你这是干啥？师母今天要出门吗？师母今天不出去，是白鹰哥，他在府城相了一门亲事，所以师父才派我把师娘接来，他们要一起去府城操办婚事呢。知道了，平安哥。师父，我今天过来的时候见到平安哥了，他说白鹰哥快要成亲啦，您很快就要去府城啦。是啊，师兄在府城给那小子相看了一户人家，还不错，我这就过去把那小子的婚事给办了。那我怎么办？你有安排吗？怎么，你还有啥安排不成？没啥安排，就是您不在这里，我该跟着谁？总觉得心里没底儿。这有什么呀？你该过来还过来，在大堂抓药，刘大夫那边需要你帮忙你就过去。平安如果下乡义诊的时候你就跟着，我再给你留一些医书，你都给我背熟啊。他们去义诊，我也可以跟着啦。那当然了，去乡下义诊总是要有人打杂的，你也去长长见识，见得多了就能够掌握很多在医馆学不到的东西。还是说你想跟着我一起去府城？毕竟你还从来没有正式回过家呢。哦，不了不了，现在我们家就只有我和小叔2个人在，如果我走了，剩下小叔多孤单。再说了，姚家不一定欢迎我，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对了，以后下乡时你最好多带几个人，反正啊，你身边的人都会功夫，也能够安全一些，可别傻傻的一个人去，我怕到时候平安他们顾不上你呢。知道了，师父，我到时候就把香梨和大河带上，有他俩在，不会有什么事的。你把这事儿啊放在心上就好。对了，最近怎么没见斐月呢？一直是大河跟着你。他呀，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处理，已经离开10多天了。那行，斐月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别被别人欺负了去啊。知道了，师父。现在整个县城可没几个人能欺负得了我，你徒儿我现在可是很厉害的。嘿嘿，小叔，咱们什么时候回山上？这都有3个月没回去了。反正师父现在不在医馆，我跟平安哥说一声就行了。过几天吧，我得先看看考上童生了没有。小叔这次一定能考中童生的。嘿嘿，就你这小丫头会说话。接下来的几天，兰草一直等着丰盛和自己一起回山上去，只可惜
他先是等到丰盛考上童生的消息，却没有等来丰盛说回山上小住，反而是丰盛越来越忙，每次回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大河，我们去学堂接小叔吧，他只带着来顺，我怕他路上有什么意外。姑娘，要不还是小的去吧，况且石头说不定早就去接二爷了呢，您就不用跑这一趟了。不了，咱们一起吧，干等着也着急。很快几人就来到钱先生的私塾这边，只见这里的大门早已经上了锁。啊，怎么没人？后院有人，还亮着灯呢。小叔还在做功课，也不知道吃饭了没有。放心吧，在这里二爷还能饿着不成？我看钱先生挺看重二爷的，要不然也不能够单独留二爷到这会儿了。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的小叔。文生，你把后面的文章写完，我去让人给你安排饭食。多谢先生。很快，丰盛把文章写完了，只等着钱先生一会儿回来了给自己看看。二爷，您饿不？小的这里还有一包点心呢。还是等先生看过文章了再说吧。今天怎么劳烦两位姑娘过来送饭？诺莫刚刚不是还在外面呢吗？先生觉得诺莫刚刚在屋外有些聒噪，吵到风少爷写文章，罚了他几个手板，这会儿可是端不稳这托盘的，因此才派奴婢2个过来送饭。没有，哪里就吵到我了。来顺，带上书箱还有桌子上的纸张先回去，明天再让先生指点。啊，风少爷，饭菜已经准备好了，您好歹用一些，都这么晚了，你家人不一定给你留饭。是，先生，天色不早了，学生怕家人等得着急，便不打扰了。今晚写的文章，明天再请先生指点一二。天色确实也不早了，都怪我刚刚看书太入神，都没发觉。那你先回去吧。是，先生。先生，风少爷还没有用饭呢。闭嘴！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钱灵儿，你好大的胆子，都敢私自跑到这里来了。女儿只是想来看您和娘常说的11岁的童生。你娘把你教的可真好，还懂不懂规矩了？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穿着青梅的衣服出现在丰盛面前，你是真不把你爹我的脸面当回事儿啊？说，谁给你出的主意？是不是你娘？来人，绿梅拉下去，打20大板，把姑娘关到房间里。丢人啊！这让我今后怎么面对那小子？这让他怎么看待你这个死丫头？你着个什么急啊？啊！二爷，今天这事儿有些奇怪呀。钱先生一向很看重规矩，怎么会让丫鬟过来送饭呢？别说了，以后都不去钱先生的后院了，散学了直接回家，在家里写文章也是一样的。张氏，你是怎么教导灵儿的？居然任由她扮成丫头跑到书房去，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呀？这可真是冤枉！我不知道他居然会跑到书房去呀！我要知道的话，一定会拦着的。哼，这次把他在家里多关上几天，好好的教教他规矩。这眼看着就要说亲了，可不能够传出什么不好的名声来。规矩自然是要教的，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全怪灵儿，也怨夫君你没事总在家里提起那个丰盛有多聪慧，小小年纪就考中童生，这才让那孩子起了好奇心，想要过去看看的。难不成这事还要怪我？我夸奖自己的学生有什么错呀？丰盛那孩子确实是聪慧上进又好学，将来必定能够走得很远。既然那个丰盛被你说的那么好，不如让我见见他。你一个妇道人家，见丰盛做什么？好好在后院绣你的花吧。那不是一直没见过那孩子吗？我就想着咱们现在对他周到一些，将来他也能记得夫君你的好。说实话。夫君，你看那个丰盛和咱家灵儿怎么样？你疯了！丰盛现在才11岁，咱家灵儿都14了，
明年可就要及笄了呀。哎呀，夫君，你声音小一些，这有什么不好的？俗语不是说了吗？女大三抱金砖，咱家灵儿正好比那丰盛大3岁。你也说了，丰盛极为聪慧，将来必定有个好前程。咱家灵儿以后说不定还能弄个诰命当当呢。你想想，这丰盛以后考上了秀才、举人，还能看得上咱家灵儿吗？他不得直接找个官家小姐成亲吗？这事儿你就别想了，冯家可不是只有丰盛一个人，他还有大哥和先生在的。这事儿那2位只怕是不会同意。丰盛的先生不是你吗？难不成他还有别的先生？真是无知妇人！丰盛的先生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别看他桀骜不驯，又不爱当官，当初就已经名满京城了。同辈学子没有不佩服他的，当然，我也一样佩服他的学识和气度。啊，丰盛的先生这么大的来头，那他怎么会在咱家读书啊？好了，冯先生最近有事要处理，才推荐丰盛到咱家读书，我可不能辜负了这份信任。你刚刚提及的事情，以后就不要再说了。那还真是可惜了。哎呀，姑娘，二爷已经在马棚那边等了许久了，咱们快点过去吧。我把这事儿也忘了，只顾着看钱先生一家在算计什么了。咱们快走。你这丫头怎么想着来接我了？有来顺陪着我还能丢了？我不是看时间有些晚了，小叔还没有回来，就想着过来接你，只是又累。小叔在这里等了我一会儿，怪难为情的。没什么，正好趁着这会儿功夫吃了几块点心。那咱们快回去吧，小叔一定饿坏了。刘婶一早就把饭菜做好啦。走，回家。已经好几天没吃到刘婶的饭了。天可怜见的，二爷这样读书可太苦了。老奴明天多做些补汤，中午让石头给二爷送过去。不用这么麻烦了，刘婶儿，先生那里有饭堂，同窗们都在那里用餐，我也不好太特殊。我看就这么办，送个饭而已。小叔，你看你最近都瘦成什么样了？成，听你们的，明天开始让石头给我送饭。哦，对了，晚饭也要送。小叔最近回来的越来越晚了，肯定饿坏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好。你之前在钱先生家里看到什么了？哦，没什么。我发现给你送饭的那个小丫鬟是钱先生的女儿钱灵儿扮的。还真是先生家的女儿。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想要什么？还是小叔了解我。也没什么，就是想借你书房的摆件看几眼，回头想着试着雕一个。成。钱夫人最近在给钱灵儿相看人家。这就完了？你这丫头，把话说清楚，他们家相看人家跟我有什么？丰盛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立马止住了话头，脸色一下子就涨得通红。放心好啦，钱先生回去将钱夫人数落了一顿，直接拒绝了他们的做法。钱先生可是知道你是冯先生的得意门生，不愿意生事端。我才11岁，那个钱灵儿都多大了，我都没见过她，像个屁呀！再说了，我有爹有大哥有先生在，他们这是想要干嘛？难不成还想要拿捏我的亲事不成？好了，小叔，我不是说了，钱先生已经将钱灵儿关起来了，也数落了钱夫人一顿，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继续下去的，你就放心好啦。气死我了！我又不是没有长辈在，这种事情哪里能让外人插手？好了，小叔，你就别气了。要我说，你以后还是不要去钱先生家后面的书房了。就算学堂关门了，你也可以把功课带回家做的。好，以后那边关门我就回来。他们家似乎并不知道我还有爹在呢，而且我还不止一个爹，他们做不了主的。要不我明天还接小叔回家？算了，你还是别去接我了。以后我把功课带回来做，你就别费心了。二爷，姑娘，那个钱灵儿被放出来有几天了？
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得那么乖巧，这会儿正在想办法把二爷赶出学堂呢。哼，那个钱灵儿怎么想的？小叔又没招惹他，怎么就想着要把人赶走？他想干什么？钱灵儿想要诬陷二爷偷盗，毁了二爷的名声，顺势将人赶出学堂。什么？这也太过分了嘛！我小叔做了什么？那个钱灵儿居然想要毁了他的名声，这毁了名声以后还怎么继续科考？好了，小草，别气了，这事不是还没发生呢。既然已经知道了，他钱灵儿就算计不了我。不是小叔，咱们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事儿发生啊！你的名声可不能被这个人给毁了。放心好了，只要那钱灵儿敢算计我，小爷必定让他付出代价。哼！对了，小叔，钱先生对你怎么样呀？钱先生确实是个好先生，对我极为用心。虽然现在不留我去他书房写文章了，但是每天依旧会安排我在家写，第二天带给他。行了行了，不说这事儿了，我会处理好的。石头和大河几个继续盯着钱家几人。小叔，这几天要小心呀。你就放心吧，石头和大河他们还在呢，会让我吃了亏吗？你们几个这几天用心点，把那个钱灵儿给盯死了。要是让他们算计成了，你和石头他们几人全都去庄子上放牛去。姑娘放心，小的不会让二爷吃亏的。哦，记得到时候提前让人带我过去看看，要不然我不放心。直到5天后的晚上，石头回来汇报钱家当日的情况时，兰草和丰盛才知道，钱灵儿居然打算在钱先生生辰宴时栽赃陷害丰盛偷东西，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揭穿这件事。到时候丰盛就算知道是被冤枉的，也是百口莫辩。至于偷盗什么，那当然是钱先生书房里极其看重却又不怎么显眼的某件珍品了。小叔，要不你还是别去钱先生那里读书了，他们能算计你一次，就会想着算计你第2次、第3次，咱也不能一直防着呀。县学那边之前就有先生来邀我过去读书，只是如果在那里读书的话，恐怕要许久才能回家一趟，我哪里放心你一个人在家里啊？这有什么？家里除了我，不是还有这么多人吗？刘叔、刘婶、费嬷嬷、大河、香梨，还有这么多护卫，他们都在，谁还能欺负了我去？可是我不在你身边，始终有些不放心。小叔你就放心吧，我现在厉害着呢，都能跟大河打个平手了，县城里没几个人能伤到我的。我知道你厉害，不过你终究是个孩子。二爷有老奴在呢，姑娘不会有事的，二爷尽管放心去县学。既然这样，那就辛苦费嬷嬷了。好耶！小叔去了县学之后，以后就不用担心钱家人在算计你啦。那小叔什么时候去县学那边？钱先生的生辰是后天呢，过了后天再去吧。既然那钱灵儿和钱夫人想要毁了我，那我就等着，看看最后丢了名声的究竟是谁。娘，您怎么来了？我不放心，就过来看看。娘，今天的事情没问题吧？放心吧，娘一早就安排好了。今天这事儿一出，那个不识抬举的毛孩子别想在县城待下去。哼，那可太好了，不收拾那个丰盛，我咽不下这口气。好了，别再想这个晦气的东西了。灵儿还是想想今天穿什么衣裳，娘给你好好打扮打扮，让你好好的亮个相。如果有更好的人选，娘一定让你爹给你定下来。娘之前不是说那个吕小满还不错吗？怎么？傻孩子，如果有更好的，娘当然会给你选更好的，还能让你过苦日子不成？哦，他们太过分了。姑娘，咱安静的看着成不？二爷有自己的想法，咱别坏了他的事儿才行啊。好吧，那我就先不收拾他们。先生，您想要什么样子的扇子？小的已经把您的扇子都找来了。去，今儿难得高兴，我得选个最合适的扇子才行。这小子懂个啥呀？我今天可是寿星，
不需要这么早就出去迎客。不就过个生辰嘛，臭显摆什么？再打扮也没有我大叔君美。这边主仆两人还没选出最合心意的扇子，那边丰盛和吕小满以及高粱几人就已经来到钱家。来，你们啊，快替为师选选，今天该用哪把扇子？此时丰盛和高粱都在低头看着放在眼前的扇子，吕小满则围着钱先生夸个不停，从衣服到胡子再到挂在身上的荷包全都夸了一遍，乐得钱先生嘴都合不拢。先生，我和丰盛去外面看看，有客人来我们也能赢一赢。不给为师选扇子？先生，吕师兄和师娘这选着呢，他们选一定错不了。是啊，一会儿该来客人了，我和高师兄先出去候着。好，你们先去外面候着，让诺莫一起，他认识的人多。大河，盯紧了那个姓吕的，如果他把那扇坠放到小叔身上，你就把这个放到他身上。姑娘放心，小的不会让二爷有事的。哼，真以为小叔是那么好欺负的，就等着吧。好了，姑娘别气了，你好好看戏就成，其他事儿由小的们处理呢。咱们这么多人，哪能让二爷出了事儿啊？高粱、丰盛，来喝一杯。吕师兄，我陪你喝就行，丰盛还太小，不合适。嗨，今天啊是先生大喜的日子，还讲那么多规矩干什么呀？再说了，我可是听说过了啊，咱们这一桌可是果酒不醉人的。丰盛不动声色地端起眼前的酒杯，举杯向高粱示意了一下，然后轻抿了一口。在酒水入口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分辨出这正是小丫头那酒坊里酿的果酒。怎么样，丰盛，是不是还不错啊？你也算是有口福了。来，为兄敬你，来再喝一杯，这种酒很难得，想必你从来没有喝过吧？好，丰盛再来一杯。你差不多就别喝了，免得被人灌醉了。丰盛对于高粱的提醒表示心领了，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情况，并没有喝多少，就运气把自己的脸憋得通红。来，丰盛再喝一杯。哎呦，这看我一时开心失了分寸了。丰盛你别介意啊，为兄给你赔不是了。丰盛在吕小满扶自己的同时，就感觉到自己身上多了样东西，他不动声色地摸了一下，好像是玉坠子什么东西。没有丝毫犹豫，趁着自己有些摇晃的身体，他直接歪倒在吕小满身上，将东西又放了回去。你没事吧？没事儿，就是喝的有些急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年龄还小，跟那人喝什么酒啊？今天要是喝醉了，可就闹出笑话了。快吃点菜压一压。知道了，高师兄。先生，这把扇子上的坠子呢？之前不是还在的吗？你怎么来了？可是有什么急事？我听说你丢的扇坠儿正是之前我从珍宝阁买回来的，那上面的络子还是灵儿亲手编的呢。这要是落到有心人手里，可就糟了。哎呀！好了，别大惊小怪了。你说的事儿我心里有数，还是快点出去招呼客人吧。丰盛，是不是你偷了先生的扇坠？还有你，高粱，别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好人。师娘和师妹给先生准备的扇坠子丢了，这里面说不定还有你的事呢。既然你想把事情闹大，那我配合一下又何妨？看看最后吃亏的是谁。吕师兄，你可不要血口喷人。我今天一直和高师兄在一起，可从来没有靠近过先生珍藏的那些扇子。是啊，我今天一直和丰盛在一起。吕小满，你可不要胡说。当时我们3个都在书房替先生选扇子，就丰盛这穷酸样，只怕是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万一真是看中了先生的扇坠偷去了，也不是不可能啊。吕小满知道自己早已经将扇坠塞到丰盛的怀里，因此非常笃定地对上丰盛。吕小满，你别过分，这话可不能乱说。哼，狡辩，敢不敢让人搜身啊？哼，你想搜我身？凭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可告诉你啊，丰盛，这事儿可是关系到先生一家的名声的事情，容不得你推脱。今天必须搜身。
当时在书房的又不止我一个，凭什么让你来搜我的身？我怕你做什么手脚。对，当时你也在书房，你也要被搜身才行。我又没有做亏心事，当然不怕搜身了。吕小满，你闹够了没有啊？刚刚在我书房是怎么说的？你现在又跑到外面闹。先生，您丢了扇坠，这可是大事啊！尤其是那坠子还是师娘和师妹亲手。吕小满原本还想替自己狡辩几句，但是在面对自家先生那吃人般的冰冷目光，他还是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先生，今天吕师兄莫名其妙的指责是我偷了先生您的扇坠，要把偷盗的帽子扣到我的身上，还要搜我的身，这事儿必须给我一个交代。风声，你……对呀，先生，我们原本不想理会吕师兄的，但是他坚持要搜身，为了我们的名声，也不能任由他胡说。哎，钱兄啊，依我看，还是把这查清楚的好。是啊，这风声可是年纪最小的童生，将来前途无量，这事儿关乎他的名声仕途，还是查清楚的好。是啊，偷盗的罪名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太严重了，可要谨慎一些呀。还请先生安排人搜身，还我一个清白。先生，请还我和风学弟一个公道。好吧。劳烦在场的几位前辈动手检查。为了不出差错，几人决定一个一个搜，这样众人也能看得清，不管搜没搜出东西都不会有异议。高粱身上没有扇坠，风声身上没有扇坠。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劝酒的时候趁机把东西放到了风顺的衣襟里，怎么这会儿没有找到？这不可能啊！吕小满感觉到有人在自己身上摸索，直接打了个激灵，清醒了几分。他第一反应就是往旁边躲了一下。他居然躲避搜身？之前不是他一直闹着要搜身的吗？这会儿是什么意思呀？哼，还能有什么意思啊？无非就是没从其他两人身上搜出东西，失望了呗。吕小满身上搜出扇坠，钱兄还是先确认一下，是不是你丢的那个？这是我的扇坠。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偷拿扇坠，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在我身上，不是我拿的，不是我拿的。之前居然还污蔑风盛偷东西，嘿呦呦，还真看不出来呀。先生，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偷拿您的扇坠啊。吕师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针对我，不过事实就是扇坠是从你身上掉出来的，大伙儿都是亲眼见到的。你闭嘴！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见到先生的扇坠子，心生贪念，偷偷拿走，你就是个贼。可是，扇坠子是从你身上掉出来的。你闭嘴！你闭嘴！扇坠就是你偷的，我明明把东西放到你放哪儿了？放我哪里了？先生，您要相信我，这扇坠真的不是我偷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呀！哎呀，你这孩子，一个扇坠子而已，既然喜欢就直接跟师娘说，师娘给你编一下就是了。哎，这算是打算坐实了我偷盗先生藏品的罪名吗？昨天师娘可不是这样说的，怎么到头来却我变成了贼了？为了名声，让我以后怎么考功名啊？不行，不行！想必他这会儿愤怒异常吧，也不知道会不会将钱夫人给养出来。师娘，那扇坠可是您亲手转交给我的，不是说那是师妹亲手为我编的吗？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我偷到先生的东西了？吕小满，你在说什么？先生，你这么生气做什么呀？之前在书房里，师娘亲手将扇坠子塞到了我手里，她可是说要把师妹许配给我，怎么到了这会儿却污蔑我偷了您的坠了？师娘，我可都是按照你的安排污蔑丰盛的，怎么到头来却让我落到如此地步呢？师娘，你说话呀！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呀！你怎么回事？今天这事儿是钱夫人安排的？哎呦，钱夫人今天又针对的是丰盛，这是怎么变成现在这种状况了？这得多大的仇啊！直接当众污蔑一个孩子的名声！你胡说！老娘什么时候说过要把灵儿许配给你？你敢坏了我家灵儿的名声，我撕了你这张臭嘴！师娘，
你也知道名声有多重要了，为什么刚刚就不替我解释一下呢？他知道今天过后，自己的名声算是臭得透透的，以后也别想在县城里待下去了，只能去外地求学。但是他就是不忿被钱夫人这样当棋子耍。你个小畜生，你胡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让你污蔑丰盛了？什么时候要把灵儿许给你了？你小小年纪就这样欺师灭祖，欺辱先生一家吗？钱夫人这会儿气得要死，自己原本是想收拾丰盛的，结果那家伙毫发无损，自己女儿的名声却快要没了，这让他心里怎么能不恨这个动手的吕小满？今天让各位看笑话了，改天钱某亲自登门赔罪，散了吧。先生，你醒醒！先生，我错了，你别吓唬我啊！好了，大家都散了吧。丰盛和高粱去送客，今天的寿宴就到这里了。这是今天的事情，还是不要出去乱说的好。真是活该，让他们总想着欺负小叔，这下好了吧？哭了吧？呵呵。那些人怎么可能欺负得了二爷呢？姑娘之前是太过担心了。事情已经结束，姑娘要不要回去啊？再看看，不着急回去。成，听姑娘的。小满，在为师的所有学生中，你是最机灵的一个，为师也很看好你。是学生让先生失望了。前几天我确实考虑过让你当钱家的女婿。先生之前竟然就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今天……此时的他无比后悔。如果没有今天这件事情的发生，我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成为钱家的女婿，以后也可以得到先生更多的关注？可惜这事儿怕是不成了，我终究是没有这个福气。先生，小满错了，小满知道错了。好了，别跪着了，你先起来，我会把这事儿给问清楚的。夫君，今天这事儿是你授意的？是不是我？夫君，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小满，你来说。昨天散学后，您邀请我们今天来参加寿宴后，师娘就找到了我，话里话外说的都是您现在有多看重丰盛，以前都是最看重我的。吕小满，你不要胡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你闭嘴，一会儿再跟你算账。学生气不过，丰盛小小年纪就抢了我的风头，心中自然对他升起了嫉妒和怨恨。今天在书房给先生挑选扇子的时候，师娘再次提起了这件事，并且把那个扇坠交给了我，还说只要没了丰盛，我还是先生最看重的学生，并且说这事儿成了，自然会把师妹许配给我。然后我就在宴席间劝丰盛喝酒，然后趁机把扇坠放到他身上。原以为事情闹开，丰盛背上了偷窃的罪名，师娘交代的事情也就完成了。谁曾想，没在丰盛身上搜到扇坠，那东西却出现在了我的身上。后来的事情，先生已经知道了，我不甘心就这样坏了名声，毁了前程。小满说的可对。是，之前我在书房就已经后悔了，怕这事儿会坏了家里的名声，也想要阻止的。只是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院子里闹开了，说什么都晚了。你都知道这样做会坏了钱家的名声，那你就不知道这样做丰盛还有没有名声？现在小满还有没有名声？先生，你先回家休息，这事儿我会给你一个交代。放心吧，高粱，你去送小满出去，我跟丰盛有话要说。是，先生。说吧，你为什么要毁了丰盛的名声？钱夫人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说。说呀，你不是很能耐吗？都知道找个棋子来利用了，现在怎么哑巴了？说。丰盛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让灵儿受了委屈，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呀？蠢货！灵儿擅闯书房，冲撞外男，丰盛回避出去有什么错？
我罚灵儿难道不对吗？你有什么不甘心的呀？你光想着心疼灵儿，就一点不把钱家的名声放在眼里，不把我的脸面放在心上吗？我看你是恨我吧，你是想要毁掉我的名声才对，直接在寿宴上将我的脸面扔到地上踩。我没想那么多。蠢货，真是要被你这害死了！滚出去！你知道吕小满往你身上放东西了？是的，先生，我是一个习武之人，对于外人的靠近一向很敏感，身上莫名其妙的多了样东西，当时就发现了。所以你就把东西放了回去？不是我的东西，我当然不能留着，无论是什么。你没错，回去吧，这事儿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是，先生，您好好休息。风盛，高师兄，你怎么还在这里啊？今天这事儿太突然，见你一直没出来，有些担心。先生没有为难你吧？没有，今儿这事儿可怪不到我身上。我说风盛，你真的还练武？不怕会耽误读书的时间吗？我们家原本就是武学传家，读书练武不冲突的。啥？你们家？你不是孤儿吗？大家都说你是孤儿，这是吕小满格外看不上你的原因。谁说我是孤儿了？真是的，我有爹有父亲有大哥有先生有侄女，咋就是孤儿了？都是些什么跟什么呀？魏兄在这里给你赔罪了，实在是……没什么，现在除了一个小侄女，其他家人都不在县城，同窗们不知道呢，也不奇怪。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呢。风盛，你之前不是被吕小满勾了不少酒吗？怎么一点都没醉？这小小年纪，酒量不小啊。你怕是不知道，今天喝的那果酒，可是我那侄女最先酿出来的。当初啊，我还因为嗜酒醉了一宿，被先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呢。啊！原以为封家只是普通人家，却没想到，在县城里被众人吹捧的酒，居然是他家的侄女酿出来的。风盛，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不知道啊，走一步看一步吧。丰盛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打算。你还是想想以后怎么办吧，或者跟你的家人联系一下，将这些事儿讲给他们听。知道了，高师兄，我会的。行，那我先回去了。哼，便宜那个小人了，还想害我封家人，自己一边哭去吧。好了，姑娘，咱们也回吧，二爷都已经离开了。行，那我先回去。大河，你盯着钱家，不能让那个钱灵儿好过了。是，姑娘，小的记住了。小草，小叔，我很好呀，你这是回来接我吗？是啊，我就知道你跟在后面，和高师兄分别之后就回来接你了。我总不能说是怕这小丫头会留在钱家闹事儿吧，毕竟钱先生都已经被气病了，还是放过他吧。小叔，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午后也没有其他事儿，咱们去哪里？要不我们去城外的庄子吧，反正也不远，那里也被你打理得不错，这个时候过去正合适。好耶，我们现在就去。这边封家人欢欢喜喜地出了城，另一边吕家却是一片愁云惨淡。哎呀，你这个逆子，我们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蠢货？送你去读书，你就是这样读的，怎么就跟那个钱家后院的人扯到一起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你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啊！蠢货！儿子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还以为师娘是看重儿子呢，他还说会把师妹许配给我。吕小满表示自己也很委屈，明明是师娘先找到自己的，还说了会把师妹许配给自己的话，他才一时昏了头，想着去害人。你呀你，16岁的童生，只要好好读书，还愁没个好前程，干啥要跟钱家的后院扯上关系？你这孩子，只要钱先生看中你就行了，你管他一个后宅妇人看不看中你啊？他还能给你授课不成？哎呀，小满这孩子有些机灵过头了，
捷径哪里有那么好走的？哎呀，你说说你呀，那个叫丰盛的小少年见到钱家的女眷都知道要避出去，你怎么就要往上凑呢？哎呀，那钱夫人也不是个好的，自己教不好女儿，还想着败坏学生的名声。这次的事情传出去，那钱家学堂的名声也坏了。早知道小满考中通生之后，就送他去献学了。哎，现在可怎么办呀？不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小满的名声都因为钱家给毁成这样了，我们得去讨个说法去。哎呀，还是想办法送小满去外面读书吧。这县城啊，怕是待不下去了。先生说会给我一个交代的，他今天都被气晕倒了，还请了大夫。什么？钱先生气得晕倒了？臭小子，你给我仔细说说。吕小满再次把钱先生晕倒，以及后来请大夫，又将他和丰盛几个留下来说话的事情，仔仔细细全都讲了一遍。哎呀，你这个只长个子不长脑子的混账东西！钱先生明里暗里都示意了你好几次了，你还是要把事情闹大。妈的，依老子看，你就是活该呀！今天这个事情是小满做错了，他也因此名声受损。咱们都是家人，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责备他了，还是想想接下来怎么做吧。小满，这次你最大的错误就是读书期间不该跟钱家女眷有牵扯。以你的聪慧，即便不娶钱家女儿，钱先生也会细心教导你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不该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贸然出手，结果不光没伤到对方，自己却损失颇大。这次的事情也是一个教训，以后不要小看任何人。第三个错误就是凡事该跟家里的长辈商议，如果事先请教过你爹或者我这个老头子，这事就完全可以避免。好了，去小佛堂跪上3天，好好长长记性。要我说，干脆送小满去外地读书好了，只要他能静下心来熬过几年，还是可以继续走仕途的。是啊，钱家那边肯定是不能去了，他现在这个名声，恐怕县学那边也不会要，送外地应该可以的。上次我罚你，你不服气。上次是女儿错了，该罚。你是因为上次的事情怨恨丰盛？女儿不怨任何人。是你撺掇着你娘替你出气的？没有。今天咱们钱家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我的脸面也被扔到了地上踩，我和你娘的名声都坏了，你可还满意啊？钱灵儿低着头正在擦眼泪，一句话都不敢说。我知道你对我上次罚你很不满，也知道你撺掇着你娘教训丰盛，就为了你那一点可笑的脸面，让整个钱家成了县城的笑话。爹，女儿什么都没有做，今天这事跟我没关系。你不承认没关系，反正钱家的名声和你爹我的脸面也没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爹，浓墨，把绿河、绿桥还有夫人和小姐身边的所有人各打20大板，然后找人牙子把人带走。听着房间外面的院子里已经响起板子打在身体上的声音。爹，今天的事情跟他们没关系，打他们做什么？要不还是算了吧。外面那些人一直跟在你们母女身边，却任由你们2人做出这样的事情，将我钱家的声誉当作儿戏。但凡这些人有一个提前告知我一声，咱们钱家也不会就这样让人看了笑话了。最近这段时间，你给我好好的待在房间里，我会给你重新相看人家，及笄后就让你嫁人，以后你好自为之。爹，不要关灵儿，不要！浓墨，让人带小姐回房间，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把人给放出来。爹，灵儿错了，灵儿知错了，求求爹不要关灵儿，我再也不敢了。娘，你快来救救灵儿啊！吩咐下去，3天之内不许给夫人和小姐吃喝。先生怎么样了？
有没有好一些啊？昨天夜里我给你写了封举荐信，是荣城那边白山书院的，你以后可以带着信过去找范山长，通过考核就能在那里读书了。先生，别急，听我说，之前的事情是我家夫人做错了，我这个当丈夫的理当为她善后。听是这事儿未过后，为了避免咱们以后心里有疙瘩，我才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也算是给你一个交代了。先生，您的好意我心领了，白山书院就不去了。您知道的，我家现在就剩下我和小侄女一起生活，我不能丢下她一个人在家里。你是不是不知道白山书院？先生，我了解白山书院的，只是那里离家太远，我不放心小侄女一个人在家里。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小子也感谢这几个月来您的教导，以后我就去县学读书好了，您不用担心我。县学怎么行？县学比起白山书院可是差太远了，并不是个很好的去处。县学挺好的，虽说不能天天回家，至少10天能回去一次，我也能照顾小侄女几分，挺好。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也不再强求了。先生放心好了，只是您现在不要想那么多，还是好好休养为重。我的身体没事儿，后天我带家眷回府城一趟，以后把他们留在那里。至于这里，或许要到年后再回来。学堂里还有2个先生在，完全不受影响。先生这就要去府城？那您的身体……还是早些走得好，也该在二老身边尽尽孝心了。我这身体没什么大碍，走路的时候带几包药就行。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丰盛才告辞离开。那封举荐信也在钱先生的要求下带走了。这封举荐信是不记名的，只是一个能够参加白山书院入学考试的一个资格，就算是丰盛将这个送人也是可以的。举荐信给丰收哥哥好像也不错，反正小淑女又不打算去白山书院，留着也浪费了。不知道秦老爷舍得让他去那么远的地方读书吗？最初我还想把那个给高粱呢，还是来顺提醒了我，我想丰收或许更需要。哥哥以前在山上的时候每天都在看书，只可惜当时他的身体实在太差，去学堂的时间并不多，性子也就有些别扭。送他去书院里，或许能让他性格更开朗一些。我现在回去要给丰收写信，你要不要也写一封啊？明天一起送出去。当然要，小叔等我，明早让乡里把信给你，到时候一起送出去。对了，丰盛，你上次还没说怎么换名字了，我和幼阳回去还琢磨了许久呢，都没弄明白这事儿。呵呵，也就你们还记得我是秦继祖了。我小的时候被报错了，现在回封家了，不过依旧是秦家大少爷。你就是那个秦家大少爷，小街溜子。高师兄，你别这样看着我呀，我是秦家大少爷没错，但是小街溜子倒也不至于吧？难道以前我在秦家时名声已经那么臭了吗？高粱一个在学堂读书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小街溜子。就是有点太意外了，真是失礼失礼。怎么也想不到传闻中的秦家大少爷跟你眼前的师弟那是同一个人。别说是高兄你了，就是我们2个前天在寿宴上见到他的时候也愣了许久，直到他对我们使眼色，我们俩才知道是他没错了。哎，对了，高师兄，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继续在学堂读书吗？我能有什么打算呢？接着在钱先生那里读书呗。怎么，你有别的想法？是啊，我已经和先生说好了，要去县学那里读书。你去县城那里学也挺好，我就算了，继续留在钱先生那里。你和吕小满都离开了，我就成了先生最看重的学生了。高兄不去县学吗？等夫人过去之后，我们3个都在那里，你也过去好了。不了，县学那边许久才能休息1天，不能时常回家照看家里。我不放心，在钱先生这里挺好，我天天都能回去，
也免得我爹娘太过劳累了。这人连献学都不愿意去，只怕远在千里之外的白山书院更加不会考虑吧。第二天，小叔，到了献学别忘了每天的晨练，要是偷懒的话，大叔回来可是会收拾你的。放心吧，我以后可是要跟着大哥一起去西北的，怎么可能会偷懒呢？等着吧，下次回来了咱俩比划比划。嘿嘿嘿，来叔，你可要照顾好小叔，天气越来越冷了，记得叮嘱他加衣。姑娘放心，小的一定把二爷照顾得好好的。好了，小草在家里乖乖的，晚上不要出去乱跑，不要凑热闹，有事儿去献学找我。小叔放心好啦，我一定乖乖不惹事。过几天还要跟着刘大夫和平安哥去乡下义诊呢，不会乱跑的。你们要去义诊？去什么地方？要多久？无非就是村子那些乡下村子。小叔放心好啦，我会多带几个人的。等你休沐的时候，我应该就回来了。要不我陪你一起去义诊，或者到时候你就不去了，反正多你一个不多。小叔，你就放心吧，我在外面跟着平安哥他们呢，不会有事的。再说了，现在不管是山里还是城里，能伤我的人有几个？我能让人欺负了去？可是在乡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可别轻易相信别人，身边都要带上人，不要跟乡下那些孩子疯玩，不要去危险的地方。大河，这段时间你要时刻守着你家姑娘，尤其是她去乡下的时候。石头，正好这段时间我在献学，你就跟在姑娘身边，和大河一起把人给护好了。若是有什么差池，你们俩也不用在封家待下去了。还有香梨，你绝对不能让小草一个人出去。刘婶，这丫头去乡下肯定吃不好，到时候你也跟着，好歹能让她吃得舒心一些。我跟你说啊，到了乡下不要远离医馆那些人，你是过去给他们看病的，想必没什么人敢生歹心，不过也不能防着。还有，不许甩开他们，自己偷偷溜出去玩，也不许在村子里随便凑热闹。飞月姐这段时间不在，你可得老实点儿，出了事儿想救你都赶不回来。到了村子里你也别怯场，要是有那不长眼的见你年纪小想要欺负你，尽管让大河石头他们出手，不用留情，有小叔给你兜着。乡下夜里凉，你可得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啊。这次出门让大白和小白都跟着，他们俩也是挺厉害的，有他们在，一般人也近不了你的身。等你从乡下回来，记得让石头给我带个信儿，我呀也就不担心了。我知道了，小叔，去乡下义诊的时候一定多带几个人，把留神也带上。我保证不会出去瞎凑热闹的，也不会傻乎乎的相信任何人的。这还差不多，家里有事儿就让人给我传信，都在县城里，我很快就能回来处理的。不要一个人傻傻的扛着，家里那么多下人，有事儿尽管让他们去办。知道了，小叔。二爷，前面是钱先生家的马车，还有几车行李，看样子他们似乎是要出城。我过去拜见钱先生。小叔，我和……你就待在马车里吧，一会儿回来再跟你说。先生，丰盛少爷过来拜见，您可要见见。见过先生。哦，是丰盛啊！真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我回府城一趟，你这是？先生，我这是准备把行李送到县学那边。丰盛，狗东西！哎呦，灵儿，你可消停些吧，不敢让你爹听到，要不然你又要被罚了。娘，丰盛那个狗东西把我们娘俩害得这么惨，现在还要被送回府城，和祖父祖母在一起，我会疯的。好了好了，到了府城有娘陪着你呢，不会让你被欺负的。现在你不要再惹你爹生气了。总之那个丰盛给我等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钱灵儿那个不知道廉耻的，到了这会儿居然还想着要害我小叔，看来他之前得到的教训还不够。既然生了一张爱骂人的嘴，那就先当一段时间哑巴好啦。兰草贼兮兮地笑着，将那颗药丸包裹在自己的弹弓里，然后瞄准了钱灵儿所在的那辆马车。嘻嘻，小叔，我告诉你哦，刚刚我替你小小的出了一口气。你干什么了？又是羊粉？小叔，
你可别冤枉我。我这么可爱，怎么忍心对他用养养粉呢？那以后钱灵儿可怎么嫁人？那你弄了什么？那个钱灵儿刚刚骂小叔来着，我就让他当几个月的哑巴，其他的什么都没干。当几个月哑巴？估计那个钱灵儿接下来可得痛苦一阵子。希望以后能老实些，再不敢招惹我。怎么样，小叔，这下放心了吧？我可是很有分寸的。是，小草最有分寸了，这样小叔也能安心不少。马车很快就到县学外面，这里是不允许外人进来的。小丫头，在家里照顾好自己，乖乖等小叔回去。好。刘大夫，平安哥。哎呦，小草这么早就来了。是呀，今天不是要去乡下吗？我就早早来了。对了，平安哥，我们这次要去哪里呀？我们去清河镇，那边有几个村子有点偏远，那里也没有大夫。这样啊，那咱们得多带点药材，免得到了村子里药材不够用。好了，小丫头就放心好了，咱们这次可是把药材都准备的足足的，不会有事的。马车足足走了大半天的路程，才到达清河镇这边。快去通知村里人，大夫已经请来了，都到祠堂外面候着。是，村长说。杨大娘，药抓好了，回去喝几天就没事了。哎呦，真是谢谢闺女儿了，老婆子真是有福气，能碰到几位来村里义诊，谢谢。大娘，别跪了，回去熬药吧。哎呀，我得回去熬药。你个废物，带回来这几包药有什么用？这是我的药，我的病已经很重了，大夫刚给我开的药。人参呢？怎么不像那些大夫讨2颗人参回来？人参是那么好弄的，整个医馆一共也没几株。哎呦，人家大夫来村子里哪里会带人参呢？哎呦，快去做饭，一会儿去祠堂那边讨不来人参，你都要给老子偷一包值钱的药材出来。妈的，真是个没用的东西！别想着耍花招，老子会一直在祠堂那边盯着你。这几包药不许见，等那些人离开了，老子一并带到镇上卖给医馆，还能换不少钱呢。小师姐，你这是怎么了？脸色有些不好看呢。没什么，发现一只臭臭。姑娘，你想做什么，让小的来就行了。那个杨老头坏得很，咱们刚刚给杨大娘抓的药，他居然不让接，说是要拿去卖钱，真是畜生都不如。他还让杨大娘向咱们讨要人参，实在讨不到就去偷，这人真是太坏了。我刚刚看到杨大娘都咳得直不起腰来，他愣是不让人熬药喝。我想把那几包药拿回来，让大壮熬好了直接给杨大娘喝了。那姑娘等着，小的一会儿把药拿回来，不能让那老头把药卖了。记得要给那个老头一个教训，居然打药材的主意，敢伸手就给我狠狠揍。要是有人敢护着，马上就离开五原村，以后就算是来了清河镇，也不再踏进这个村子。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啦，我得回去跟刘大夫还有平安哥说说这事儿。懒婆娘死哪儿去了？也不知道烧盐水，是想渴死我吗？我这就去打水。真是个没用的，也不知道往家里存些水。这个挺好，让你消停2天，等小爷离开时再教训你。哎呦，什么玩意儿？哪个兔崽子？老杨头感觉到什么东西砸到自己身上，只是他一句话还没骂完，就已经闭上眼睛没了动静。大河捂着口鼻走进屋里，将枕头边上的几包药拿了起来，确定这就是自家姑娘习惯用的包药材手法之后，直接带着几包药出了杨家。刘大夫，平安哥，你说咱们之前送出去的药材有多少能进病人的肚子里？
又有多少被他们拿去换钱？姑娘，要不我去村子里转一圈？咱们之前可是散出去了15分药材。你去吧。哎，去看看吧，也好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把药材带回去没有熬。如果大部分人都没有熬药呢，我们怎么办？那咱们也别在这村子里看什么病了，直接去下一个村子，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姑娘，小的把东西带回来了。药材先放着，你再去村子里转转，看杨家这种情况，村子里有多少，一会儿回来再说。是，姑娘。平安哥，咱们今天就要离开五原村吗？唉，这谁知道呢？一会儿啊，等石头和大河回来了再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也许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姑娘，小的刚刚去暗查了之前瞧过病的15家，那几家病情重一些的都在熬药喝，只有杨大娘的药，小的刚刚已经带回来了。那几家病情不太重的并没有熬药，小的也没见那几家有熬药的意思，似乎是要再等等。倒是听到有2家打算把药材拿去换钱，而且我们还发现有人故意吃了巴豆窜稀，还有用冷水洗发的，已经有了轻微风寒症状。岂有此理！穷山恶水出刁民，一点都没错。刁民！周叔，再生气不能拿自己的手来出气不是？你看，这是不是有些肿了，还有些哆嗦呢？说好，刘大夫伤到手了，什么把脉、扎针都不行了，今天就这样呗，不诊就是了。咦，大壮说的没错，就这么办，今天就这样，不诊了。一会儿你注意在人群里看着杨大娘，如果她来了，就把药给她喝了。刘婶已经熬好了。杨大娘，你等一下。姑娘找我有事。杨大娘，这是你的药，我们给熬好了，快喝吧。可是为什么呀？村里其他人都没这么喝药的。实话跟您说了吧，看见那2个壮汉没有？他们之前在村里转悠的时候，见你家老头打人了。可怜我一个老婆子，不被家人待见，反倒是一些外人替我谋算，我这辈子也是值了。老婆子谢几位恩人活命大恩。起来吧，大娘。大娘，天黑以后你去那院子里，我给你留1碗药。我们姑娘说了，这2碗药喝下去，你的病就差不多好了，后面只能慢慢养着。唉，回去又得挨一顿打吧，反正都习惯了，打就打吧，总是不能去偷药材。让杨大娘意外的是，自己回到家已经把饭都做好了，家里的老头子还在睡觉，她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尽量不发出什么声音，直接在另一个屋子里忙活起来。你们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刘婶和香菱已经收拾完了。那好，一会儿咱们就出发去柳林村。五原村咱们也别待了，真正有病的人已经看过了，药也包给他们了，咋样还是别跟着村里人磨叽了。行，刘叔。一会儿你们先走，我和大河留下来。小丫头，你留在这里我不放心啊。是啊，小曹，你留在这里，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怎么向师傅交代？怎么向丰盛交代啊？这有什么？我和大河一起，又不是一个人。再说了，等你们离开之后，我和大河肯定藏起来了，只是看戏，能有什么危险？好半天，刘大夫还是同意兰草和大河先留下来，不过一定要尽快赶上来。刘大夫，刘大夫，哎，这走的也太突然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这眼看着天黑，也赶不到柳林村呢。村长也在呀，我来喝药。喝药？喝什么药啊？跟大夫一起的姑娘特意叮嘱我过来喝药的。哦，原来这里面的药是给你留的，那你去喝吧。我记得刘大夫他们之前不是给你抓了几包药吗？
你怎么还来这里喝药啊？刘大夫给抓的药被我家老头收起来了，他要拿去换钱，不给我治病。那个抓药的小姑娘发现了，所以重新给我熬了药放在这里。什么？那老杨头要拿着你的药去换钱，还被刘大夫的人发现了。我家老头子还逼我去向大夫们讨要人参，要是讨不到就让我去偷药材。这些刘大夫的人都知道。完了完了，杨黑山那个狗日的可真敢想啊，还要人参，他脸咋这么大呢？村长，你消消气，我没有讨要人参，也没有偷药材。去，老子找你家老头子算账去，你的药要喝了，赶紧回去吧。姑娘，小的去跟着杨大娘，之前就想教训那杨老头一顿了，又怕给大伙惹麻烦，这才给他用了迷药，暂时放过他。好，你去杨家，我跟着张村长去看看戏。你一会儿从杨家回来，咱再会合。是，姑娘小心些，咱只看热闹，别动手啊！凡事让小的来。知道了，杨大娘都走远了，你快跟上吧。村长啊，那些大夫是不是走了？是啊，走了。村长，那些人走了之后，有没有把药材留下来？如果留下的话，大伙儿一起分了，还能获些银钱呢。对，这样的话，往后咱们的日子还能宽裕一些。村长，我看那个院子已经上锁了，是不是你把那些药材给藏起来了？就是啊，村长，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那些药材可是咱们全村人的。都他妈的给老子闭嘴！好样的，原来你们都在打那些个药材的主意，都想着拿去换钱不是？好得很，五原村的脸都被你们这几个人给丢尽了。实话告诉你们，刘大夫他们带的药材是要附近好几个村子里治病用的，还想着分药材，你们咋不上天呢？别怪老子没提醒你们，那一群人可都是练武的，收拾你们跟看瓜切菜一样简单。谁他妈的想找死，只管去追，到时候回不回得来那就两说了。如果你们死了，我就把你们的家人赶出村子，五原村不留你们这种狼心狗肺的玩意儿，你们的家人也不行。张村长说着，直接一甩袖子，转身离开。要不我们去试试，如果没机会咱就回来。成，万一走了狗屎运呢，不就立马翻身了？走，怎么可得快些？你们知道他们去哪个村子了吗？似乎是柳林村。那就跟到柳林村去试试，马大山不就在那个村子吗？如果路上实在没机会，咱们就去找马大山去嘛。哼，先便宜你们一会儿。这一群王八蛋呢，我该怎么跟里长交代呀？村里人的作为肯定伤了刘大夫他们的心呢，要不然刘大夫后来也不会不出手瞧病了。真是丢人呐，丢人！姑娘，您这是？我把那几家的药材给收回来了，那些人本来问题就不大，居然还骂骂咧咧，嫌弃给他们药材少了，换不了多少钱，这不就全拿回来了。该，要不姑娘，咱们去追刘大夫他们吧，这村子待着确实没啥意思。也行，在这里我总忍不住想动手，还是走吧。对了，杨大娘那边怎么样了？那个老杨头没再打他吧？姑娘，咱们都太小看那杨大娘了，刚刚小的还没来得及出手，她就替自己出了气呢。哦，杨大娘做了什么？大河把杨家的事说了一遍。杨大娘回到家的时候，杨老头醒了，从床上下来的时候头晕没站稳，摔地上摔晕了。杨大娘去扶他起来的时候，每次都扶不住杨老头，以至于每次扶起来，杨老头就摔倒来回几次。杨老头的头被摔得血肉模糊。我跟您说，姑娘，这杨大娘绝对是故意的，
要不然不会一直照着老杨头的脑袋砸。那老杨头以后会是什么样？不会傻了吧？还是再也不会醒过来了？反正好不了就是了。杨大娘可是又把他的脑袋在地上磕了好几次。我离开的时候，那老头满脸都是血，估计傻了是最好的结局。既然杨大娘没事，那就算了，咱们走。是姑娘，也不知道刘大夫他们走到哪里了。咱们一会儿先追上的不是刘大夫，而是五原村那3个尾随过去的人。什么？居然还有人去追刘大夫了？他们想干什么？难道之前并没有吓到他们不成？或许当时让那些人老实了，但终究有人抱侥幸心理，说不定就能偷到1-2包药材呢。对于村里人来说，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那咱们得快点，可别让他们做了什么手脚。真后悔之前在五原村手下留情了。放心吧，凡是我光顾过的几户人家，不光回收了药材，还给他们留了一点东西。他可是给那几家的水缸里全都加了巴豆粉，就算是要不了命，那也不会好受到哪里。姑娘，咱这一路也没见那3人啊。这谁知道，我可是亲眼见到他们追出村子，说是找柳林村的什么人一起偷药材来着。或许他们跟咱们走的不是一条道，一会儿问问希望还有没有别的路就好了。这个也有可能，咱们明天只要看好药材就行了。哎呀，刘大夫，平安小大夫，真是失礼，没能去五原村接各位过来。哪里，我也没想到五原村的事情这么快就结束了，就不想再耽搁时间，没能事先通知柳村长，还请不要见怪才是啊。哎呦，刘大夫快坐，几位都坐。我在村子里给各位准备好了院子，都打扫干净了，一会儿在大河这里吃过饭了，我再送各位过去。还真是麻烦刘村长了，这么晚又劳你跑这一趟。哎呦，可不敢这么说，我们哪有几位大夫辛苦啊？您几位才是大善之人呢。人家刘大夫过来给大家伙瞧病，那是他人好品德高，但是咱们可不能不识抬举，贪小便宜，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别怪我出手罚你。这次谁要是敢给柳林村丢人，那就收回田地，全家赶出村子，敢把脏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直接打残，然后交给官府。要知道，刘大夫一行人出门义诊可是在县衙报备过的，回去也要汇报义诊的情况。你们一个个都把眼睛擦亮了，别往死路上撞。村长说，我们绝对不会给柳林村丢人的。谁敢乱伸手，老子第一个打折他的胳膊。刘大夫，后面那个脸色有些苍白、胳膊受伤的人是五原村的二牛，昨天傍晚跟了咱们一路。兰草忍着想要大笑的冲动，站在刘大夫的旁边，看着他故意折腾好几次，才算是把二牛的胳膊给接好。此时的二牛已经疼得险些晕了过去。姓刘的，你是不是故意的？嘿，你小子说什么呢？过河拆桥，未免来的也太快了吧？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将你胳膊恢复原样？兄弟们，给我揍他丫的！敢来咱们村子撒野，刘大夫可是咱村的贵客，那是他一个外人能够欺负的。面对恩人，可不行瞪眼睛。滚吧！多谢几位贵客对柳林村的大恩。不用，这是身为义者该做的。兰草一行人要去的最后一个村子是坡头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坡头村的病人还挺多，除了以往常见的咳嗽、腿疼等病之外，居然还有几个身上有外伤，看样子是被野兽抓伤的，而且伤口还挺深。苗老哥，这几个后生不听劝，昨天进山打猎，没猎到多少猎物，还受了伤。我们也是见村长去接几位大夫了，知道就算是受了伤也有人给治，这才想去碰碰运气。哎呀，谁能想到这才刚进山就碰到野猪群了，要不是我们几个准备的充足啊，只怕都回不来了。哎呀，疼！树啊，你看到刚刚那个姑娘没？
白白净净，圆脸大屁股，干活也麻利。娘，你儿子我都快疼死了，哪里有心思看什么姑娘呀？哎呀！你个傻小子，娘说好就是好，你可别错失了机会啊！要知道咱们村子这老光棍小光棍一大堆呢，好不容易来个漂亮可人的姑娘，还不得想办法把人留下？真的漂亮？那我再回去看一眼。你就站在人群外面看一眼就行，别往跟前凑了，免得被村里人注意到了，以后该跟你抢了。嘿嘿，娘，这姑娘儿子喜欢。行，回家找你二爷爷去，他可是咱苗家的族长，一定会给你做主的。姑娘，今天不出去消消食了？不想出去，这个村子感觉没啥好玩的。姑娘也不喜欢这村子啊？难不成刘婶也不喜欢这里？你可是知道些什么？确实有些不喜欢这里。今天老奴从今天过来帮忙的2个人那里得知，这村子里光棍极多，老的小的都有，可能是因为太穷了吧，好多人都娶不上媳妇儿。哦，然后呢？他们2个居然想让我留下来，这事儿要是让我家男人知道了，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儿。那不可能，刘叔知道了他们的想法，还不得拆了那2人的家？放心好啦。这个时候是谁来了？苗村长，这是哈哈，我们找刘大夫，这几位啊，想要谢谢刘大夫。刘大夫累了一天，这会儿已经歇下了。各位稍等，我这就进去通报一声。好。他们来干什么？不知道，大壮去喊刘大夫了。姑娘要不要出去瞧瞧？我见到人群里还有一个婆子呢，之前就见过。我出去看看。姑娘，奴婢陪你一起。你回去，我一个人就行。瞧，大河就在院门口呢，没事的。哎，你不出去是对的，这村子里的人可不如柳林村和杏花村的，你可得小心一些。就算是出门，也要让大河或者石头陪着。你们这次来有什么事儿啊？刘大夫可不认为他们过来是为了谢自己的，很明显还有别的事情。哎呀，不就是为了感谢刘大夫您，这大老远的来我们穷村子给我们瞧病吗？苗村长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心思，他是真心实意想要感谢刘大夫的。是这样的，刘大夫，你这次过来不是带了个姑娘吗？她今天碰了我们家树林。那又怎么样？你们家树林不能碰，那她今天来找我做什么？哎，刘大夫别恼，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苗家有个规矩，我们家的男儿但凡外面的女人碰一下，就要娶对方为妻的。胡说八道！苗村长，这是你的意思？这事儿老汉不知道啊。族长，来之前你也没说过要提这事儿啊。刘大夫放心好了，我家树儿对那姑娘极为满意，以后定会好好待她的。怎不见那姑娘出来啊？都是一家人，就别避着了，也让族长和几位族老相看相看。啊！哎呦，我疼死老娘了！族长啊，您要替我这孤儿寡母做主啊！哪里来的野小子，居然在我们破头村撒野，打伤我苗家族人！刘大夫，你带来的人这样无礼，你不打算管管吗？说起无礼，我看还是苗家人最无礼。你们上来就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找一姑娘的麻烦，真是不知所谓。你，刚刚他们说什么？人家姑娘碰了你的身子，碰哪里了？你来说说。我说，你说人家碰你哪儿了？居然当着我的面欺负我们苗家人，真是岂有此理！还能碰哪了？那姑娘当然是碰树林的胳膊了呗。快叫那姑娘出来，我们可都是苗家的长辈。刘大夫，既然他们这苗树林的胳膊被碰了，那不如就把他的胳膊砍了吧。砍了胳膊就没有那回事了，也不用这样攀扯人家姑娘。行啊，反正他那胳膊原本就是要废掉的，还是我给他治伤，砍就砍吧。
我只是喜欢那位姑娘，你凭什么要砍我胳膊呀？对，那姑娘也喜欢我儿子，要不然怎么会只给他包扎伤口？气死我了！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居然敢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攀扯人，真当我们当大夫的好脾气不是？姑娘，您不用动手，我会为自己出气的。我打死你个老钱婆，让你胡乱攀扯人，真当我们好欺负不是？也不看看你儿子那癞蛤蟆样子，还想攀扯姑奶奶，打死你个满嘴喷粪的老东西！别打了，别打了，刘大夫，小老儿知道今天的事情是我们苗家人做的不对，求您高抬贵手，饶过他们吧。还请刘大夫大人有大量，不要跟那对母子计较，他们都是粗人，不懂啥道理呀。苗村长，我知道你也为难，但是我也很为难呀。这些人我还真的管不住，求我没用。啊？他们不都是刘大夫您带来的吗？怎么会不听你的话呀？我只是一个大夫，还真没那么大脸面做他们的主，你们找错人了。兰草看得出来，这会儿看着也教训的差不多了。停！他们都听你的。大河，你们几个退下休息一会儿，为了那么个肮脏东西，不值当。这位小大夫，你看他们母子伤得挺重的，要不还是请刘大夫先给他们瞧瞧，毕竟流了那么多血呢。不急，还是先把之前的事情解决了再说吧，要不然我怕我们几个不能心平气和的给他们治伤，反而会让他们伤得更重。你真是这样自私的人还能当大夫吗？苗组长想要救人，最好先给我们一个交代。组长，你要为我们做主呀，不能就这样白白被他们打了。组长，这次一定要让他们赔银子，最少得5两。你看看，他们把我胳膊都打折了，哎呀，疼啊！哎呀，我的牙都被打掉了3颗。组长，让那个贱蹄子伺候老婆子养伤。不行，还有那个小的，一并带回去。我娘家侄孙还少个媳妇呢。叔公，快救救我！我的腿断了，快救我！求你手下留情。苗组长，我劝你还是先教会那婆子怎么说话再求情吧，要不然我们今天就算是把人打死了，他也是白死。叔公，别走啊，快救救我！苗组长不打算给我们一个交代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是这婆子找我过来的，真的不关我这个老头子的事儿啊。可是这事儿却是苗组长你牵头提起的，就该给我们一个交代。那，好好想想该怎么赔罪吧。如果不能让我们姑娘满意，那就只能将你们带去县衙。你可以去问问县令大人该怎么赔罪。这人就是欺软怕硬。今天要是换做其他没有一点功夫的人来这坡头村，是不是就得把姑娘留下来给苗树林当媳妇了？哎呀，完了，这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儿，如果闹到县令大人那里，只怕是不会轻易结果，只怕一顿板子是逃不过的呀。姑娘，老钱婆还是没学会说话，不如咱不管了吧，让她自生自灭好了。把上好的药材给这种人用也是浪费啊。我现在终究是救死扶伤的大夫，不能让这种人折在我手里。如果是以往，兰草或许就同意大河的做法了，但是他现在还跟在刘大夫身边，还是要顾及一些形象的。哼，真是便宜他们2个了。小草不回去吗？这2人敢欺负我们封家人，我得讨个说法。姑娘，老奴知道您心疼相离，后面的事儿就交给他们吧。费嬷嬷可是交代过的，凡事让他们出头，您看着就行。好吧，如果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就等着变成石桌这样子。说吧，你们想怎么了结这事儿？你们可要想好了再说啊！尤其是你这婆子，你今天可不止一件事儿，想给你儿子抢媳妇儿，就已经是在找死了。你还欺辱了我家姑娘，这要是让我家大爷知道了，不知道会不会带着西北战场上的那些兵踏平你破头村。要知道我家大爷可是最疼姑娘的。2位好汉，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们错了，我愿奉上苗家5亩良田当作赔礼，还望几位放过我们破头村。
我去请示一下我家姑娘。我不要那5亩地，给香梨吧，她今天也受了委屈。如果觉得这里太偏僻，可以慢慢换，能换到清河镇上附近了就行。姑娘，奴婢不能要。收下吧，每年收个租子也是可以的。你去看看那母子，别让他们耍花招。是，姑娘。当天晚上，苗族长和苗村长两人找了几个族长，把刚刚接好骨头的苗树林母子给抬回了苗氏祠堂。然后不管他们如何求饶，如何哭闹，都没有心软，在几位族老的见证下，直接将两人从族谱中除名，并且收回了他们家在村子里种的所有田地。哎，看来大伙儿都不喜欢这里啊。那行吧，吃完饭就离开。好耶，一会儿回城。姑娘，这次出门有10多天了，这一路上可还顺利啊？还算顺利。刘叔，小叔回来了吗？二爷还没有到家，想来也差不多了。老奴之前已经派马车去县学那边候着了。哦，没在家呀。要不姑娘先回院子里洗漱一下，二爷差不多要2刻钟才能回来呢，想来也是快了。2刻钟就到家了，那我先回院子里梳洗一下。姑娘，咱以后还是别出去驿站了吧，您看这才出去几天，都瘦了。嬷嬷，我哪里就瘦了？刘婶天天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呢，乡亲们也送了一些吃食，一点都没瘦。依老奴看，姑娘就是瘦了，也憔悴了不少，这几天得给姑娘好好补补。行，都听嬷嬷的，好好补补。姑娘，二爷回来了。姑娘，小叔，我回来了，开不开心？开不开心？当然开心啦！怎么样，这次出门10多天了，还好吗？下乡义诊跟医馆里有什么不同？有没有被人欺负啊？小叔，我跟你说，这义诊跟在医馆里还真是不一样。这次真是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那些真正病重的人家见到我们去了，真的是千恩万谢，心里记得我们的好。还有些人家说起来都生气，宁愿看着家里人病得越来越重，也不把我们送去的药材熬了给家人喝，而是想着拿去换银子。还有更过分的，居然想要尾随我们偷药材，不过都被收拾了一顿。听说是承他们去做苦力了。丰盛这会儿也听得津津有味，尤其在听说了坡头村的那个苗老太母子俩那么恶毒，不光把主意打到香梨身上，竟然还动自家小丫头的歪心思，他脸上已经阴沉下来。只是这会儿还在小丫头的院子里，他还得忍着。丫头，我先回去洗漱一下，一会儿咱们一起用晚饭。刘管家已经让大厨房准备了许多好吃的。小叔快去吧，一会儿饭好了我去喊你。二爷，您回来了，热水已经烧好了，您现在可要洗漱？先不洗澡。叔叔，你们在坡头村发生了什么事？你们2个怎么处理这事儿的？二爷，我们将那苗树林狠揍了一顿，而且还在那2人的身上留了暗记，他们活不了多久的。处理这2人时，我们都想过了，不能当场杀了他们，免得坏了姑娘的名声。毕竟姑娘当时可是医馆的人，还是等我们离开一段时间，那对母子发病就是了。往后他们会生不如死的。既然这样，那就饶了你们一回，以后可要护好姑娘。姑娘，奴婢回来了。飞月，你可算是回来了，可担心死我了，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姑娘不必担心，奴婢一切都好，事情也办得很顺利。怎么样，你这次累坏了吧？累倒是不累，就是有些冷。奴婢回来这一路，从北到南几乎都在下雪，咱们这里还好一些，往北走，许多人家的房屋都被大雪压塌了。这么严重，房子都塌了？是啊，咱们这边还好一些，主要是北边几个府全都遭受了这场雪灾。各地官府应该会解决这事儿的吧，百姓不至于受太多苦。就算是官府的反应速度再快，
赈灾的物品都总没有那么快送到百姓的手里的，他们现在还是需要防寒保暖的物品。各家的粮食虽然能挖出来，不过也是一个大缺口。这样啊，奴婢已经给京城那边传信了，主上会想办法解决这事儿的。想必他现在已经让人在处理了。北方下了那么大的雪，也不知道要冻死多少人呢。我也为他们做些什么。可是姑娘，以咱们封家的实力，施个粥还行，其他的肯定不太方便吧？我是说我，不是封家。姑娘，您需要奴婢做什么？飞月，我能相信你吗？少主，奴婢在您来之前就被主上交代过，以后生死都是少主的人，只听令少主一人。那行，我现在说说我的想法，你看看可不可行？少主，您说。我这里有粮食、药材，还有酒。至于保暖的东西，确实没有多少，只有一些以往打猎弄的皮子，也不算多。这些东西如果送到百姓手里，或许能帮助他们一样。只是我不想这事儿引人注意，免得给大叔他们招祸。少主，国师府其实在各地都隐藏有物资，为的就是应对这种突然出现的天灾人祸。这些事也是主上亲自出手安排的，而且咱们县城就有一个藏物资的地方。真的？咱们县城就有？在哪里？说起那个地方，姑娘您一点都不陌生，正是您之前住的那座山上，这也是奴婢知道的唯一一个藏物资的地方。什么？在山上？山上哪里呀？想来主上之前就猜到姑娘会有用到的这一天，所以才会提前告知奴婢地点。果然少主和主上同出一脉，都是有神通之人，要不然那些东西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在山上什么位置吗？那些东西放到哪里？然后呢？怎么送到受难的百姓手里？奴婢只知道每次有灾难之时，国师府会从各地调拨物资过去，那些物资想必就是之前存放的。主上说那个位置您是知道的，他说就是房子那里。哦，房子那里？我在山上的院子之前被李家人毁了一次，后来重建的时候并没有听说发现什么机关暗室什么的，怎么就在那里呢？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回山上一趟，早些把东西送过去，也好早些送到受灾百姓手里。那奴婢让外面准备个马车，给您弄暖和一些。既然北方遭遇了雪灾，那西北现在怎么样了？那里今年的雪是不是也特别大？你有那边的消息没有？姑娘想的没错，西北今年的风雪特别大，近10年来都没有这么大的风雪呢。还真的是，那大树该冻坏了，他们是不是也没有吃的了？姑娘，您别吓唬自己，西北那边虽然风雪大了一些，但是这个时候敌人也不会冒着风雪进犯，他们反而能稍微舒缓一些。再说了，京城那边时有调动粮草过去，他们不会饿着冻着的。不行，我不放心，得安排咱们自己人给大叔送些过去。都听姑娘的，要不等咱从山上回来了，您让奴婢去送。他的心里是担心丰年的，所以想趁机过去看看。好，你到时候一定要多给大叔带些东西。兰草一直在思索自家院子里什么地方可藏大量粮食。院子里？不对呀，院子的犄角旮旯我都清楚，没发现有可以藏东西的地方呀。难不成是后面温泉洞里？不能啊，那里有水，怎么能存放粮食？到底在哪里呢？姑娘，您在找什么呀？我也不知道。那我到底是帮不帮姑娘找啊？可我又不知道要找什么。对了，大河，之前翻修这院子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特别的地方？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没有发现很大的空间或者机关？没有，当时翻修这里的时候一切如常，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
如果有发现，小的当时就会报给姑娘的。那我们要找的地方在哪里？这奴婢也不知道，当时主上只说在房子里。姑娘，咱们会不会是找错了？会不会不是咱们家的房子呢？不会吧，这山里还有房子，我之前也来过这里，没发现啊。我知道一个地方，就是这里，一定是在这里。主上说的果然没错，他一定知道你以后会用到这里的。或许吧，毕竟他可是国师。姑娘，这里没有问题，您看。你先出去吧，剩下的事你不用管。是，少主。兰草目送着斐月退出山洞，他这才挥手将自己空间里的东西、粮食、药材、皮毛分出来一半，放在山洞里。兰草转身出了山洞。已经完事了，我们走吧。北月，你什么时候联系国师府的人？要快一些。姑娘放心吧，奴婢刚刚已经放信号了，他们今天晚上就能赶到来。已经放信号了？那些人晚上真的能到山上？他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弄走？少主放心好了，这里既然是主上暂存物资的地方，也是有人暗中守着的。至于怎么把粮食弄出去，他们自然有方法。哦，那就好。粮食送到地方，给我回一声。是，少主。北月，我还打算往西北送一批粮食和药材，以及御寒的东西。虽说李管家前些日子给大叔送了些东西，但是我怕他会将东西分发下去，到时候自己也不剩什么了。这事儿少主只管把东西准备好就行，明天回到县城我们准备一下，后天就出发。你真的要去西北？可是你才刚从北边回来，再说家里还有不少护卫呢，这眼看着再过1个多月就要过年了，你这……姑娘，这是我想去的。可是我怕累着你，毕竟你去北方就花了2个月时间，你这样再去一趟西北，等回来的时候都开春了。姑娘，有我在，那些东西还能早些送到西北去，如果让家里的护卫送，只怕过完年才能送到。其实我倒是想和你一起去西北，把那些东西直接送给大叔。姑娘，再过几年您再去，那时候大伙儿都放心。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我要把东西放到哪里？总不能再找个山洞吧？我们在县城有个威武镖局，镖局有个极大的库房，那里可以放东西，都是自己人。那行，明天回去了，咱们直接去威武镖局。成，明天先去威武镖局。行，今天累了一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是。大河，我之前让你托李管事准备御寒的棉衣棉被之类的，有消息了没有？灰姑娘，李管事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他原本就备的有，昨夜又连夜买进了一批。那就好，明天回去之后让他把东西送到威武镖局。是，姑娘。第二天一早，兰草几人半下午时就回到了城里。姑娘，奴婢在外面守着，这里面是空的。好。兰草没有在库房里多待，放下东西就直接离开。姑娘，我们明日一早就出发，就不跟您道别了，大概年后再回来。行，我这里有个包袱，你帮我交给大叔，这是我专门给他准备的。我给大叔的信也在包袱里面，看了我和这个小一些的是给你准备的，里面是一些常用的药丸，都是我自己做的，您路上小心。多谢姑娘，如果姑娘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去找镖局的聂镖头，他知道您就是少主，会替您解决的。我知道了，你快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我让刘婶和费嬷嬷给你准备了几套厚棉衣，记得带上。第二天，斐月天不亮就离开了县城。嘿嘿，哥哥，你怎么回来了？太好了，我好想你。哥哥回来你开不开心？当然开心，上次在府城只是匆匆见了一面，
这一分开就是1年，我当然想哥哥了。天都快黑了，小叔怎么还不回来？要不要出去迎一下？小叔今天不回来，明天谢学那边放了假才能回来，到时候家里派马车过去接他。小叔今天不回来啊？那行吧，明天我想去接他。行呀，我还从来没去接过小叔呢，明天咱俩一起。嘘，小白回来了，那祖宗回来了。大白，你快管管小白啊！姑娘，大少爷这样没事吗？没事，小白已经1年多没见到哥哥了，让他们玩一会儿。再说了，我也想看看哥哥这1年来练功有没有偷懒。小白，你别追了，咱俩停下来唠唠。我可是给你带了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呢。大白，你快管管他呀！瞧见没有？你家大少爷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有力气说话呢。小丫头，你刚刚看戏很开心吧？咦，哥哥你看呀，你这1年都没回来，小白他见到你太过兴奋，我也拦不住不是？要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想你呢。嘿嘿，这次算你蒙混过关。你快让小白去别的地方玩，他守在树底下，我也没法下去不是？嘿，哥哥，你这个样子会让小白很伤心的。这祖宗可算是离开了。第二天一早，丰叔睡得迷迷糊糊，还没起床，就听到院子里传来说话的声音。来宝，让他们小声点儿。少爷，要不您还是起床吧，这时间不早了。不起，别吵我。哥哥一直都这样，起床这么难？姑娘误会了，少爷他不是这样的，以往都是起得很早，这不是最近一直赶路，少爷累得很了才这样的吗？不过这个时候也该起了，刘婶已经把早饭准备好了，你去叫哥哥起床，要不然我就放小白了。快把我衣裳拿来，可不能让小草把那个小祖宗给放出来。哥哥，明天小叔也会参加晨练，哥哥最好还是守时一些，万一迟到了，我怕他会跟你比划几招。小叔他今天什么时辰回来？也不知道今天这事被他知道，会不会收拾我？傍晚就回来，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接他，给小叔一个惊喜。以前倒是从这里路过，从来没进去过，没想到小叔会在这里读书，这里还挺气派的。这有什么？哥哥年后可是要去大名鼎鼎的白山书院读书的，白山书院不知道比这里气派多少倍呢，听说可是占据了一整个山头呢。那倒也是，不过这还是要多谢小叔愿意推荐我过去。原本父亲打算让我继续在府城的学堂读书的，后来听说有个白山书院的名额，二话不说就把我打包送了出来。小叔还是疼哥哥的，只可惜只有1个名额，要不然我和小叔一起去读书该多好。小叔原本就有冯先生的教导，别看现在虽然距离有些远，但是冯先生每个月都差人送新的功课过来，同时还有对于上个月一些问题的解答，再加上现学这里的学业，小叔现在就挺好。确实，有冯先生的教导，不去白山书院也可以。丰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昨天回来的，知道今天现学放假，就来接你了，顺便给你个惊喜。怎么样，赶了多久的路啊？谁护送你回来的？我这次回来带了秦川和来宝，父亲和万管家分别派了几个护卫，有他们在，路上没受罪。这还差不多，回头让石头和大河把你带的护卫调教调教，以后再出门我也能放心一些。成啊，那就交给他们调教调教，反正年后我还要出门呢。还有你，看起来虽然壮实了一些，但是到底子弱，明天开始一起晨练。知道了，小丫头今早就说起过，我不会偷懒的。嚯，刘婶今天做了这么多好吃的，难得在家凑了3个主子，刘婶可不得好好乐一手，她也高兴不是？我也好久没吃到刘婶做的菜了，想得紧。走吧，
我们去后院走走，消消食。我已经从威武镖局那里得到消息，北岳已经把那些棉衣和粮食全都送到大叔手上了。这下我们就不用担心他在西北那里挨冻挨饿了。真的？那可太好了。接着兰草又说了他听到的另一件事，就是北方雪灾之后，那些落难的百姓还是急需药材和粮食的。咱们不是有个庄子专门种药材的，要不让他们把药材送来，我们也好送到北边去，也算是为百姓们多做一些事情。这事儿我再好好想想。庄子上倒是存了一些药材，只是那些药材都是有用的，我怕咱们现在把那些挪用了，等到真的要用的那一天，自家人会受到掣肘。教叔，庄子上的药材不能动也无所谓，我那里倒是还有一些可以送去北边的。家里之前发生过什么？对啊，我也想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以后做事的时候能多想想。这事儿我也是听大哥说起过，前些年封家没有出事时，家里的男人带着亲卫都在西北打仗，也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那年的粮草极其艰难，迟迟送不过去。后来爹想方设法的在周边几个县城讨要了一些粮食，但是药材却没法弄来。你们的唐伯，也就是我堂哥丰富，就是那个时候因为缺少药材受伤之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死在西北的。从那以后，封家才陆续在各地买庄子，种粮食，种药材，为的就是不让当年的事情再发生。朝廷的粮草和药材送不过去时，自家好歹能补上一些。知道齐大夫为什么10年如一日的给你瞧病吗？他们医馆的药材大多数都来自咱家那个庄子，比其他人提供给他的药材便宜很多，这也算是互惠互利了。你也如大哥期望的那样健康起来了，只不过齐大夫现在娶了乔家女，乔家也是经营药材的，想必以后需要咱家庄子上提供的药材也会少一些。现在大哥去了西北，我不希望你们唐伯的事情发生在大哥身上。爹他老了，现在还留在京城养病，咱们几个又太小，还没有成长起来，家里现在只有大哥还在苦苦支撑着，所以庄子上的药材我不同意送去北边。我不要大叔有事，不要大叔受伤生病，更不要大叔丢下我们。好啦，别哭了，乖啊，大哥会没事的。你之前不是还送了许多粮食和药材给大哥吗？他不会有事的。你要知道现在的大哥可比你唐伯厉害多了，他也不会受伤的，放心啊。好了，小草别哭了，哥哥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其实我这里还有药材，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见白姨，一面没想到那个庄子那么重要。你想见白霜，怎么不直接说？说起来，我也是近2年没有见过白姨了。如果去书院之前能见她一面就好了。你想见白霜直说就是，干啥绕弯子呀？我刚刚是不是吓到你了？乖啊，小叔知道错了。我以前跟你说过想见白姨，你都拒绝了。我只要知道她过得好不好。好，都是我的错。既然你想见，那就见就好了。现在离过年还有几天，那就让他回来陪你们过年，好不好？知道，我能见白姨了。太好了，去书院之前见白姨一面也挺好的。得到丰盛肯定的回答，两人一下子就欢喜起来。特别是兰草，由于太过激动，直接破涕而笑，一个鼻涕泡便从他的鼻头冒了出来。兰草被自己的鼻涕泡给弄得羞愧难当。我去让人给白霜传信，让他回来陪你们过年。我去看看秦帅回来了没有。居然还偷偷笑话我。小白大白来活啦。小白，我今天没有招惹你吧？不是都和好了吗？怎么又追我？小叔也被追了。
这会不会是那根小豆芽干的？就算是两人都猜到是我干的，那又怎么样？姑娘，白霜回来了，正在前院。真的？那可太好了，让刘叔给他安排个住处。姑娘，白霜似乎有些不太好。请大夫了没有？现在人在哪里啊？去请大夫了，白霜这会儿在前院，小的怕出什么事儿，才过来告诉姑娘和大少爷一声。走，我们去前院看看。白霜一脸苍白的躺在床上。你不是就懂医理吗？怎么会发现不了自己有2个月的身孕，还让自己动了胎气？好在胎儿没事，要不然呢，可遭了大罪了。媳妇儿，孩子没事。大夫说孩子没事。大夫，我媳妇儿动了胎气，你快开个方子。哥哥，你和小叔陪平安哥喝杯茶，我去取药。白姨，我们不知道你有了身孕，要不然也不会写信让你回来的。少爷，奴婢也想回来看看您和姑娘，见到你们都好好的，奴婢也就放心了。至于有身孕的事情，我一早就知道的，是我想回见你们，少爷不用自责。是啊，大少爷，这事儿我们一早就知道，原本也做好了准备，没想到回来之后还是惊扰了几位主子。这位少爷，这是我男人苏大义，也是我们那个庄子的庄头。苏庄头，以后对我白姨好些，要不然我可不依。大少爷放心，小的一定会对双儿好的。少爷，您这2年在秦家过得怎么样？奴婢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呢。白姨，你就放心吧，我可是秦家名副其实的2少爷，过得滋润着呢。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就知道了。看样子少爷还真是长高了不少，也壮实了一些，就连性格都开朗了不少。对了，白姨，你在庄子上过得怎么样？说来还要多谢二爷，当初如果不是他出手，我也不会有现在如此自在的日子。每天在庄子上看一下那些草药的长势，然后就是专心做些药膏、药粉或者药丸，这些都是我喜欢的。而且现在我也有了家，有了孩子，以后的日子不会难过的。白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来，先喝杯水暖暖。哎呦，怎么能让姑娘跟奴婢端茶倒水呢？这哪里是姑娘干的活啊？这有什么？一杯水而已。白姨快喝，水温刚刚好。白姨在庄子上是不是很辛苦啊？不辛苦的，那个庄子上种的全是药材，我只要把泡制好的药材做成药丸、药膏或者药粉就行了。我在那里还带了2个徒弟，有什么琐碎的事情都是他俩在干，一点都不累。只不过白姨还是要小心一些，您现在怀有身孕，还是少接触药材为好。姑娘现在懂得可真多，你连这个都知道啊？白姨不知道了吧？小丫头现在可是在齐大夫的医馆里学医呢，现在她专门负责给病人抓药。听平安说，自从她开始抓药以来，从来没有出过错呢。真的？小草，你已经这么厉害了？是呀，我想学了医之后，以后能帮到大叔一些。好，在医馆好好学，你大叔能用得上的。小叔哥哥，你们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这秦家又闹什么幺蛾子了？气死我了！父亲也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居然留了一个心大的下人守院子，结果那个不长眼的东西居然带着家人搬进我以前住的院子里，真是岂有此理！消消气，那家人不是已经让秦川给拖去卖了吗？别气了。秦管事回来了，脸色有些不好，说是这次的事情出了些岔子。去把他叫进来，到底出了什么岔子？我之前已经写信把老宅的事情告诉父亲了，难不成还有什么变动不成？兰草见状直接起身离开，他哪里看不出来来宝刚刚的犹豫，况且他原本就对秦家的事情不感兴趣。出了什么事啊？回禀大少爷、二少爷，小的确实把那2家人卖给了城里的魏婆子，小的才刚离开，那2家人转眼就被人买走了。
不是说让送去挖矿吗？这么快就被人买走了？什么人买走的？小的一路跟踪那伙人，发现他们径直出城，去了城外一处庄子。城外的庄子？我从来不知道秦家还有这么厉害的下人，看来这事儿得查清楚才行。那魏婆子知道是什么人买的吗？小的又回去问过魏婆子，那婆子说是那人出了3倍的银子把人给买下来的。哼，挺大的手笔啊，居然出了3倍的银子。之前让你们抄了那2家，可抄出来什么东西？800两银子，还有一些摆件。什么？800两？800两够我们在县城买几座院子了吧？不对，肯定不止800两，他们还吞下了别的，要不然怎么让别人救他们？你打算怎么办？就让他们这么逃脱，我实在不甘心。不行，得把我们家的东西拿回来，不能被这些下人给吞了。大哥，你要帮我。不是我说你，你手底下这些人真是该好好练练。就算是万管家给的那个也不行，以后重新给你安排人。今天其他的事情，让秦川带石头他们过去守着庄子，不能放跑了他们。我就知道大哥不会看着我为难的。兰草在书房里听着隔壁几人的对话，便有些坐不住了。哎呦，我好想跟着石头他们去庄子上看看，看看秦家那些下人在耍什么花招，居然让那些已经卖了的人怎么又重获自由了。他打算先斩后奏，先出去再回来跟丰盛说。当然他怕丰盛和丰收着急，他还好心的在书房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姑娘，您这是要去哪里啊？等会儿跟着石头他们就行了，有戏看。二爷和大少爷知道您要出去吗？他们知道，我留了纸条的。大白、大河骑马，兰草骑羊，两人很快便朝着石头几人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你有没有听到小丫头在喊大白啊？有吗？可能是那个家伙又闯祸了吧。这几天2只羊过分的很呢。或许吧，大白这几天确实挺闹腾的。对了，你别光想着数落别人，还是好好想想在秦家多培养几个心腹，毕竟那以后可都是你的家业。大哥说的对，我才回到秦家2年，平时大多时间在学堂读书，身边也就那么几个人，除了来宝和秦川，还真没什么人使唤。加上大管家这次安排的2个护卫，我也就只有这几个人使唤了。至于院子里的粗使婆子，也只能干些杂活。要不你去人牙子那里买几个人，我让石头和费嬷嬷他们给你调教调教，年后去荣城市带上，用着也顺手一些。大哥不能挑好了给我吗？这事儿还是你自己来吧，咱们都要长大的。我不想你以后见到那几个人觉得是我放在你身边的。不会的，大哥。今天天气也不错，你一会儿和来宝去人牙子那里看看吧，挑几个人回来。要知道费嬷嬷可是皇宫里出来的，请她调教人，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真的？那我一会儿就带着来宝出去买人。哼，算你机灵，我先去给费嬷嬷说说好话，要不然人家还不乐意搭理你呢。丰收一人在屋里思索了一会儿，便乐呵呵的带着来宝出了门。他们2个谁都没有进书房，因此并没有看到兰草留下的纸条。姑娘，那些人也太过分了，居然明目张胆的在一起庆祝。这些人刚刚逃出来就开始庆祝重获自由了，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居然这么明目张胆。还是说他们完全没把秦家2位少爷看在眼里？小的刚刚过去看了，除了上午刚刚过来的那些人，这里还有10来号人，都是他们买来的下人，就是这些人把他们从魏婆子手里赎出来的，真是过分。他们一来到庄子上就过上了使奴换婢的日子，完全没有一点下人样。就算这会儿再生气，可是这些人的卖身契不在秦家的手里了，一时还真的没法动他们呢。谁说卖身契没了就不能再签了？反正他们也是秦家的罪奴，再签一次卖身契也没什么的。哎，来，咱们再干一杯，庆祝咱们重见天日。对，是得好好干一杯。昨天呢，可把我给吓死了。多亏大伯事先做了准备，要不然咱们只怕是真的要被魏婆子卖到哪个矿上去出苦力了，死都回不来。
哎呀，谁能想到秦家那2个小杂种会回老宅呀？这要是过完年再回来，说不定咱们2兄弟还能再捞一笔呢。二叔别生气了，反正秦家老宅现在也只剩一个空壳子了，仅剩的那几间铺子也欠了外面的许多账，留着呢也烫手，现在就挺好。哎呀，老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像我们兄弟2人，自父亲那一辈开始就在秦家兢兢业业，这么多年过去了，那2个不知感恩的东西居然想卖我们去挖矿，老子不甘心呢。2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谁能想到他们的心那么黑，对我们这样的老子居然下这样的重手？嗨，谁说不是呢？当年可是我们的爷爷陪着老太爷走南闯北的，陪着老太爷吃了那么多的苦，那姓秦的居然刘爹和大伯在老宅看家，这就是我最不服的地方。凭什么把我们一家留在老宅，剩下的那些只会溜须拍马的小人却被带去了府城享福了？还有那2个小子，人不大，胆子不小，二话不说就将我们绑了，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哎，爹，您消消气，儿子不是已经打发人去准备了吗？一定找机会给咱们报仇。姓秦的不让我们好过，那他们家也别过了。不就是2个小子吗？有的是办法收拾他们。幸亏去年老爷整顿秦家时，咱们跟那魏婆子打过交道，都是熟人，要不然他也不会轻易让咱们的人把咱们一家买回来，这想想就来气。哎呀，这一次可把家里人吓得不行啊，家里几个小的都有些发热了。不行，咱们绝对不能咽下这口气。大哥，你准备变卖这个庄子，我安排人去城里探探，找机会给那2个小的来个狠的，咱们一家人不能白白受苦。二叔说的没错，咱们李家现在的产业也不少了，回到老家绝对能当个大地主，还能盼了2个毛头小子不成？就这么干，不能让家里人跟着受这委屈。他们家的其他人呢？剩下的都是女眷和孩子，在西厢房摆了2桌，正吃喝着呢。那你呀，你知道的，这里交给你了。是姑娘，您就看好吧。自从老太爷和老夫人走了之后，这秦家是越来越不像样了，居然连2个小的都敢欺负咱们这些人，老婆子我心寒呐。娘您消消气啊，好在大哥和夫君事先做了准备，现在咱们一家人也算是团圆了，应该高兴才是。对呀，娘，夫君可是说了，等咱们一家离开了这里，就回乡买个几百亩地，再买几间铺子，您就在家里当老夫人好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这次除了我这个老婆子，其他人都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咽不下这口气。放心吧，娘，夫君不会看着我们这样被人欺负的。也幸亏您老人家这2年一直住在庄子上，要不然那得多让人心疼啊。兰草听着这些人厚颜无耻的话，越想越生气。这一家子没有一个好人，家里的女眷个个也都想着报复丰盛和丰收2人。兰草也不等石头他们过来，又掏出一小包迷药撒了下去。好好睡一觉吧，梦里啥都有，醒来你们还是秦家下人。姑娘，小的检查过了，人已经全部迷倒了，他们也重新签了卖身契。还是先把这庄子搜一遍，我倒是想知道这李家兄弟2个究竟贪了多少。是，姑娘。小叔，出事了，那丫头跑出去了。你说什么？小草跑出去了？她去哪里了？你看看，这是她留在我书房的信，只是当时我急着出去买人，竟然就错过了。她跟着石头他们跑出去了。放心吧，有石头在，那丫头不会有事儿的。可是石头那些人忙着处理秦家的那些人，哪里有功夫照顾小草？她就这样跟出去，不会有事吧？行了，不用在这里猜测了。我们既然知道她出城了，咱们便出去迎迎。他们一行人才刚刚出城，迎面就见到兰草他们已经骑马回来了。说是少爷，这些都是我们从庄子上搜出来的，还有好几间铺子的房契，以及那个庄子的地契。那些人的卖身契也在这里。这些人真是该死！少爷，这些下人怎么处理？这些人还安排了人想要报复2位少爷，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好过了。
全部灌了哑药，卖去最苦的矿场，这辈子都不用回来了。偷偷溜去庄子上，很好玩吗？不知道我和风叔会担心你？嘿嘿，小叔，我这不是气不过那些刁奴吗？敢那么样欺负哥哥，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在庄子上逍遥？既然这么说，那就先放过你。不过算你还知道轻重，知道带上大河一起。那当然，我怎么可能一个人出去冒险，让小叔担心呢？气死我了！那些人居然贪墨了这么多东西，再这样下去，秦家早晚要被他们给搬空了。别气了，这些人也处理了，东西也收回了，回去写信告诉父亲一声，以后也不能太放纵下人了。以后坚决不能这样放纵那些下人。姑娘、二爷、大少爷，什么事？大爷，什么？是大叔回来了吗？爹！大爷派人回来了。你真够可以的，关键时候偏偏被呛到了。李二叔，是你啊？我爹呢？对呀，李二叔，我大叔呢？不是说他回来了吗？大爷在西北啊，这次是小的带队回来的，专程回来送年礼。不是说大叔回来了吗？你这丫头别难过了哈，刚刚大河一句话没说完，就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然后咳个不停。大哥真的没回来。居然是这样。姑娘，小的这么有意的，倒是一句话没说，就直这样的咳嗽，害得主子难过，您发小的吧？还请二爷、少爷和姑娘放心，小的离开的时候，飞玉姑娘已经到了，几位主子让她带过去那么多东西，大爷有她照顾，一定没事的。李二叔，过2年我就去西北看大叔。不行，你太小了，不能去西北，就算是要去，也要等我一起啊。你去读你的书，眼馋什么？可是我也想爹。小叔，你和小草等我回来好不好？你跟小草比什么？再过2年他去西北，我是不怎么担心，但是你嘛……你什么意思啊？风声也不说话，就那么笑看着丰收，那意思不言而喻了。姑娘长大以后再去西北，那时候大爷在那里也有了根基，一定能护姑娘周全的。为了不让兰草继续这个要命的话题，李老二把视线投到了丰收身上。少爷这是要去哪里读书啊？我去荣城白山书院，之前给爹写信告知他了，可能你离开的时候信还没送去。荣城白山书院，那很远呢。是啊，不过我想去那里读书，那里比我在府城要更合适一些。那行，既然是这样，小的到时候绕路护送少爷去荣城。这小草已经给我安排了威武镖局护送。无妨，一道也可以，回去以后给大爷有个交代。这样也好，大家都能放心一些。白姨，你瞧，我脚上穿的就是你给我做的鞋子，很合脚呢。姑娘喜欢就好，我也在心里想着，姑娘一点点长大了，鞋子也是根据我想象做的大小，合脚就好。白姨，我还是想听你叫我一声小草。小草。白姨。二爷，白霜不会留在这里吧？不会，庄子上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做，他留在县城有些大材小用了，而且我也怕他继续去陈家。哎，那就好啊。小草不哭啊，哥哥去读书是好事，以后哥哥当了大官就能保护你了。好，哥哥以后一定能当大官的。你在家要照顾好自己，我知道你功夫厉害，不过还是不要去凶险的地方，不要主动招惹是非，要欢欢喜喜的过日子。我都记下了，哥哥，不惹是非，勤练武，天天欢喜的。小叔、小草，我走了，你们保重。哥哥，到了荣城，好好照顾自己。去书院的时候，带上那个身手最好的护卫当小厮。小叔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小草，乖啊，哥哥是去读书的，是好事，你不难过哈。
不哭啊，过2年我就回来看你们。我也可以去看哥哥的，哥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读书。去吧，都等你呢。丫头乖啊，哥哥到了会给你写信的。哥哥又走了。没事哈，有小叔陪着你呢。丰收也说了，他会回来看你的。可是他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被人欺负了，怎么办？以前哥哥都有大叔护着的，现在只能一个人了。或许是因为丰收离开的原因，兰草一路上都有些提不起精神，一回到院子里就把自己给关进了书房里。他这个样子可把香梨和费嬷嬷他们给急坏了，只能去找丰盛来想办法。小草，开门！你怎么把门给关上了？丫头，我带你去外面看戏可好？你不是最喜欢看戏了吗？小叔，你怎么不回自己院子啊？咋又想起看戏啦？前几天不是才看过吗？你刚刚在里面雕刻呢。对啊，既然哥哥已经离开了，那我就得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情，雕刻能让我心静。好了，既然你没事，我也回去了，准备收拾一下行李。小叔要收拾行李，是要去献学了吗？是啊，后天就要去了啊。不过你不用难过，我就在县城里，10天就能回来一次。我知道的，小叔不用担心。你去献学之后，我也要去医馆了。你这样想我就放心了，在家里也别累着自己，该玩就玩。隔日，丰盛返回献血。好在将军身上穿有护甲，那箭射的并不深，只不过箭头上面抹了毒药。好在腐肉已经挖去了，暂时不会有事儿。老朽还要回去研制解药才行。怎么是你？别说话了，先把药喝了。好，这药可太苦了。哎，对了，你怎么过来了呀？你先别管我，你这边是什么情况？后背中箭，难不成是自己人下的手？这次的事情蹊跷得很，8成是自己人下的手。我已经让人去查了。刚刚大夫说这箭头上有毒，他还要研制解药。这是临走时姑娘给的解毒丸，你快吃下去。我这里有，现在不急着吃，等出了军营再说。可是你中毒了，现在不赶紧解毒怎么行啊？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万一中毒太深伤到身体怎么办？放心吧，我自有打算。哎呀，真是气死我了！不管了。粉月被这样的丰年给气得不行，一跺脚直接出去了。冯副将，你感觉怎么样了？听人说你受伤了，还中了毒。段将军啊，末将确实是中了毒，大夫正在研究解药呢。什么？现在研究解药？难道你中的是什么稀奇毒药不成？不清楚是什么毒。这是哪个王八羔子射出来的箭？居然还淬了毒！别让老子逮到，老子活剐了他！对了，你跟前伺候的人呢？就这样让你一个人趴在榻上？一个出去找那个放冷箭的狂徒，另一个出去打水了。哎，那你好生歇着，这次估计得休养一段时间，先把毒解了再说吧。将军，我想回城休养，顺便在城里看看有没有人能够解了我这毒。行，你回去养伤也好，这营里总是不清静，我们找到下黑手的人，自然会为你讨回公道的。丰年点点头，谢过段将军，然后目送对方离开。你怎么放心把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万一那个人就是幕后之人，你岂不是很危险？不是姓段的，他还指望着我在前面冲锋陷阵，为他争夺军功呢。你还是得小心一些。你先帮我收拾东西，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好。你真要回城去养伤？绯月以为丰年会留在军营里，找到朝他下手的人。你别想着我能离开军营会很容易，估计那些人一击不死，还要再来一次。你安心养着，一切有我呢，不会让你有事的。张亮，准备一辆马车，我们回城去找大夫解毒。是，将军。我倒是要看看这次是什么魑魅魍魉要对我下手。你这人可真是的，
出了军营就不老实，不知道自己还受着伤呢。这对我来说，或许是个机会。你想怎么做？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由明转暗，找出幕后黑手。如果能找到当年朝我封家出事的真相的话，那就更好了。我会将当年的一切都还回去的。这事回去再说。姑娘，镖局那边带来了消息。有说什么事吗？是不是哥哥那边出事了？来人没有说，只是交给了小的一封信。当他拆开信之后，上面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归期有变，不日并派护卫上门。聂。现在信里提到归期有变，也不知道是不是西北那边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大叔在西北出事了？不行，我得去镖局一趟，这事得问明白。少主，您怎么来了？我这里正在挑人呢。北岳那边可是出了什么事？我只收到一封信，有些不放心，过来问问。飞统领那边出了什么事儿，我这边是真不知道，只收到消息，暂时先安排个人过去护着你。连你也不知道？少主，如果你想知道西北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卑职可以传信过去，让人查探的。您不用胡思乱想。那行，你一会儿就传信出去，尽量弄清楚绯月和我大叔那边究竟出了什么事，要不然我这心里总不踏实。既然姑娘来了，要不就把人带回去吧，您亲自挑一个合心意的。不用了吧？要的，您身边虽说有大河在，但是他的武功值终究逊色一些，万一遇到什么事儿还是有些不够。再说了，他终究是个男子，很多时候也很不方便。那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就选一个。不过我得让大河时常过来打扰聂镖头，你给指点指点。这有什么不行的？大河兄弟以后尽管过来，镖局的兄弟们每天都有很长时间在练功。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玲珑，今年16，擅长跟踪和暗杀。他小时候遭遇了一场火灾，半边脸都被毁了，嗓子也沙哑成这样，平时极少说话。就他吧。您真的不打算再考虑考虑了？毕竟还有其他人呢。不了，就选玲珑。那行，既然这样，玲珑今天就跟着您回去吧。是，拜见主人。快起来吧，你去收拾一下，一会儿跟我一起回去。主人，可是吓到您了，卑职以后把面具戴上。没事，我就是想看看你脸上的伤有没有可能治好。毕竟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医馆里学医。多谢主人关心，卑职这伤已经10多年了，早已经习惯了。这些以后再说，你去收拾行李，我马上就要离开了。空间里爷爷留下的各种医书，各种稀奇古怪的药丸，还有神奇的清泉水，说不定我真的有机会把玲珑的伤疤给治好。是，卑职这就去取行李。大河，玲珑是我的新护卫，面容有些受损，你不要太过惊讶。是，姑娘。主人。行，收拾好了我们就离开。主子，你怎么亲自来了？原本还打算今天把消息带回去呢。看样子是西北那边有消息了，而且消息并不是太坏。这是我收到的信，您瞧瞧。大叔竟然中了毒箭。姑娘，你看这里，这信上还隐藏着一条消息。毒解了？是啊，毒已经解了，可能是没找到幕后之人，所以并没有在信里写明，只能这样隐晦地告知我们了。那可太好了，真是可恶，不知道是谁在大叔背后射那一箭，逮到人一定要把他射成筛子。至于是谁下的手，还有幕后之人是谁，相信丰年和飞统领很快就能查出来的。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对大叔下手？大叔明明在西北奋勇杀敌，在保护大众。这可说不好，有可能下手之人本来就是敌方的，也有可能是有人眼红丰年太过勇猛，挡了某些人的道，还有可能就是单纯眼红丰年功劳太多。我都想去西北抓住这幕后之人，狠狠揍一顿谢饭。少主，您可不能一时冲动去西北啊！飞统领之所以没能按时间回来，就是为了这事儿。他几乎动用了国师府在西北所有的力量，为的就是查清楚那个幕后之人。说不定他们很快就能将那人找出来，并且狠狠反击回去。您过去只怕会添乱，反而让他们分心照顾您。我只是说说而已，
西北那么远，我怎么可能一个人跑过去？单单是小叔那一关我就过不去，我也不想他为了我无心读书。哦，那就好，那就好。小叔，大叔在那里遭人偷袭，中了毒箭，已经被斐月带出军营，在同城养伤。斐月要留下来照顾一段时间。什么？被人偷袭，还中了毒箭？是的，是被军营里的人偷袭的。现在还没有找到幕后黑手，不过毒已经解啦，只不过为了麻痹敌人，这会儿正到处找名医解毒呢。所以说大哥这会儿已经没什么事了，只是在养伤，外面的人并不知道他的毒已经解了。是的，同城所有人都知道封家在找名医解毒。到底是什么人要害大哥？不知道，幕后黑手还没有找出来。大叔现在对外还昏迷不醒呢。我们该做些什么？总不能就这样干等着吧？我想想，大叔现在躲在暗处，要给自己报仇。报仇需要什么东西啊？对，报仇。大哥要给自己报仇，我那里还有你之前给我的强效养养粉，要不要给大哥送一些？我这儿还有一些强效养养粉，一并送过去，还有其他的一些药丸药粉。这死丫头胆子真大，那什么哑药软筋散也就算了，居然还有什么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嘿，小叔说这两样呀，一个是哑药，我自己配的，另一个是化尸水，沾上一点点就会全身烂掉了，这可是爷爷留的，或许大叔正需要这样的呢。小叔，要不咱们这就安排人把这东西送到大叔那里？可以，我一会儿找李管事过来，家里的商队也该出发了，听说他们就是往西北去，可以一起，也能有个照应。好耶！国师大人，您找我？大将军的伤可养好了？已经养好了，还要多谢国师大人搭救封某。大将军不用谢本国师，皆因你养了个好儿子。如果没有丰年救了那小丫头，他也不会出手救眼前之人。不管什么原因，总归是要多谢国师大人的。你看看这个，阿年中了毒箭，还是被己方人下的手。我要回西北。可以，你回西北正是我的希望，免得你那小儿子跟那小丫头偷偷溜去西北添乱。那两个小的也知道这事儿，还想着去西北。放心吧，我已经传消息过去了，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你会去西北，那两个小的也能够安生一些。真是多谢国师大人，不仅救我逃出升天，还费心照顾两个小的，对我们封家是有再造之恩。不说这些了，我这样做自然有我的道理。这次去西北，你把这个带上，可能会方便很多。是，他怎么在大人手里？我和陛下都不会允许这虎符落入世家手里。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么多年精心培养起来的将士，就不再是大周的将士，而是要成为世家的护卫了。是啊，这东西不能落入那些人手里，要否则的话，就再也没有大周朝廷了。国师大人，我打算现在就出发去西北。去吧，一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行李，让蒙大带人护送你过去，以后他就留在你身边，你也能够多一份保障。也好，多谢大人割爱。同一时间，聂风连夜来到封家院子。主上来信，我特意送过来。姑娘，京城来消息了，聂镖头正等在外面，请他去堂屋。少主，主上那边传来消息，属下第一时间送过来，也好让您安心。什么消息？冯大将军会赶去西北，请您安心待在县城。是老爷子要去西北？是的，少主，所以您不必再忧心西北的事情了，安心过好日子就行了。那可太好了，有老爷子在，大叔肯定没事的。主上还说，多谢您在年前雪灾时慷慨解囊，这些他都记着呢。没什么，那只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希望这世上能少一些受苦受难的苦命人。
主上说之前给您留了东西在那里，您有空就取走。知道了。聂风见自己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便起身告辞。你也不要偷懂一下，我酿的，拿回去可以和底下人都尝尝。聂风便欣然收下。小子，我等你好一会儿了。你是什么人？你问老子是什么人？紧接着，那只手就已经伸向腰间，下一刻，一根长鞭就出现在那人手里。爹，真的是你啊！臭小子，还算不笨，回去再说。你怎么证明你是我爹啊？你屁股上有块疤，是小时候爬树时从上面摔下来被树枝划破的。你小时候为了跟你堂哥抢一匹小马，没抢过人家，结果尿到人家新铠甲上面，被你堂哥狠揍了一顿。还有，爹，飞统领，蒙大人，10年了，这对父子可算是见面了。对了，主上让我给你带了一封信，专门给我的。主子往常都是直接传命令过来，这么郑重其事的喜信还真是头一遭，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好了，你小子都快30了还掉眼泪，像什么样子？哪里就快30了，不是才27吗？在爹面前啊，还是个孩子呢。行，还是个孩子，也不知道你这样子被我那孙子孙女看见了会是什么样啊。我在他们面前当然不这样，谁让你是我爹呢？走吧，回去再说。爹，你的伤都好了吗？让我看看。您当时只知道您受了极重的伤，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儿，有国师大人在，你爹我的伤啊已经完全恢复了，就连功夫也恢复到以前差不多的水平。倒是你，听说之前中了毒箭，伤可是养好了？毒早就解了，伤口也已经结痂，没事了。爹，你在我面前还要一直戴着面具吗？在面具揭下来的那一刻，丰年立马跳了起来，腰间的长剑也抽了出来。你不是我爹，说，你到底是谁？这小子还真是沉不住气，我不就是你亲爹吗？要不然也不会知道你屁股上那块疤是怎么来的。胡说八道，我爹不长这样。哎，还是那么忙啊。行，让你看。说着便转过身去，走向放在墙角的木盆边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往木盆的水里滴了几滴什么，然后这才弯腰开始洗脸。你看看我这样子是不是你父亲？你的脸怎么会是这样？哎，原本不想让你看到我这张脸的，吓到了吧？你真的是我爹，可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谁干的？我知道，我现在脸毁了，嗓子也毁了，怎么说你都有些怀疑我不是你爹。你小时候喜欢骑在我脖子上，一大波要背着你都不行，小年纪就会讨好小女娃，你娘给你买的玉佩转天就送给曹家那五丫头，叫你们堂兄弟几个练武时，你就会偷懒，把你大伯的2匹马尾巴绑在一起。你娘走了以后，你就懂事多了，也不经常闯祸了。不过和你二娘成亲那晚，你悄悄往戏床上放了2只癞蛤蟆，被我狠揍了一顿。你把自己锁在你家以前的房间里，整整2个月都不跟老子说话呀。不光是这样，你还尿在我常用的茶壶里。爹，您这么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一定很疼吧，爹？这些年支撑着我活下来的信念，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你，再见你一面。好在我们终于团聚了。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儿子一定替你报仇，替咱们封家上上下下所有人报仇。好啊，咱们一起报仇。这一次，老子不会放过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一个都不放过。接下来2人又相互交换了一下最近的消息，还有西北军营的一些情况。以后你这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按照你们原先计划继续。
咱们兵分两路，各忙各的，3天过来汇总一次情况，有紧急情况我再过去找你。爹，要不要我再派几个人跟着您？您身边没有人总是不行的呀。不用了，我这次过来从国师府带了人了，先用着，你身边的人不能用，只怕他们每一张脸都被记住了。那我从府城给您调几个过来，反正他们守着个宅子也没有什么用，家里用的再培养就是了。这个你随意，只要给几个孩子身边安排够人就行，他们都还小，需要时间成长起来，得护好了。这个您放心，他们几个身边都有人守着，那小丫头就不用说了，国师府直接派了教导的，她还在齐兄的医馆学医，雕刻、酿酒都是很厉害的。丰盛也在县学里读书，他原本是可以去更好的地方读书的，只是为了照顾小丫头，便守在县城。冯兄虽然没在他身边，不过一直在尽心的教导他。只有丰收那小子，只怕这会儿已经独自去了荣城。不过能去荣城书院读书也是很不错的事情。他们几个都是好的。丰盛虽说前几年一直生活在秦家，到底是咱们丰家的血脉，并没有长歪。丰收和小草更是没得说，那丫头啊，还大老远给我送了几坛子酒呢。爹，我要去绯院。想娶就娶呗，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痛快。就你那点出息，这不是怕国师府那边阻拦吗？毕竟绯院可是国师府的统领，这事儿得国师大人同意才行。哼，真是没出息。你问过人家姑娘没有？可别被蒙大给抢走了。我一会儿就跟他说。那儿子先走了，过2天给您送一些上好的药膏，您试试看，或许对去疤痕有些效果呢。不用了，在国师府养伤时我就拒绝了。国师大人已经给了我极好的药，老子就是要顶着这一脸疤，时刻提醒自己封家的仇恨，直到彻底报仇那一天。您有药就行，那儿子就放心了。爹您先休息，儿子出去看看。哼，臭小子，我看你急不急？主上让你带给我一封信，还说什么了？带什么话？让我想想啊。哦，对，当时主上说了一句，成了亲依旧是国师府的统领，该干的活儿一点都不能少。真的？怎么，你要成亲了？主上这都算到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哎，你等等啊，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干什么？这个男人真是太可恶了，居然敢欺负我家绯月，是不是招打？哦，嘿嘿嘿嘿。啊，行了行了，你们走吧，我知道是谁了。可是要恭喜大将军了，哈哈哈。哈哈哈，进蒙大人吉言了，希望他们呢能顺顺利利的。是不是刚刚那个蒙什么的欺负你了？我去替你报仇。你站住！蒙大没欺负我，他是主上身边的人，我们以前就认识。他这次一路护送你父亲来西北，以后恐怕也是要留在这里的。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可是我看你眼睛有些红，肯定是刚刚哭过了。只恨之前天色太黑，一直都没有发现，你可是受了什么委屈？哎呀，这不关蒙大的事，是主上给我传信，一时有些感慨，没忍住就掉了几滴泪。国师大人，他说了什么？竟然把你惹哭了？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可从未见你掉过眼泪啊。主上来信对我来说自然是好事啊。好事？好事你还哭？丰年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只可惜绯月并没有打算告诉他什么，只呆呆地看着他，不知不觉红了眼眶。哎呦，我的姑奶奶啊，这是咋了呀？你干脆打我一顿好了，你这个样子太难猜了，这可急死人了这。我掉不掉眼泪你急什么？咱们以后可是要成亲的，是一家人，你现在这样难过，我怎么能不急呢？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刚刚已经跟我爹说过了，要娶你的。你以前有个未过门的妻子？是啊，是曹家的五姑娘。当年我们家遭逢大变，死的死，逃的逃，这事儿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你就一点都不想念她？
他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只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很是灵动，像个小仙子。那如果他还活着呢？你该怎么选择？反正我是不会给任何人当小的。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那曹家五姑娘以前虽说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可是她如今已经不在了，你也没必要就是这个问题不放吧。我后来已经出来了，曹五姑娘之所以会被送去出家，是因为她不肯听从家人的安排，去给安西郡王当妾，以死相逼，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之前知道她的死因之后，就把她的名字写进了封家的族谱里。只是让丰年意外的是，绯月既没有勃然大怒，也没有哭哭泣泣，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自己。绯月，你没事吧？如果生气的话，尽管打我一顿，别这个样子不说话好不好啊？绯月，我知道你一定不喜欢曹家五姑娘的存在，但是她已经死了，我不能做那无情无义之人。毕竟她当初是为了拒绝她家里的安排才那样的。你小时候都叫我小月的。小时候他认识的女孩并不多，能让他叫小月的就只有自己那未过门的妻子，也就是曹家五姑娘。只是这怎么可能呢？绯月见丰年并没有认出自己，心里难免有些失望。这是你小时候送给我的，为此你弟还狠揍了你一顿，听说是他买给你娘的。这块正是自家当年送给曹家定亲的信物，而那个不怎么好看的年字正是自己刻出来的。我是小月，曹绯月。你竟然真的是小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你在庙里被一把火给烧死了吗？当年封家出事之后，家中长辈就立马翻脸，恨不得跟封家斩断所有联系，而我就成了那个跟封家牵扯最深的那个人。为了让大家相信曹家确实跟封家没有关系，他们不惜把你丰年的未婚妻送给一向跟封家不合的安西郡王当侍妾。当时我和我娘都是不愿意的，苦苦哀求曹大人，哪怕是给我退亲，重新找个普通人家嫁了都行。但是那家人铁了心要踩上封家一脚，我娘更是被那家人给下了药，直接卧床不起。我娘病了之后，我以死相逼，上吊了一次被他们救了下来，后来又用簪子划破了脖子。或许是那家人见我死活不依，又怕我惹恼了安西郡王，这才送我一个庶妹去了安西郡王府，而我则被他们送到了京城外的庙里。他们对外说我娘病重，我自愿出家为她祈福。当时我偷偷从曹家带走了这2块玉佩，其他的东西他们也不允许我带走。我以为到庙里就好了，哪怕辛苦一些我也能忍。我只是没想到，我那叔妹为了在安西郡王府立住脚，直接将我卖了个彻底。郡王府的下人时不时过来捣乱辱骂，更打算把我掳回去。我一个弱女子想要逃离那荒山里的破庙还是很难的，因此那些人再次过来将庙里打砸了一通，我直接放了一把火。原本是想烧死自己和那些人同归于尽的，没想到遇到了国师府的人，被他们救下之后，我就一直留在国师府，从最极熏营开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都是因为我，你才受了这么多的苦，以后我会好好的补偿你的。很开心你之前就把我这个还没过门的媳妇写进族谱里，我总算没有看错人。这也是我们的缘分，那么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断掉，现在又机缘巧合在一起了，这一切都是天意，我们在一起是天注定的。其实早在府城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认出你了，只是那时候我也身不由己，又不了解你的近况，干脆没有相认。今日收到主上的来信，他允我婚嫁自由，而我依旧是国师府的统领，再也不用矛盾，不用做出取舍，主上他很好。这就是你今天哭红了眼睛的原因吗？是啊，我原以为主上是不允许我成家的，只能一直留在国师府办差呢，没想到主上竟然一早就料到我的情况了。国师确实是大义之人，他值得许多人的忠心。是的，这也是我先前一直矛盾的事情，我不愿因为嫁了人就不能再为主上效忠了。没事了，没事了，这些都过去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为了不让绯月继续难过，丰年赶紧转移话题。哎，对了，你岳母怎么样了？她不是一直留在曹家吗？母亲她呀，
早在我一把火烧了那座破庙之后，他就跟着去了。现在的曹夫人是我那叔妹的姨娘。那曹家现在呢？他们呀，哼，老人们都去了，叔伯们早就分家去了外地。叔弟身体太弱，没活过8岁，现在只有曹大人和带着他现在的夫人，靠着叔妹接济过日子。看在郡王府的面子上，曹大人现在还挂了个闲职，没多少俸禄，同时也不用上衙，只一心在家喝药养身体就行，要不然该难受的想要寻死了。放心吧，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的。你也放心，以后我会护着你的。下次我带你去见我爹，他知道了这事儿一定会很高兴的。好，下次我和你一起去见大将军，只是他会不会不喜我现在舞刀弄枪呢？这有什么的，咱们封家的媳妇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舞的，我娘和二娘都是有些功夫在身的，包括大伯娘也是这样。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再说了，当初能把咱爹救出来也是托了你的福，如果不是你传信回去发，只怕国师府并不会主动出手的。小丫头，大晚上神神秘秘的把我带到大哥的院子里做什么？难不成是大哥回来了？是好东西哦，我忙活了许久呢。小叔叔记得把眼睛闭上，我不让你睁开，你不许睁。哼，搞这么神秘，到底是什么宝贝啊？为啥一定要在主院？好啦，可以睁开眼睛啦。大哥，大哥，你回来了。当风盛绕到丰年前面，发现只是一个穿着衣服的木雕之后，吓得连连后退了好几步。风兰草，嘿嘿嘿，你什么时候刻的？我居然都不知道，还弄了这么大一个。刚刚我差点以为是大哥回来了呢。嘿嘿嘿，过年的时候跟哥哥说起大叔来，我怕大叔一去好几年不回来，时间太久就想不起大叔的模样来，就想趁着现在把大叔的模样给雕刻下来，只要能时时见到大叔，我一定不会忘记的。不会的，有我在呢，你怎么会忘记大哥的样子啊？而且我也画了幅大哥的画像，一会儿拿给你，只要时不时看到就不会忘记的。你从过年那会儿就开始刻了，我竟然一点都没发觉。这不是想给小叔一个惊喜吗？你看刚刚是不是很开心？哼，我看是惊吓还差不多。哪有，是真的惊喜啊！这个能动啊！是啊，我可是在这个木雕上面装了好几个小机关呢，胳膊、腿、脑袋都是能动的。怎么样，小叔？我是不是很厉害？哎，还真是的，小草，你可太厉害了，难怪刚刚能让我认错了呢。这个以假乱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刻的。不过这个还没有彻底完成，多方面都不够精细。毕竟这个木雕太大，需要细细打磨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下好了，咱们这时不时给他换身衣裳，得一直戴帽子才行，跟真人就很像了。对，如果咱们想大叔了，就把饭菜摆在这里，把它挪到饭桌前，他也是可以坐着的，真好。这样更好了，到时候咱们吃饭的时候就摆在这里，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摆我院子也行，咱把大哥先挪过去。其实我打算彻底刻好了再告诉小叔你的，只是见你上次回来格外担心大叔，就把它拿出来哄哄你了。爱操心的小丫头，我哪有那么脆弱，还让你来哄我开心。不过说真的，我确实挺开心的，看到这个木雕跟真人一样，就好像大哥确实回来了一样。其实要说我们在这里担心也没有用，之前不是收到消息说老爷子已经赶去西北了吗？相信只要他去了那里，大叔一定不会有事的。这个我也知道，以后不会让你替我担心了，好好在县学读书。等我把这个再精雕一遍之后，就换着花样给大叔换一身衣裳，夏天有夏衫，冬天有冬袍。对了，再雕一个可爱的小草，坐在大叔的肩膀上。哥哥和小叔就算了，他们太高了，大叔抱不动，让他们站在旁边好啦。还有大白和小白，还有小灰他们。
以后也试着雕个和他们差不多高的。行，你想怎么安排都行，不过现在这个要不要我帮你弄回去你书房里？不要，回头我自己弄走，放在这里也不方便，回头再吓着别人就不好了。行行行，怎么说都是你有理。走吧，我把这个门先锁起来，钥匙你留着，记得来把这木雕带走啊。兰草也没客气，直接将钥匙收进自己随身的小布包里。丰年，你没事儿？林副将，你醒了？方副将，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您找我们过来做什么呀？卓大头，你和林副将敢要我丰年的命，还问我这是做什么？我们没做什么呀，风将军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了？你可以不承认，我如果还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是不会把你们俩带过来的。亮子，给他们灌药。好嘞。这是什么？这药你们都不认识？不可能吧？当初不是你们让人给我们家将军用的吗？也算是物归原主了。二位可是好好享用才是啊。丰年居然连问都不问，就直接给大头灌了药，那他又怎么对付我呢？林副将，请吧。不等林雄开始挣扎，赵亮直接将药灌了下去。丰年，你好很多。你这人还真够无耻的，我只是把这些东西还给你了，怎么就狠毒了？那先动手的你呢？风将军，你有解药对不对？那又怎么样？求将军赐我解药，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大头，你闭嘴！将军，我要疼死了，我不想死啊，还没有见到我家小妞妞呢。哼，这不就对了吗？刚刚还装什么糊涂？亮子，你先去清洗一下，换个人进来，免得那毒药沾到你身上，平白在受罪。嘿，多谢将军关心，这就换王虎进来。将军，您说该对这两个孙子用什么刑？或做这就上手？你可悠着点吧，亮子刚刚给他们用了毒药。毒药？哦，我知道了，那我下手轻些，也没被毒死，反而被打死了。不，凤将军饶命啊！小子说什么都说。喊什么？声音这么大，一定没什么事儿。那毒药也没拿你怎么样，还是先让爷爷招呼一顿就好了。啊！疼！虎爷饶命啊！我说啊！哼，虎爷我一会儿问话，你可得老实点，让爷满意了就替你求解药。林将军，真没想到平时跟我家将军称兄道弟，居然笑眯眯的让人射黑箭，想我家将军的命。那我王虎今天就不客气了。王虎，你别太过分，好歹我也是前方营的副将，你算什么东西，居然敢给我用刑？哼，原本看在你跟我家将军平级的份上，还想客气几分的，现在不用了。你个放黑箭的脏东西，还想让虎爷我给你面子？虎爷我最恨你这种不忠不义的东西，还想让虎爷客气点儿？呸！你放心，你们一家老小，虎爷我都会伺候到，最后也会给他们灌下一样的毒药。看你虎爷多善良，让你们一家人团团圆圆，以后在黄泉路上也不孤单。不，你不能！我记得你的家人就在不远处的项城，家里还经营着一家成衣铺子，家里2个儿子1个女儿，还有1个妹子。丰年，你想干什么？不许你动他们，要不然老子跟你拼了！你拿什么跟我拼啊？就凭你身中剧毒被我绑在这里，还是凭你身后之人有钱有势？你，胡子，继续，我带那个大头出去问话。不要，丰年，你回来！丰将军，我说，只求你放了我的家人！丰将军，哼，愿意招了，早些老实不就好了吗？还用吃这样的苦？等着，我家将军听到你刚刚的话了，你只管等着就是了。
我家将军自有定夺。求虎爷告诉冯将军，只求不动我的家人，我什么都找。虎爷，求你了！去，跟将军说一声，林兄愿意招了。是。等到丰年从卓大头那边过来的时候，林雄的嘴早已经被堵上，手筋、脚筋已经被挑断。你把人弄死了？没有。王虎手里还拿着一个大锤子，正在林雄的膝盖上比划着。你这是想弄碎他的膝盖？这小子不老实，眼珠子乱转，肯定想着有机会就逃出去，这可不行，掐断他的希望。他现在跑不了的，还是先问话吧。石头，你怎么跑来这里了？飞月姑娘，好久不见。是有几个月没见了，你怎么没在县城，跑这里来了？姑娘和二爷收到这边的消息，有些不放心，便打发我过来给大爷送些东西。只是没想到路上不太好走，我这一大早才进城。姑娘他们在县城怎么样？身边有没有在添人？姑娘和二爷都好着呢。之前听说大爷出事了，还想着要过来呢。后来得知老爷子会过来，便歇了那心思。两位主子都是知道轻重的，飞月姑娘放心。姑娘身边现在多了一位叫玲珑的姑娘，身手很是不凡，有她护着姑娘，小的才放心来给大爷送东西。飞月姑娘放心，家里一切都好。这一路上辛苦了，让赵亮带你们下去休息吧，我让厨房给你们准备饭菜。石头客气的道过谢之后，就跟着赵亮离开了。这丫头居然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倒是舍得给我送来这么多啊。怎么，姑娘送来什么好东西了？瞧把你开心成这样。这些啊可都是那丫头的宝贝，什么稀奇玩意儿都有，可不能乱动啊。我说啊，你是不是该改口了？一口一句姑娘的，我是听着别扭。改口？怎么改？要不我还是叫少主好了。少主还是算了，没得把外人的注意力全引到小草那丫头身上，可别给她招来什么麻烦才行啊。就先这么着，称呼的事以后再商议。你昨天夜里审的怎么样了？可问出什么来？问出来一些，晚上我们去父亲那里，可以汇总一下消息。我也要去。不然呢？难不成你不想和我成亲了？没有，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将军。你上次不都是见过了吗？看你那样子，不是挺坦然的？那不一样，上次见面时我是国师府的陪统领，大将军他自然会礼遇有加，可是这次不一样。放心吧，我爹不会为难你的。他要是敢为难你，你直接拿出救命恩人的范儿来，我没意见。净出些馊主意，不跟你说了，快睡觉去，我替你守着底下大事。你是女人，是又怎么样？女人？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惨不惨？是不是很可怕？哼，这就可怕了。小屁，你和他的关系很亲近吧？我可告诉你，他就是个残暴的小人。说不定那天就要这样折磨你了，你可得小心呐。你想让我帮你逃出去，让我背弃丰年？我就知道姑娘是个聪明的，一定看不惯丰年那不择手段的残暴模样，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记着，以后一定要远离这样的人。我知道姑娘是个心善的，我呢也不愿意连累姑娘，只要你帮我放个信号出去就行，自然会有人来救我的。或许我能利用一下这个机会，说不定能将来人一网打尽。什么信号？我要怎么放？会不会给丰年带来麻烦？可别把他惹恼了，到时候把我抓起来可就糟了。我发髻上有一个小小的信号筒，到时候只需用火折子点燃就行，信号自然就放出去了。和秦姑娘出去之后就放着信号，要不然只怕我是等不到有人来救我了。放心，我出去就发信号，让人来救你。那就拜托姑娘了。你竟然如此狠心！
敢对我男人下手，你就是找死！还妄想利用我放你出去，哼，下辈子都不可能。这玩意儿我会好好利用的，你放心好了。喏，这是他最后用来求救的信号筒，做的还挺小巧别致的。嘿，没想到他居然还有这玩意儿，之前藏在哪儿了呢？哼，他居然还挑拨我，让我帮他放这个信号筒，刚子让人来救他，做梦都没有这么美的。哎，好了好了，别气了，一会儿我再去收拾他。只是他把这东西藏在哪儿了？之前王虎可是把他身上都搜了一遍的。伪装成发簪的一部分，咱们都没有想到。收拾一下，我们去老爷子那边，晚上还有大事要忙。要去见大将军啊？过去有要事相商，你一个大统领紧张了？谁紧张了？去就去。走吧，这里有张亮和王虎在，不会出事的。再说还有你的人呢。我刚刚已经吩咐人守好这里了，不过今天应该有人过来探查，已经吩咐过放那些人进来。嘿嘿，爹，我们这次过来有2件事要说，一件事今晚我们要行动，另外一件就是好事了。2件事？还是先听听是什么好事吧，让老头子我心情能好一些。嘿嘿，爹，这好事呢，就是我和斐月的事情。其实她就是您以前给儿子定的未婚妻，曹家五姑娘曹斐月，我要娶她。什么？曹家五姑娘？你那个未婚妻？是啊，她就是小月，您见过她小时候的样子呢。乖乖，飞统领真是你先前的未婚妻？我一直以为她姓飞来着，没想到居然姓曹。那可不，画本子都没这么巧的，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不是，这事上次怎么没听你说过？在爷俩之前可是说到你的婚事了，听你那意思，似乎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我小时候只知道她叫小月，一眼就喜欢她，后来她就定了亲，但是长大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我来了西北，她在京城，后来家里出事，我刚回到京城就带着小弟逃了出去。后来听说她被家人送去出家，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在府城见面的时候确实没有认出来。那你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一直叫她小月来着，没想到她叫斐月。臭小子，老子要被你气死了！你知不知道，当日我们的人把大火中的她背出来的时候，他以为我们是安西郡王府的人，因此拼命挣扎，想要一心寻死，只为了给守节，宁愿死也不愿去给安西郡王当妾的。那身上烧的没有一块好皮。当他知道能活下去之后，硬生生拖着烧伤，跟着那些好好的人一起训练。你居然没认出他来，你有什么资格再娶她？是不是他不说自己的身份，你就一辈子都认不出他来？你别说话，先坐着。你知道的，当日救你之时，我也在其中。咱们又共事了这么多事儿，我是看着你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但是他们封家人不知道，得让他们知道才行。咱们国师府的人不能让人轻视了去。我作为国师府的人，自然就是飞月的娘家人。至于那什么狗屁曹家，早已经把他家女儿给逼死了，现在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你丰年想要娶飞月，得先过我这一关。丰年如果能跟飞月姑娘成亲，那是他的福气，也是我们封家的福气。这事还要请蒙大人从中说和。只要飞月没意见，我这里自然没问题。多谢蒙大人。既然这样，关于婚事，等我问过飞月之后，咱们再说。还是说说另外一件事情吧。婚事等飞月姑娘点头之后再议，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咱们还是先说说另外一件事情吧。丰年虽然有些失望，没能当场定下成亲的时间，但是他这会儿顾不上这些，只心疼当初斐月受过的苦。不过接下来要说到正事儿，将自己和斐月昨天晚上去军营里掳人审问拿到一个信号筒的事情说了一遍。特别的信号筒，拿来我们看看。你想利用这个信号筒？是，林兄两人在军营里失踪，自然会有人着急，背后之人哪怕会更着急灭口。而这是林雄的求救信号，只要他们一出现，我们就能抓到人，一定会挖出藏得更深的人。既然你们已经打定主意了，那我和大将军今晚就去军营一趟。当天晚上，飞月放出了林雄给的信号筒，
飞跃把顺着信号赶来的人全部一网打尽，丰年把摸去他院子想要刺杀他的人全部歼灭，丰年爹和蒙大把军营里有2心的人全部抓获。你愿意嫁给丰年吗？蒙大人为这个做什么？非同莲可真没良心。前些天我不是说过了吗？要当你的娘家人给你操办婚事，难不成你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啊？咱们国师府的人可不能被轻看了去。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丰年？如果愿意，那我就出面给你操办婚事，他丰年3媒6聘一样都不能少。如果不愿意，那就该干啥就干啥去。蒙大人，你是认真的？那当然，你可是咱半国师府4大统领之一，不能被人轻易哄骗了去。他丰家也不行，你直接说说你的想法就行了。那就多谢蒙大人替我张罗了。哈哈哈，好，别称呼什么蒙大人了，就叫蒙大哥。再怎么说，我这会儿可是你的娘家人。这事儿既然已经说定，绯月也有些害羞，没和蒙大说几句话，就直接离开了。绯月回到家，就将自己关进房间里了。丰年这会儿还不知道自己的愿望即将实现，还在暗自猜测绯月回来怎么不理他。直到丰大将军过来找丰年，他才算是弄明白事情的原因。真的？现在就去提亲？你个臭小子，以为国师府的统领是那么好娶的？你一句话就行了。快些换身衣裳，好好收拾一下出门。是，都听爹的，我这就去换衣裳。不说丰年他们在西北热热闹闹的准备办婚礼，兰草却和平安在县城的医馆里天天数着日子。师父什么时候回？我都想他了。算算时间，应该是快了。如果师兄成亲后师父立马启程的话，则有4、5天就能够到家了。4、5天？那可太好了，就等着师父回来了。大伙儿都等着师父回来呢，到时候能轻松一些。我要大睡3天。对，我也要大睡3天。小草，你个小鬼头，别说3天了，只怕1天睡不完，你就要到处溜达，还3天呢。别说他俩了，等七兄回来了，让他守着医馆，咱们都休息。他倒好，一边是儿子娶亲，一边是夫人有孕，还有这偌大的医馆要打理。回来了，让他好好请我们喝酒。那好，咱们呢就等着老七回来，让他好好的请咱们喝一顿。谁让他家喜事多呢？啊！